无道，你可知我是谁？你不就是江家的废物赘婿吗？瞎了你的狗眼！我乃龙王殿之主，龙王萧晨。什么？你就是传说中的龙王？你竟想染指我的女人，你真该死！我错了，饶了我吧。龙王的字典里没有饶恕二字。就是因为曹贼之号丢了性命，我不甘心呐！哇，正点啊！系统检测到有10恶不赦的坏人刚死，应该就是这家伙了。神级大反派系统正在传输。公司也是你能来的地方吗？立刻给我滚出去！若雪是我的妻子，有困难我自会解决，用不着外人帮忙。你解决？江家负债100亿，你拿什么解决？你就是个只会洗衣做饭的废物！我重生了。不，我只是回到了半个小时前。神级大反派系统已激活，任务活下去。这是啥？也就是说，半个小时后就是我的死期。殷少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出了好多汗啊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猫娘的，你嫌我死的不够快吗？殷少，您千万别生气，这个废物不值得您动怒。殷少手眼通天，帮江氏拿下了100亿投资。实话告诉你吧，若雪已经决定改嫁殷少了。你们这一个个的都嫌我命长吧？那100亿投资是我安排的，龙头公司的萧董正是我本人。住嘴！你以为你姓萧就能跟萧董事扯上关系？大爷，是没铁锅之别动手啊！你这样做只会让我更瞧不起你。江家不养没用的废物，你给我滚出江家！我死定了！你们别后悔。不好，他要歪嘴了！殷少，别冲动，看来只会脏了您的手。可是他不会放过我呀！龙王，不装了，摊牌了，我就是龙王。传闻，龙王殿是海外地下世界的第一组织，势力庞大，地位尊崇。龙王手下3大干将，暴君掌权，财神掌财，阎罗掌命。哼，胆敢忤逆龙王，这100亿合同立即作废！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你的殷江两家从江城蒸发。只待龙王一声令下，我便大开杀戒。又是死局，难道反派就只配做主角的装逼垫脚石吗？不，我不接受！我不接受你的求饶，但我可以给你个体面的死法。我可没准备向你求饶。你殷家在华夏虽然权势熏天，但在我龙王殿面前，却渺如尘埃。是吗？可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你万劫不复。好大的口气啊！有种你打呀！全部抓起来！不许动，把枪交出来，老实点。萧晨，你被捕了，你是境外非法组织的头目，早就上了国际红通的通缉榜单。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你无道，你不讲武德！抱歉，我可是大反派。给我老实点儿！你的举报奖励很快就会到账，免征个人所得税。合作共赢，荣幸之至。我明白了，解决天之骄子就可以掠夺他的天骄点，只是不知道这天骄点能干什么。系统检测到龙王萧晨的金手指，这倒有点意思。请宿主操作。既然你的字典没有饶恕2字，那我也只好不留后患了。忽然感觉身体被掏空。老实点儿，警告你，别耍花样啊！姐，你的一切我都笑纳了。过阴险狡诈的殷无道，这么快就到账了，效率真高。啊，他有300多亿！啊，萧晨被抓，还请殷少兑现之前的承诺。这就要看江小姐的态度了。萧晨自从上门之后，我们虽然没有夫妻之实，可也不曾亏待他，他却从来没有向我坦白身份。如今想救江家，唯有委身殷无道，请殷少出手救我江家。救江家可以，但我想要什么，你应该清楚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新任务发布，任务要求：当对方好感度达到90时，不是吧？任务完成。90以上，
可他现在是复制拉满啊！为了江家，我就当被狗亲了吧。那么厌恶我，却要刻意逢迎，很不好受吧？什么？我没有厌恶。哼，有没有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100亿投资，你们是在想屁吃吗？我可不是你们的舔狗赘婿。不过做生意嘛，还有的谈。我出100亿，收购江氏集团。啊！收购！我知道你们一时难以接受，可这是你们唯一的选择。考虑好以后，让若雪来我别墅签约。警告！警告！系统发现好感度急速下降，请宿主改变策略。对付女人这事儿，我比你熟。少爷，早知道今天就不给你们放假了，害得我差点翻车啊！清雅，你快出来！我不知道你今天这么早回来，所以洗澡水还没放好，对不起。没想到他是真的爱我，可这京剧是怎么回事啊？你的手怎么了？没什么。老子现在很不爽，过来给老子消消火。也许是那次的事情吓到他了，经历过一次生死之后，再回头看我曾经做过的事情，真是刺激啊！完全符合我的反派设定啊！我记得咱家有间禅房，快去帮我收拾出来，我要用。我这就去。你虽然是我收债收到的，但冲着你对我的这份爱，我日后也会好好对你。虽然有我助他开蒙，但这么快的修炼速度，当真是天赋异禀。看来我没选错人。哦，这块玉倒是个不错的容身之所，可以帮我躲过游神的巡查。这九龙真气真是好东西啊！吴道，喝参汤了。这么好的身体摆在你面前，第一天你可以不动心，可你憋得过初1，我不信你憋得过15。逗你玩呢，今天的汤不错。吴道，你可不可以把昨晚带回来的那个女孩放了？我听说她有个当兵的哥哥，我怕他会报复你。什么女孩？莫名其妙的，出了一身臭汗，我去洗澡了。真希望她不要再造孽了。清雅说的什么女孩？我怎么没印象呢？喂，什么情况？我明白了，苏清雅说的应该就是她。这小姑娘一看就是纯新人，不该来这里的呀。原来吴道你喜欢这种类型啊，包在哥哥身上。没想到江人杰这孙子竟然真的把人送来了，交友不慎呐！我这造的哪门子孽啊！想必这个威子跟床上的这个女孩脱不开干系啊！还有完没完呢？有人闯入！我去，战斗值爆表啊！大气侧漏，这次我怕是凶多吉少了。姓殷的，给老子滚出来！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，竟敢擅闯我家？老子叫林峰，来找我妹妹林雨柔。你要是动了她一根毫毛，我就让你死得很有层次感。你算个毛啊！也敢对我大呼小叫？叫我靓仔！正好试试我的九龙真气。好霸道的力量，要是换了从前，我怕是被一拳就打废了。我没想到你能接得住我一拳，倒是比其他富二代强多了。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动我妹妹！哥，快住手！你误会殷少了。雨柔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莽夫！昨晚我被坏人欺负，是清雅姐救我回来的，跟殷少没有关系。而且刚才我是从清雅姐的床上完好无损的醒来，没有受到任何伤害。不可能，正常人遇到这种事情，应该是送去医院，而不是带回家。我是医学博士。有钱人，
没一个好东西。姓林的，你别不识好歹！我曾祖父是开国功勋，我爷爷戎马一生，守卫边疆，我父亲兢兢业业治理东海这一省之地，我母亲每年纳税100亿，我3代人的努力凭什么被你诋毁？哥，你快点给殷少道歉啊！他不是坏人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那我们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站住！谁让你们走了？还有什么事吗？你重伤了我4名保镖，就想一走了之吗？是我忽略了，我会赔他们医药费的。赔？你拿什么赔？你妹妹为了赚钱都跑去当舞女了，想必是你家有人急需用钱吧？对不起，我看你为了妈的手术费那么辛苦，也想帮你减轻点负担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末期少年穷。行了行了，接下来是末期中年穷，末期老年穷，最后是死者为大。我倒是有个建议，不仅可以免你的赔偿费，还可以再给你100万，做我的保镖。我离开军营时曾立誓，绝不给资本当走狗。哥，国旗不能当饭吃啊！妈的手术不能再拖了。但是我看得出殷少是个好人，我愿意为您效劳。任务完成，奖励兵王全属性。九龙真气配合兵王属性，简直无敌啊！随便来的奖励都这么给力，那获取难度极高的天骄点，岂不是惊天地泣鬼神？谢谢，真的很谢谢您的这笔钱，我们会报答您的。林峰的忠心度还好说，林雨柔这好感度是怎么回事啊？新任务发布：攻略天之骄女林雨柔，奖励天骄点+1，鉴宝天赋。任务要求：对方好感度达到90。那么天真烂漫的小姑娘，这多不好意思啊！多上慢点。雨柔，常来玩啊！清雅，刚才谢谢你帮我打掩护，要不然林峰非得把我撕了。这是最后一次。我认识的你，虽然坏，但是有底线。怎么只剩80了？原来爱真的会消失。清雅，这次你是真的误会我了。哥，你麻溜点儿，把妈送去医院后，你就赶紧去殷少那儿上班。殷少，从回来就挂在嘴边，我看你就是被那个家伙给迷住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少接近他，他的名声可不好。哼，那些都是外界的谣传，他才不坏呢。里面的人听着，拆迁期限已经到了，再不搬家，把你们全家都埋了。今天老子在这里，我看你们谁敢拆！我们也不想做钉子户，是你们给的安置费低于正常好几倍，你们是想强买强拆。还真有不怕死的呀！妈，对不起呀，孩子们不懂事儿，您不要跟他们一般计较啊。我们同意拆啊，我们这就搬走。真晦气！妈，你竟敢打我妈，找死！你有种动我一下试试，我立刻就能把你送进监狱，让你把牢底坐穿。至于你老母跟妹妹，哼，来呀，来打我呀！我要克制，我不能坐牢，我要是坐了牢，就没人保护妈跟妹妹了。我从未见过这么变态的请求。殷少，殷少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等不到你来上班，我只能到你家看看了。谁敢打我？殷少，殷少，原来是您啊！看来这是个误会。哎，您还记得我吗？我是丧彪啊，江家的人，以前还给您擦过鞋呢。江城江家，4大家族之一啊，原来是江仁杰家的，怪不得眼熟呢。这是你的扳手？对，是我的。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咱们是自己人啊。殷少怎么会跟这种人是朋友？我说什么来着？他们就是一丘之貉。自己人？你连老人都打，简直禽兽不如！听不到，打狗还要看主人。你这样，是想向江家宣战吗？你觉得我会在乎吗？他果然与众不同。虽然张扬跋扈，但
着实痛快，是个狼人。收买人心的最好办法，果然还是人前显圣啊！既然殷少要插手，那我做不了主，也只能请江家人出面了。会不会因为我们给殷少惹上了大麻烦？殷家少爷不在会所消遣，怎么来我江家的工地了？不怕脏了您的鞋吗？竟然是江家前不久刚认回的那个私生子，这么快就出来办事了吗？你们江家没人了吧？怎么派个私生子来啊？嘲讽老子！好快，这纨绔竟然能避开我的审计！臭纨绔！休想杀我老板！好犀利的力道！没想到江城竟有这等高手，力量上不能快速取胜，那就利用身法优势。鬼魅般的身法，靠眼睛根本无法分辨真身。你失误了，的确很快，但是你也露出了破绽。这洛风竟然能跟兵王平分秋色，只怕不是小角色。检测到新的天之骄子洛风，原来是个杀手主角，36把刀，林峰能挡得住吗？这狗东西应该是想让林峰分心，不过这倒是个好机会。你们通通都要完蛋！他为了我竟然连命都不要了！你们没事吧？好久没有痛快的打一场了，给我专心点。啊，没问题，这里交给我吧。敢忤逆江家，你们通通都要完蛋！我走。刚才你受伤了，疼不疼啊？谢谢林小姐关心，我没事。叫我雨柔就好了。都怪我连累了你们，真的对不起。不要道歉，就算今天遭殃的不是你家，我也不会视而不见。欺负孤儿寡母，简直猪狗不如。好帅啊，又能打又善良，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奇男子？这一架怕是打到同归于尽，也分不出高低来。快住手！都是自己人，不要伤了和气。吴大，这不是那天夜店那个妞吗？说正事。下面人不知道你跟这家的关系，所以办事鲁莽了。这里面是1000万，一半安置，一半赔偿，你看怎么样？你哥送你母亲去医院了，现在这件事你来做主。我？对。你是只给我补偿，还是老城所有人都补偿？当然只有你了。那抱歉，我不能要。小妞，别不识抬举，你想要多少，直接说明吧。我不要。那就是谈不拢了。谈不拢就别谈了，都给我滚出去！殷无道，为了个女人你跟我翻脸？不错。好，你做初一，别怪我做15。小妞，你不会真的以为殷无道跟你是浪漫邂逅吧？是他让我把你送到他床上的。孙子，我哪让你这么做了？是真的吗？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根据以往经验判断，他会打我一巴掌，但只要我不躲开，我就能让他在30秒内爱上我。是。无耻！计时开始。那天见到你之后，我的魂魄就再也没有回到我的躯体。我不该走进那家夜店，不该遇到你，否则我就不会夜不能寐，不会掺和拆迁的事，更不会受伤，跟10几年的好友决裂。如果爱一个人也算无耻的话，那我应该很无耻吧？5、4、3。对不起，我。时间到。江家人走了吗？你们俩，学校还有点事，我就先走了。这疯丫头，脸红个泡泡茶壶啊！雨柔还在上学。她是江城大学文物鉴定专业的，最近应该在忙实习的事。伯母安置好了吗？谢谢老板，都安置好了。林峰，今天的事你怎么看？老板，我觉得此事必有蹊跷。那洛风工于心计，与你搏斗中每步都算得精妙绝伦，岂会是个鲁莽无脑之人？我也这么认为。他今天不问青红皂白就攻击老板，像是在为江家拉仇恨。不错，这也正是我与江家撕破脸的原因。洛风来者不善，江家必有大乱，正好借此撇清关系，静观其变。老板英明。林峰，要是你跟那洛风生死搏杀，有没有胜算？赤手空拳的话，我俩在伯仲之间。可我看他指缝命不老茧，应该是个用武器的高手。
但我一时想不透他用什么武器。他用飞刀。老板真乃神人也，不错，他那样的鬼魅身法的确和飞刀绝配啊。如果他用飞刀的话，我只有用枪才能跟他相抗啊。那你就用枪。可是枪支管制那么严，怎么可能弄到枪啊？这你就不用操心了，我会解决的。我记得小时候，咱俩经常来这里。这些年让你留在江家，委屈你了。为你做什么事都值得。只是你确定要对江家动手吗？当年我母亲就因为是个舞女，被虐待致死。我这次回来，就是要让江家血债血偿。江仁杰人头猪脑，过几天老头子的寿宴，我自会让他出局。倒是那个殷无道，不得不防。少爷放心，以后我会尽量避开他的。哦，对了，我让你找的人找到了吗？正在找，已经有眉目了。你到底在哪儿？这次，我一定不会再放开你的手。清雅，回来了。今天江家送了帖子，过几天是江家家主江连成的60大寿，请你过去赴宴。哦，到时候你陪我去吧。对了，当初你爸把你抵债给了我，让你做我3年的契约女友。现在这份契约还有半个月就到期了，我会如约放你自由。是14天，8小时42分钟。殷少好，殷少夫人好。舞蹈带夫人来玩啊！诸位师伯好。殷家少奶奶真是貌美啊！他们乱说，我不是。怎么，你不喜欢？没有，我在说什么啊？我很快就离开他了，怎么了？喜欢被人叫少奶奶了？哟，殷少来了。吴道，我听说你趁火打劫江氏集团，这也太下作了。以后我会罩着江氏与若雪，再敢打他的主意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殷无道，没有你，我江氏集团照样能东山再起。哼，是吗？我看用不了多久，你们就会跪下来求我。就算是死在这，我绝不会在你面前低头。开宴！多谢大家来参加我江连成的寿宴。今天请各位来呢，是希望大家帮忙做个见证。我决定退位让贤，把江家家主之位传给我儿子洛风。啊？什么情况？竟然不是江仁杰，传给了一个私生子。老不死的，把家主之位传给私生子，你老糊涂了吧？老不死的！父亲寿宴休得放肆！哼，草包！洛风，他回来了。贱人这个小贱种，放开我儿子！你才是贱人！江连成怎么会让这么无礼的私生子做继承人？这也太放肆了！不出所料的话，洛风应该是有所依仗。把人带上来。给我跪下吧你！这不是殷家的管家江瑞吗？怎么被绑起来了？今天没白来，有戏看了。当年我母亲被江瑞下毒药所害，只因我母亲发现了他们的私情。至于江仁杰，他是江家主母与管家的孽种。啊！今天大丑闻呢？今天真是开了眼了。你胡说！我就是江家大少。笑话！你自己好好看看这份亲子鉴定吧。怎么会是这样？完了，刚找的靠山倒了。从即日起，收回江仁杰江姓，逐出江家。爸，别这样，我是你养大的呀。江仁杰，你是自己滚出去，还是我扔你出去？啊！谁能救救我？谁能？我可不敢插手江家的事情。吴道，切，晦气！吴道，你可千万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是谁刚才说，就算死在这里，也不会求我的？吴道，我错了。若是今日你能保住我，老陈改造项目归你。江城中心医院也归我。你也太黑了，你没得选。好，精彩，真是精彩啊！姓殷的，我劝你最好置身事外。殷家与江家是世交，我岂能坐视不理啊？你想清楚，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。
那当然，这份鉴定是假的。这可是江大鉴定出的证明啊！你别信口开河。是吗？那我们就现场证伪吧。董院长，这份鉴定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吃瓜吃到自己头上了，真是头疼啊！哼，你想做什么？令郎董飞好像是在我家盛唐集团工作吧？我会好好关照他的。我懂了，这是假的啊！我们江大鉴定从未出具过这个鉴定书。姓殷的，江瑞什么都交代了。哦，江瑞说什么了吗？我可什么都没听见。把你昨天说过的话原原本本再……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我说，我跟陈雪是20年前好上好。雪姨乃是颍川陈氏嫡女，身份尊贵，岂会自降身份与你苟合？你世代在江家为仆，怎敢污蔑主母，陷害少东家？皮肉之痛不过须臾之间，而忠义之名长留世间，此乃大丈夫所为也。我误了，是洛风逼我陷害主母与少东家。我与主母从未越雷池半步，我对江家忠心耿耿，我愿以死证清白。此人3言2语就化解了我苦心布置的杀局，果然不同凡响。师伯，后续怎么处理就是你们江家的事了。算你狠！来人，把洛风乱棍打出江家。是。谁敢？这次回来我只为一件事：报仇雪恨。妈，太残暴了，可惜了。妈，你不要死啊！吓死了吗？真是不堪一击。说什么报仇雪恨，还不是惦记着江家的资产？虚伪，废话真多。我不准你杀他。雅儿，是你？老大，红盾特警的陆曼来了。殷无道，我会再来找你。我看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！混蛋，我要砍死你！早跑远了。我真孤儿了。别哭了，我会派人来帮你。你抓紧接手江家吧。无道，还是你对我最好。你个死玻璃，莫为老子！我们是从小穿开裆裤的友谊，自然不会见死不救。还是你够兄弟。啊，对了，记得把老城改造项目跟中心医院尽早划到我名下，切记切记。江小姐，今天的事情你也看到了，我们此前的约定作废。我觉得你还是从了他吧，在江城，没有人能跟殷无道作对。可是，你这样移花接木、颠倒黑白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颠倒黑白？你以为江连成傻？颍川陈氏势力庞大，江连成不敢真废了江仁杰，我不过给他一个台阶下。不可能，江连成绝不可能不顾江家血脉传承。江瑞祖上是江氏8世祖4子，江仁杰同样流淌着江家的血。你若是江连成，是会选拥有强援的江仁杰，还是选母亲出身勾栏的洛风呢？殷无道，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？简直就是个妖孽！清雅，你先上去吧，我跟林峰说点事儿。嫂子怎么了？是不是被吓到了？一路上都有些失神。别管他了，看看我给你弄来了什么好东西。清雅，你先上去吧，我跟林峰说点事儿。嫂子怎么了？是不是被吓到了？一路上都有些失神。别管他了，看看我给你弄来了什么好东西。沙漠之鹰，你从哪儿搞的？山人自有妙计。这熟悉的触感，简直让人梦回军营啊！可惜没有持枪证啊，我的枪法是没有施展的机会了。持枪证还是2份。我跟我爷爷说，我怕被人欺负，他就给我办了。谁敢欺负你啊？不要！是清雅。嫂子，刚才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没什么事啊，怎么了？我们在楼下听见有动静，可能是我看到蟑螂了吧。我平时比较害怕虫子。没事就好，回头我找人来灭虫。我看不是蟑螂，而是只臭虫。是他来了吧？你曾经的青梅竹马？不是的。那这些海沙怎么解释？这是后窗外沙滩上的海沙，你还有什么要说？不是的，你不要误会。敢来我家中放肆，你们是在找死！
曾彪，曾彪！警告！警告！修罗暴走，建议速你尽快逃生。阴无道，要你偿命！我昨晚已经突破了九龙真气第2重，用护体罡气接入36品飞刀，很能接是吧？那就让你试试我的绝技！36品血莲飞刀之血护！不愧是主角，霸占清雅，杀我兄弟，你罪该万死！不要，不要杀他！为什么？如果没有他，我根本坚持不到现在。苏清雅，你是不是爱上他了？你爱上了这个混蛋，你背叛了我！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，我只是不想他死。背叛？苏清雅，你跟这个私生子的关系不一般呢。我只是把他当哥哥。哥哥？阴无道，夺妻之恨，杀兄之仇，今天你必死无疑！迎风在此，若波，受死吧！林峰，堂堂兵王，为何助纣为虐，有违小人的鹰权？阴无道堂堂君子，何来小人之说？一起去死吧！一枪在手，天下我有。看你怎么接！不愧是兵王林峰，枪法如神。多谢夸奖。老板，怎么处置他？我求你了，不要杀他，放他走吧。给我一个放他的理由。我愿意伺候你一辈子。你想得美！既然你忘不了他，那我就成全你，跟他一起滚！哼，有道，你会后悔的。技多不压身。哼！忽然感觉忘记了什么，我这是怎么了？乐风，你自己走吧。清雅，难道你真的爱上了那个纨绔？他不是纨绔，他在我这辈子最绝望的时候救了我。小女孩，别白费力气了啊！救命啊！把你嫁给我们了！喂，几个大男人欺负个弱女子，不嫌丢脸啊？而你呢？你当时在哪儿？对不起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。清雅，我还会回来的，我会光明正大的把你从他身边抢回去。乐风，我们回不去了。武道，既然你不走，那就跟我来。武道，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不管你让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。他竟然当着我的面把它喝了。怎么有点晕？女人心真是海底针呢，可惜还差3点才能完成任务。睡吧，睡一觉醒来就好了。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走吧。他果然还是个反派啊！江城，我还会回来的，到时候我会拿回所有属于我的一切。传来了，阴无道，怎么是你？你答应清雅放过我的。放心，他永远不会知道是我杀了你。卑鄙！瞄准点啊！用九龙真气来驱动36品飞刀，真是完美契合。眼熟吗？有点眼熟，但想不起来。36品雪莲飞刀之漫天飞舞。你怎么会36品血莲飞刀啊？刚学的。骗鬼呢！不是也太厉害了吧？就这，系统也太敷衍了吧！我记得被萧晨杀死时，曾路过一个美女，
那应该就是系统小姐姐了吧？好像也是时候开发系统的功能了。弟子因无道虔诚敬拜，请系统大人显灵降凡，为无道开蒙。当日承蒙大人相救，大人的盛世容颜令无道魂牵梦绕，还请降尊显灵，满足无道的卑劣心思。啊！本来想等你解锁王爵时再现身，看你这么虔诚，那就破一回例吧。哇，果然正点啊！够素，不愧是大反派，我很满意。系统大人，小人有一事相求，还请将大反派系统的隐藏功能开放，小人不胜感激。你未免想得太美了吧？你只有不断完成任务，才能开启新功能。这就是你的藏身之所吧？你想干什么？这盒子连核辐射都穿不透，你这样的灵体应该更不行吧？你无道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这是特制黑幕，光在其中无法传播，你的灵体应该与光的性质相近吧？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不能穿墙了？3山5岳，剑法横行！别挣扎了，我在地下跟头顶专门为你做了钢水浇筑，还是乖乖就范，开放所有功能吧。卑鄙！你竟敢亵渎伟大的系统，我要让你付出惨痛代价！隐身术吗？这个系统有点东西啊！你这个混蛋，去死吧！果然，只要宿主没有任务失败，系统就无法攻击宿主。真的以为隐身就没事了吗？让你读书你却去放牛，让你见识见识科学的力量。温度达到绝对0度的时候，世界万物都会被冻住，而你超低温就足够让你现身了。咦？混蛋，放手啊！抱歉啊，刚才你隐身我没看清啊。苏改小姐，原来你也只是个系统管理员啊！既然都是打工人，又何必如此为难我呢？说说吧，这个神级大反派系统到底想在我身上得到什么？巨无道，其实你是纣王地心转世，我是苏妲己，特来辅佐你重登人皇之位。说人话。神级大反派系统是所有反派死后的怨气汇集而成的，我的目的就是把你打造成神级大反派，抹杀所有天骄。这梨花带雨的小模样也太勾人了。你想干嘛？我答应你，我现在就帮你解锁隐藏功能。别的都好理解，这个声望值是怎么回事？声望值可以在商城兑换商品，让人崇拜你，让人畏惧你，都可以收集声望值。哦，就是收集粉丝值与恐惧值呗。让我看看商城有什么好东西。不错不错，全都是好东西，尤其这个真人傀儡，简直就是保命神器啊！苏小姐，刚才都有得罪了，以后还希望我们能够亲密无间，精诚合作。混蛋！如果这能让苏小姐心情好点的话，请继续。登徒子，我再也不要理你了。哼，女人。喂。武道哥哥，我把古董摔碎了，他们让我赔，怎么办啊？砸碎了就赔钱呗。等等，你是雨柔，你不要害怕，告诉我你现在在哪，我很快就到。你个小贱人，你手脚废掉了吗？你知道这个明成化斗彩金刚杯值多少钱吗？买得起吗？我没有碰到金刚杯，是你松手才掉的。还敢顶嘴？臭死！住手！你真是好大的狗胆！你是谁？也敢管云溪寨的事情？王八蛋！我锤死你！不急，我会好好的料理他。雨柔，告诉我怎么回事。前段时间有个人到店里典当了一个明成化斗彩金刚杯，李掌柜今天拿出来盘货的时候递给我学习。雨柔啊，你不是想学习成化词吗？来，好好观摩。李掌柜不能单手，小心呐！雨柔啊，你的手也太白嫩了，
用的什么护肤品呢？鸡缸杯就这么碎了。小贱人，是你砸了鸡缸杯，这个锅你不想背也得背。好大的威风啊！你现在有多嚣张，等会儿就有多狼狈。哇！被欺负的那个女孩找来了2个帅哥，场面濒临失控，要打起来了。看来是被现场直播了，也好，正好用来积攒声望。不是有摄像头吗？到底谁摔坏的，一查便知。抱歉，很不巧，摄像头坏了。你过来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不要问我。告诉我真相，这些就都是你的了。小张啊，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别说，别因为一点小钱乱了分寸。再不说，我就给其他人了。老板，为什么不直接动手？这不是你的风格。着什么急？等会儿有你出手的机会。我说，是李冰自己摔碎了碗，然后嫁祸给林雨柔的。这下可怎么办？这可是价值几个亿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啊！有了，嫁祸给那个新来的小妮子。林峰，你不是按耐不住了吗？给我放开了砸！是，你们疯了！你们知道这是谁的生意吗？贱人，快让他住手，否则我整死你！我忍你很久很久了，就是这只手小摸我的羽柔，还打了我的羽柔，对吧？那他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他的羽柔，武道哥哥好霸道，好帅啊！直播竟然能获得这么多声望值！2万在线观看，3万、4万，我的天哪！我这18线小主播火了呀！好像真的不是剧本，那个人的手指真的断掉了，我要不要报警啊？你们完蛋了，这可是白家的产业，得罪了白家，你们通通都要被沉江。沉一个人让我看看呢，我的腿疼死我了，你们会后悔的。是什么人敢来我的云溪斋闹事？不想在江城混了？大小姐，武道哥哥，你快走吧，白董事长势力庞大，我不想连累你。哼，白云溪，你家老爷子还没死呢，你就当董事长了？殷无道，你这个渣男竟然还没死，没天理呀！云姨，我可想死你了。少来，你殷大少这张嘴骗骗小女孩还行，可骗不了我。什么情况？殷大少，难道他是？完了，我完蛋了！原来他们认识，而且关系好像还不一般。说说吧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事情就是如此，视频为证。我的人吃了亏，我需要你给我一个交代。知道了。小张，你可以拿着钱走了。卖主求荣的事情做一次就够了，回老家做点小生意去吧。是，对不起，我千万别说对不起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。李斌，你这身鉴宝技术是世家传承，我本有意培养你做我白家的大掌柜，可是给你机会，你不中用了。大小姐，对不起。你蛮横，竟敢在我云溪斋搞鬼！碗你都拿不住，要这双手干嘛？剁了！不要！武道，这个交代可以吗？雨柔，你满意了吗？满意。发了！怎么忽然增加了这么多声望值？难道系统出 bug 了吗？你对直播涨粉一无所知啊！
声望值忽然不佳了，是直播结束了吗？狗超管又封我直播间，我跟你没完！这鸡缸杯不便宜吧？十几年前这鸡缸杯就拍卖出了2.8亿的天价，按照合同我得10倍赔人家。或许我可以帮你。当真？若你真的帮我这个忙，云溪斋这家铺子便送于你。送？这么大的古董店？我尽力一试。老板，我们刚刚砸了他们的店，跟他们结了梁子，你为什么又要帮他们？云姨至始至终可曾怪过我们砸店？他把李冰的手砍了，给雨柔做交代，给足了我们面子。既如此，我们又岂能得理不饶人呢？面子只要互相给，大家都能兜得住。哦，这就是上流社会的潜规则吗？果然是凭空出现。根据使用说明，只要把破裂的东西对齐，再用药水就能成功复原。吴道，你在搞什么鬼啊？你不会想用胶水粘合吧？你当别人是傻子吗？是有些敷衍哈。可以了。竟然恢复了，与之前完全一模一样，那些缝隙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吴道，你也太神了吧！白老板，我来取我的典当品了。说曹操，曹操到，来了。白老板，你这是得罪什么人了？店里怎么被砸得稀巴烂？谢谢老板关心，出了点误会，已经解决了。不，白老板误会了，我可没有关心你的意思，我只是在关心我典当在贵店的鸡缸杯是否完好，可别也将这些瓷器全碎了。这不是红盾特勤的特工队长吗？他不抓间谍怎么跑来这里了？他怎么在这里？可别给我暴露了身份。还请秦老板放心，我这里所有的古董都碎了，您这件儿也不能碎。什么情况？这确实是我的东西，可为什么会完好无损？这不科学呀！你不是在晚上动过手脚了吗？会不会这是假的？不是假的也变成假的了。不过我得再次提醒你，这是杯，不是碗。哼，跟我玩偷梁换柱，这不是班门弄斧吗？成化瓷经过500年的岁月洗礼，斗彩艳而不浓，内敛雅致，杯壁上云雾遮盖，随处可见小气泡。而这个赝品色泽浓俗，气泡全无，完全就是件现代工艺品。我明明看着吴道亲手修复的，怎么会变成假的呢？这个人的鉴宝技术以真化强，简直太强了。这修复药水用力过猛了，把古董瑕疵都给补漏了。哎呀，白老板，你玩这一出可太不讲究了。按照规矩，你得赔我10倍的价格。但我秦天向来不会为难女人，这样吧，你把这家店盘给我，咱们这事儿就了了。只是要云溪山这么简单，给鹦鹉道也是给秦天也是给，不如顺水推舟，了却了此事。那就……这鸡缸杯确实是假的。既然你们承认造假，那何须多言，立刻把云溪斋给我。我说这鸡缸杯是假的，可没说是我们造假。这是何意？因为造假的是你。别让我说来，小心我告你诽谤。普天之下，名称华斗彩鸡缸杯共有19盏，其中仅有4盏为私人收藏，对也不对？不错，而这4盏中，其中3盏为名家收藏，只有1盏下落不明，而我这盏便是流落在外的那盏。林峰，去我别墅后花园把猫舍里那个喂猫的碗拿来。是。喂猫？你在侮辱我吗？前因后果我都说完了，现在就等那个喂猫的碗来了。这次没有剧烈场面，应该不会再被封号。咦，好像回来了。取来了。这碗是我从我家老爷子那里顺来的，看着不错就喂猫了，大家别嫌埋汰。果然釉面有云雾笼罩，颜色内敛。我来看看。紫金瞳开！竟然是真的！今天我算是栽了。这典当品我就收回了。按照规矩，你这赝品应该销毁。好，行，告辞。混蛋，快有正经事。正事？什么正事？这背后似乎还隐藏着什么玄机啊！一个外神仔，竟敢算计到我白家头上！来人，
给我追，把这个擎天四肢打断，沉江。云姨，切不可鲁莽。这个晴天的底子我虽然不清楚，可他身边那个女的身份特殊，绝不可招惹。连你都觉得棘手的人，必然不简单。今天倒是我鲁莽了。武道，今日的人情我领了，日后需要我帮忙的时候，尽管开口。这是转让合同，你签了吧？您谦虚了，雨柔，我借花献佛，这家古董店就送给你了。太贵重了，不可以。你是古董专业，这叫术业有专攻。难不成你跟我还见外啊？没，我没。武道哥哥，我会好好为你经营古董店的。好感度只加了这么点儿，看来林雨柔并不拜金啊。不过这声望值怎么忽然又猛加了？直播真是收割声望值的好路子。发财了！哇，以后我就是这里的掌柜了吗？我有种做梦的感觉，太不真实了。雨柔，恭喜你啊！不要踩我的瓷器！臭林峰，刚才谁让你下手那么黑的？竟然砸坏这么多古董，里面可是有不少真的。喂，我也是奉命行事。雨柔，冷静点。不要拉我！他打坏了至少上亿的古董，我要打回来。没关系的，你看这个。哇！这3瓶药水给你修复那些真古董，猫盆也留给你打广告，你看怎么样？修复药水，太好了！不过我要强调，它真的不是猫盆，它是明成画斗采集钢杯，完全可以当镇店之宝。晴天放着几10亿的赔偿不要，而单单只要这家店铺，就算被我砸了，他都那么稀罕。要说这店铺里面没什么天漏，鬼都不信，那就让我来看看这里面到底隐藏什么天大的秘密。透视眼开，这就是透视能力吗？找到了！武道哥哥，看，我修复好第一个了。这个叫天球大瓶确实很大。是吗？那个，抱歉哈，打扰一下可以吗？你好，我是主播徐潇潇，我想跟你谈一下合作项目。你没事吧？你想以后拍我的日常？对，是有偿的，打赏我们可以55分，不，64分，你6，我4，那73分，最低82分，91分，这是我最后的底线，总不能让我白干活吧？你觉得我会差这3瓜2枣吗？不少的，刚才2场下来，打赏都几10万了。你可以拍我，打赏也都归你，都归我。但我有条件，跟我签10年长约，随叫随到。这小妮子可是稳定的声望值来源，得套死了。猫听了都摇头，狗听了也摇头，可我为什么觉得还不错呢？殷先生，我愿意签约。林峰，你留下来帮雨柔收拾这里，晚上我再过来。好。武道哥哥，那人家在这里等你吃宵夜哦。白天人多眼杂，晚上再来取宝。哇，好帅的作家呀！上车吧。好扯哎！大妹，老板，我卖艺不卖身的。想多了，我只是帮你系安全带而已。好尴尬呀。系统永远也想不到，曾经独属于英雄的声望值，在这个时代是那么的廉价。我带你去见我的私人顾问团队，他们刚好在江上聚会。姐妹们，老板来了，快来迎接！老板，人家好想你呀。人家这个月只亏了2000万，月底奖金可要给人家翻倍啊！对不起，老板。亏多亏少没关系了，奖金全都翻倍。老板万岁！一看到美女，你们就跟狼见了血似的。哎，累死我，都快喘不过气来。老板，你不能再这样放纵他们下去了。没关系，没有亏哪来的赚啊？败家子，地主家的傻儿子。还有件事，
今天江若雪去公司找你，你不在，她就去你别墅了。江若雪，她终于还是低下她那高傲的头颅了。走，带你去我家看看。不上岸换车吗？我家有私人码头。这就是富人的生活吗？若雪，找我有事吗？殷无道，你赢了，江家家族会议一致通过，答应你的100亿收购方案。抱歉，我改变主意了，我不要了。殷无道，你又想耍什么花样？我江氏集团100亿贱卖，你还想怎样？江若雪，是你中途找了江仁杰合作，坏了我的心情，反省自己的过错吧。你不就想看我认输吗？你赢了。很好，继续。啊，太劲爆了吧！什么？永久封禁？该来的还是要来了吗？我终究摆脱不了被他蹂躏的命运。他竟然放过我了。从今天起，我名下所有的公司与金融都交给你打理，包括老城改造项目与江氏集团。钱银市值的东西交给我。你18岁就出国学习工商管理，要不是江家那些男人防着你，现在的江家早就有1000亿市值了。你是天才女商人，我相信你。这么多年来，他是第一个懂我的人，是第一个明白我处境的人。江家磨灭了我的一切锋芒，各方掣肘之下，我的商业才华半点施展不开。本来我都快忘了我在商界的抱负，我要做第1女总裁。他重新给了我希望，让我帮你打理资产也可以，但你要依我3个条件：第一，解雇你的私人金融顾问团；第二，许我便宜行事，对所有项目有绝对管理权；第三，你个人不能干预我的任何决策。好，不愧是系统认证的商业才女，看看提的这条件多专业呀！他想也不想就答应了。他为什么对我无条件信任，对我这么好？刚才忍住了，果然是对的。如果趁人之危的话，恐怕这辈子也别再想俘获他了。但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啊，对了，我顾问团里那个秘书不能开，其他人你随便。好的。哼，最终还是给我在身边安插奸细，我差点以为你对我无条件信任呢。完蛋了，直播间又被封了。又涨了30多万声望值。什么不错呀？是永久封禁，好不容易博起来的大号，这下彻底被关小黑屋了。你是在斗驴直播吧？我给你们老板打个招呼。你快别吹牛了，人家斗驴大老板也是身家半百亿的人，凭什么听你的？招呼打过了，你等着解封。吹牛大王，超管。小姐，我错了，我立刻就给你解封，你的号直接加入白名单，以后再也没有人会封你的号了。夏小姐，你背后有这么尊大佛，怎么不早说呀？大佛？是啊，老板亲自出面，说这一尊大佛连他都不敢得罪呢。谢谢老板。这是我的名片，上面有我的电话。这里打不到车，你去我车库随便挑一辆吧，以后过来也方便。好的，老板。连大老板都忌惮的人，荀潇潇呀，荀潇潇，你到底招惹了一个什么样的大佬？老板让我选一辆车，不过这是人家客气，我不能真的拿人家的豪车，随便一辆10来万的代步车就好了。拉达、风神、威龙，果然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。这辆保时捷918应该是里面最便宜的吧？你背叛我了吗？你怎么可以随便开别人的车，进别人的家？潇潇，我们今天就来做个了断吧！帖子们，整改完了，不过你们可以先去别的直播间逛逛，我要洗澡了，回聊。
上次敲门的那个死变态，不会真的来了吧？警察叔叔说，再骚扰就抓他，谅他也不敢来。当初是你要分开，分开就分开。小肖，老公来了，你有没有想我？啦啦啦！老婆，你洗完澡了？你怎么进来的？立刻给我出去！出去！我都看到了，你从别墅出来还开着豪车，你上了别人的床，对不对？你不爱我了，你背叛了我！你要干什么？我压根就不认识你！老婆，我要你跟我永远在一起，永远！救命啊！着火了！燃烧吧，背叛者！我要跟你同归于尽！别怕，我会让整栋楼的人为我们陪葬！救命啊！失火了！有变态杀人了！我要出去！老铁们，记得录屏，这可能是我留在世上最后的画面了。对，老板，快接我电话呀！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居然挂了！我觉得我快不行了，老铁们，来世再见了。谁来了？哟，看看我们的主播小姐，真可怜。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正好在看你的直播，刚才在路上，所以才挂了你电话。那个死变态把整栋公寓都点燃了，这下不知道要多少人遭殃。不行，果然背叛了我！你们都去死！潇潇，关闭直播5秒。死吧！只有死了，我们才能永远在一起。你别走，你是我的。终于得救了，那个被火烧死的就是死变态，这次都不知道他要害死多少人呢，真是造孽。这倒是行侠仗义的好机会，或许可以趁机多收割点声望值。潇潇，你现在没有危险了，我也该继续救人了。大火已经起来了，里面非常危险，你不要逞英雄。不，这个世界从来没有英雄，有的只有热血而已。而我刚好热血沸腾。救命啊！着火了！啊！是老板，他把这么多人救出来了，真是功德无量啊！那个大英雄还没出来，可千万别出事呀！那个救你们的大英雄怎么没出来？英雄，他算是吧？他去救别人啊？什么人呢？救了他还这种态度，真是太让人心寒了。就一道火门就把你们拦住了，立刻给我从这里钻出去！谁敢不动我就劈了谁！啊，这也太为难人了吧，会烧伤的。废什么话，赶紧跳！你怎么不跳？我给我跳！救命！疯了，这人疯了！为什么不跳？快跳啊！我怕摔死。这是1楼，能摔死个屁呀！再不跳，我现在就劈死你！什么狗屁英雄，简直就是大反派！火场中丧生的人，大多数都是因为犹豫不决，浪费了最佳逃生时机。既然他们下不了决心，那我就帮他们一把。啊，是老板，老板出来了！林峰，你把荀小姐安置到我别墅里。好的，老板。哦，对了，老板，雨柔在店里等你。好，我现在就过去找她。声望值暂时够用了，现在该去挖宝藏了。店里怎么还有人呢？
店里是有那个美女店员，要不我进去把她泡了吧？吴道哥哥，你来了。啊，他怎么又来了？我们的计划不会被耽搁吧？上面催得很急。你就放心吧，我既然已经答应你了，那这件东西保证跑不掉。我们再等等，切莫操之过急。这有些简陋，也不是什么好吃的，但我一直想请吴道哥哥吃饭。挺好，我正好饿了。古董店里涮锅简直绝了。吴道哥哥，看我这里有什么？是上百年的药酒，从后院仓库淘来的，尝了口超好喝。那个是？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吴道哥哥，你在找什么东西啊？找机关。什么机关？机关枪吗？密道机关。我明明看到这地下有个密室，入口在哪儿啊？吴道哥哥，你长得真帅，真好看。单纯温柔的美少女，竟然酒品这么差！你清醒点。清醒什么呀？听不懂。这么狂野，这小妮子不会是个女流氓吧？吴道哥哥，人家好爱你，好爱你啊！你能正常点吧？我有点不适应了。这两人终于走了，我都快睡着了。什么情况？他们以为店里没人了，这是进来偷东西的。今天，白天的时候我已经观察过了，没有发现机关。你知道怎么取宝？简单，只需我的紫金筒里一看便知。找到了，这机关绕了几个拐弯，藏在了天花板上。今天你好厉害，竟然真的找到了，不错，是前不久被劫走的那批东西。说好的，我只取一样，其他的归你。哟，两位分赃呢？你没走，敢来我的店里偷东西，了不起，但很可惜，你遇到的是我，金童。慢！我做事向来稳健，去死吧！这把匕首不错，但你低估了我。哈！九龙真气，飞龙在天。现在的我，就算没有灵风保护，也能击败强敌。新天骄，2个店的天骄，绝不会这么容易搞定。殷先生，这其中有误会，我可以解释。你们肉食盗窃，还想杀我？你觉得解释有用吗？对不起，我们来拿这批古董是有原因的。这些古董是流落到海外的国宝级文物，在归国途中遭到了劫掠，于是我请来了秦天来寻宝，他是鉴宝传人，能够望见宝器所在。本来我们想通过计策获取，没想到被你破坏了，而且我们怀疑白云溪是始作俑者，所以潜入剑南寻找物证。现在物证找到了，可是店主却变成了你。既然是误会，我愿意配合你们。完了，雨柔，你怎么？雨柔，是你！我的紫金瞳不仅能透视望气，还能发动摄魂术。秦天，他已经放下刀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？我既然已经跟他结了梁子，他又岂会跟我善罢甘休？你卑鄙！这叫稳健。鹦鹉道背后的势力不容小觑，我绝对不能暴露身份。你自裁吧。不要！秦天，我要杀了你！薛夫人匕首涂有剧毒，你想杀死我，只能等下辈子喽。真的很对不起，老子就算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！站住！陆曼，你是要卸磨杀驴吗？秦天，我要逮捕你。你不说我不说，就没人知道是我干的了。可是殷无道和林雨柔死了，他们不该死。哼，陆曼，你看着我的眼睛。
什么？刚才在古董店里，我们没有遇到任何人。现在，你要去抓捕白云溪。对，有了物证，我现在能去抓人了。呵呵，谁能想得到我的紫金瞳可以重写记忆？玉柔，我是绝对不会让你死的。抱歉，您的商城已关闭，无法使用。苏小姐，玉柔快不行了。姓殷的，你也有今天。你囚禁我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今天？我不能求他救我，他绝不会救一个弱者。我唯一能赌的，就是他救林雨柔，必然也会救我。苏小姐，我可以去死，但请一定要救救雨柔。他竟然求我救人，这还是反派吗？可恶！算了。武道哥哥，你醒了。武道哥哥，太好了，你没有事。武道哥哥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想伤害你的。武道哥哥，雨柔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我把你当老板，你却想泡我妹妹。不要在意这些细节，是不是有什么要紧事？刚才白家来人找你，说是陆曼带人把白云溪抓走了。白云溪送我云溪斋，很可能就是想把我拉下水。陆曼不算什么，但他背后是红盾特勤，如果我贸然插手，势必会惊动老爷子。你去告诉白家的人，就说……等等，林雨柔只差2点好感度便可以攻略成功，刚好可以升级子爵。你真的要放弃吗？那又如何？你看一下升级细则。全技能升级？哼，雨柔，我这就去给你报仇。武道哥哥，你别去，那个晴天太可怕了。别怕，晴天差点害死你，这个仇我要是不报，枉为男人。武道哥哥竟然这么在乎我，我好幸福啊！林雨柔攻略任务完成，奖励1天骄点，鉴宝天赋。什么气运天骄、命定主角，全都是狗屁！小爷要让你们通通下地狱！入室抢劫、杀人越货，这就是主角吗？哼！姓秦的，你有句话说的不错，梁子已经结下。陆小姐，你不让我请律师，也不去就近的办案处，你违规了。闭嘴！你涉嫌买凶杀人、贩卖国宝级文物，等着吃香籽吧！完了，一定是家族中的那些人陷害我。我的人脉虽强，但只怕没人敢为了我得罪红盾局。哪来的远光狗？不对，是冲我们来的。好大的阵仗！陆小姐，我没死，你很失望吗？失望？我为什么会失望？怎么，做了亏心事竟然还装无辜？你在说什么啊？我听不懂。陆曼的表现不像是装的，看来晴天对他也下手了。别废话，把人交出来！没想到你竟然能调动他们，我会如实上报的。我好不容易动用一次老爷子的力量，今天非要闹个天翻地覆不可。你要的人在这里。武道，我这辈子能被人如此珍视，算是值了。晴天呢？他不是我们红盾的人，任务完成后已经离开了。哎呀，不会是我自作多情了吧？武道，你难道不是为了我而大动干戈的吗？这娘们是真精啊，抓着话头就想少领我点人情，想得美！陷害云姨，晴天是主谋，我不仅要救云姨，我还要让她付出代价。武道，你实在是太让我感动了。普天之下只有你如此在乎我，我白云溪又岂能忘恩负义？从今往后，白云溪的人脉便是武道的人脉，白云溪的财富便是武道的财富。云姨，你我虽差着辈分，但我们年龄相差并不大。我记得小学的时候，我们上的同一所学校，在学校里我受了欺负，你总是保护我。如今我长大了，轮到我保护你了。武道，我刚才真的感觉自己走到了绝路。
以为我这辈子都完了。麻了，一用力过猛，他好像真的被打动了。殷无道，白家的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，你最好别再趟这趟浑水了。我的事不用你管，告诉晴天，洗干净脖子等我。无道，你保下我已经很感恩了，剩下的事情让我自己去处理吧。按照以往经验推断，她应该是晴天的女主角，怎么对我好感度这么高？难道他们是相爱相杀的男女主？晴天助白云溪崛起，最终收复白家。晴天这厮竟然是退役狂魔，果然还是来了。洞察天赋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你出了这么大的事，那些觊觎家主之位的人岂会放过你？我走吧，我送你回家。在我人生最低谷之时，唯有殷无道不惜动用家族力量，倾力相助。这份人情，我该怎么还？大小姐，族规规定，女眷不能进入议事厅。昨天我还在这里主持会议，今天怎么就不能进了？啊，那我就不清楚了。滚开！白云溪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能回来，你们很失望吧？白云溪，你私贩文物坏了族规，如今我是白家家主，这里已经轮不到你做主了。女子岂能抛头露脸？私贩文物，这可是白家的大忌。老二当家，众人归心。我不与你们这些老古董讲话。我爷爷在哪儿？老爷子昨夜已经被你气死了。我不信。那我大哥呢？他绝不会允许你这样对我。二叔说的没错，爷爷已经被你气死了。哥，你为什么帮他们？我明白了，是你背叛了我。你明白的已经太晚了。你们想扳倒我，没那么容易。我白云溪平日里对你们不薄，你们若是还记得我的恩情，就出手助我一臂之力。白董平日里对我们不错，我们不能看着他受欺负。做人要有义气，我替白董。玉龙少爷，束手就擒吧。就凭你们一群杂毛！轮到你了，殷无道，殷小儿，这里是我白家议事大厅，岂容你撒野？殷无道，我们白殷两家向来井水不犯河水，你现在插手我们家族内务，是想向我白家宣战吗？宣战，不错的提议，那便宣战吧。旁人怕你殷家，我白家可不怕。既然宣战，那便战。玉龙上。好强的内力，他真的只是富家纨绔吗？哼，来尝尝我的36品雪莲飞刀，漫天飞雨。老子的拳头可是不惧刀枪的，区区几把飞刀，能奈我何？这升龙拳不错，我要定了。你偷袭？怎么可能？玉龙竟然被击败了！反派点是什么？又有什么用啊？我们反派真惨，永远比天骄矮一头。无道，他为了我不惜与白家宣战，普天之下还有哪个男子能比得了他？殷无道，你竟敢当众杀害我白家人，你简直目无王法！聒噪！人证物证俱在，拿人吧。你是说杀了护卫，抢劫了那批归国文物，都是白耀宗指使的？不错，文物上面有残留指纹，一查便知。冤枉啊！我没有碰过这些文物，都是白玉龙搞的。不好，说漏嘴了。不对，我压根就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什么打劫文物，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那你亲手杀死自己的父亲白朝恩，此事也不认了？诽谤！我告你诽谤啊！我与父亲父慈子孝，苍天可见。若我有半句虚言，就让父亲把我带走。什么情况？
孽障！你下毒弑父，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样狠心的逆子？竟然被吓破了苦胆。白老爷子，你真是被白耀宗谋害的吗？唉，家门不幸啊！你确实是被冤枉的，我在这里正式向你们道歉。殷无道，对不起。收队。哼，你等着被投诉吧。从今日起，我不再担任白家家主，家主由白云溪接任，所有人不得有异议。是。云溪，你要与殷家永世修好，不得忘记今日的恩情。我知道。你们回头把灵牌相片给老二换上，一切照旧，就当是我这个做爹的给他最后的体面了。是。无道，我爷爷不是死了吗？怎么又活过来了？我殷家有祖传的大还丹，能活死人肉白骨。他竟然为了我有这么贵重的丹药。虽然很心疼声望值，但能得到2个天骄点跟升龙泉，还是值得的。至于声望值，按理说应该井喷了呀。终于结束了吗？哇，270多万声望值，没亏还赚了。无道，我有一宝，你要不要来我房间欣赏欣赏？宝？什么宝？好啊，你随我来。预言爷，这好像是你的闺房，不太合适吧？亏你人前那般威风，我还真知当你是条汉子，原来也不过是个银样蜡枪头。啥？啊！你不该招惹我。今天翡翠公盘从老农场来了批不错的原石，你要不要陪我去看看？如今我有鉴宝天赋与洞察天赋，正好去小试牛刀。好啊，不过我得带些人。哇，今年来了不少好东西。1号标王是今年最大的看点，国内外的翡翠大亨几乎全都是冲着它来的。这便是1号标王。晴天的石头，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老板，我在门口发现了晴天，但他因为没有请柬，被保安拦在门外。多么老套的情节啊！按照套路发展，应该很快就会有人给他 VIP 请柬，让他在门口装一把。那还不如顺水推舟，让他得意忘形。你去，让管理员送他 VIP 请柬，让他进来。是。走，我们去监控室。狗眼看人低，这里面的标王都是我的，凭什么不让我进去？对不起，先生，没有请柬不准入内，这是规定。狗屁规定！全都让开！你们知道这是谁吗？竟然连秦先生也敢挡！秦先生，这是您的请柬。不是说规定吗？怎么不横了？啊！几个看门狗也敢拦我！秦先生，对不起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。好久没有打别人脸了，真是舒坦。先把这里所有上乘的翡翠原石全部找出来，等我5亿卖出标王，再把它们全都买下。铜力消耗太大，我得先记下来。23号是紫罗兰，28号是飘花玻璃珠，41号是木纳料。把晴天所有记下的标识全都拍下来，不管别人出多少钱，我们都要拿下，不计成本。是。薅羊毛开始了。无道，晴天虽然会点鉴宝技术，可他万一看走眼了呢？我相信他，看走眼，他可是拥有紫金铜的大男主啊！就算我看错，他都不会看错。无道，我们白家的珠宝行已经很久拿不出像样的东西了。这次我来公盘，就是希望能够开出足够惊艳的镇店之宝来。如果我要无功而返的话，别说家族的人了，公司那边也无法交代。那简单，你买下它，必出惊世之石。这块标王我不出价，
让给你了。标价5个亿，恐怕成交价要10个亿左右。如果解不出帝王绿的话，可就血本无归了。信我。好，我拍标王。殷无道，你是我的第一个男人，我信你，也是信我的眼光。标王正式开拍，起价5亿、5.2亿、5.3亿、5.8亿。这次的标王竞争激烈，恐怕没有8个亿打不住。是啊，听说4大家族的代表都到场了，自然少不了一番厮杀。4大家族？殷家纨绔殷无道，江家家主江仁杰，白家继承人白云溪与姬家大少姬无极。哼，狗屁4大家族！老子迟早把他们全都踩在脚下。今天这标徽交给我了，不举，不准举了，7个亿。江仁杰，你的小屁吃！老娘看上的东西，谁都抢不走。殷无道竟然没死，薛夫人匕首见血封喉，他怎么活下来的？这今天还敢出现，我现在就去灭了他！急什么？好戏才刚开始，今天我们慢慢玩。啊！7亿5千万，我出8个亿。云姨，我家老爷子下的死命令，对不住了。那恐怕这次要让老爷子失望了。8亿5千万，那就各凭本事吧。我出9个亿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你们狗咬狗，满嘴毛，到时候老子渔翁得利。云溪，喊10个亿。10个亿？啊！来之前公司的专家们都计算过了，这块石头最大的价值也不过是8个亿。我竟然真的听他举了10个亿，我是疯了吗？你们快举啊！还在等什么？无极哥，我看你在朋友圈对我的那个鸡缸杯很感兴趣，不如我平价让给你。好，那就多谢吴道了，我也退出。恭喜白老板以10个亿拍下本场标王，恭喜白老板，贺喜白老板。接下来就是解石了，这才是赌石最关键的环节。正所谓一刀穷，一刀富，一刀穿麻布。如果1刀切断了色带，这块石头的价格就要砍1半；但如果3刀切不出绿，那这块石头基本上也算是废了。选择从哪个位置下刀也是个技术活，我光这个就跟爷爷学了8年多。看来他的洞悉天赋就是这么来的。就从这里下刀，竖着切。是。哎呀，白了，全白了，全白了。1刀没关系，还有机会，接着给我切。只要没出颜色，那就不值钱。除了白色，最害怕出的是齑粉石，那样表示这块石头压根没有玉化完成，出翡翠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。完了，这标王怎么是齑粉石啊？这标王怎么是齑粉石？成渣了！哎呦！完了，殷无道，我真是信了你的邪。切，我就不信没有玉，给我继续切。不能切了，白小姐，如果再切却不出翡翠的话，标王就一文不值了。啊，那我该怎么办？白小姐，我出2个亿，买你剩下的石头。这石头半点没有出翡翠的迹象，看样子我是栽了。现在别无他法，唯有及时止损。好吧。等等，今天你这标王10个亿出手，又2个亿回购，什么都没损失就净赚8个亿，真是打的如意算盘呢。但可惜，你今天遇上了我。说实话，我也觉得现在2个亿卖出去挺好的，最起码能少赔点钱。但咱老板可不是一般人，我还是很期待后续发展的。谁规定卖出的翡翠不能回买了？啊，他卖我买，他情我愿，与你何干？干系大了。白云溪是我的女人，她的东西便是我的东西，我不卖给你，你又能怎样？好奇怪，我怎么有种戴绿帽的羞耻感呀？我出5个亿回购，怎么样？我已经让你们把损失降到最低了。我卖。不卖。疼。殷无道，你是想故意坑我呢？非要我赔光你才开心吗？5个亿算什么？我出10个亿。你出10个亿？你傻了吧？10个亿跟你相比，如萤火至于皓月，微不足道。
看你伤心，痛彻我心。我已经仔细看过了，出翡翠的几率很低，出帝王绿的几率几乎没有。不，一定有。你为什么这么笃定？因为他，秦天愿意花5个亿回购，这就绝不可能是一块废石。就算这里面有翡翠，你又该怎么解释？这就要谢谢你了。我？就从左边这条石纹切下去。哼，他懂个屁，装模作样。等会儿丢人丢到姥姥家，有点意思。吴道最近做的事情，真是让人越来越看不明白了。怎么会跟我看到的一样？这个位置，就算是我的紫金瞳，都是勉强才看清。殷无道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去，竟然真的出绿了！哇，吴道，你发财了呀！这么一大块没有裂缝的帝王绿，100年不遇啊！吴道的运气可真不错。不，这不是帝王绿，这是比帝王绿还要稀有1000倍万倍，世所罕见的绮罗玉。传闻绮罗玉做成的宫灯，夜晚可以映绿整座宫殿。这么完美的绮罗玉，若雕刻成宫灯，必为稀世之宝。边角料也可以做成耳片、蛋面与吊坠，皆是惊世之作。若非要给这个无价之宝安个价格，那100亿也不过是起步而已。我只知道有绿，可也没想到是绮罗玉啊！早知道我打死也不会卖它。可恶，这种活在别人阴影下的感觉是怎么回事啊？吴道，你可不可以把用剩下的废料送给人家嘛？人家一定会好好感激你的。云溪，整块绮罗玉都送给你了。送给我？全部？吴道泡妞这么不计成本吗？殷无道这败家天赋真是越来越强了。不错，我殷无道爱美人不爱江山，只要美人开心，烽火戏诸侯我也愿意。这是在公开宣布殷白两家结盟了吗？好羡慕啊！为什么我的心会这么痛？明明白云溪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我却感觉像是在承受夺妻之恨。哎呀，好扯淡呐！吴道哥哥，你拍中的那些石头全部解出了上等翡翠。啊！渣男，我再也不要理你了。翻车了吗？吴道，不去追你的小女友吗？不要乱说话，她不是我的女朋友。老板，要不要我现在去干掉今天？主角永远不会在半路上被干掉，这次就不用你出手了，我亲自料理他。虽然听不懂，但感觉很厉害的样子。殷无道的变化真大，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什么奇遇。哥哥多虑了，世间大多都是凡夫俗子啊，像你这样大气运加身的人，简直凤毛麟角。雪儿，你说殷无道与白云溪联手，会不会对我们的计划产生影响？没有拿下标王，老爷子会趁机向你发难，这就是目前最大的影响。看来我们要改变一下计划了。别动！啊，没动。秦天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们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。我没别的意思，不过是想借你们的车躲仇家，把我带出江城，我绝不为难。你是在躲殷无道吧？那你可以把刀拿开了。你跟他有仇？没仇，但我讨厌他。二位得罪了，多谢两位的救命之恩，等我卷土重来，必会报此大恩。能，天气热，喝口水吧。谢谢叶小姐。今天，我相信你，你一定会东山再起的。我等你回来报恩啊。虽然我长得很帅，也不至于对我如此殷勤。我得小心一点。要不是被挟持，本少爷才不想为了这个人得罪殷无道。哎呀，多么善良的美女啊！就连读心术看到的都是一片空白，说明她心底纯洁如白纸啊！雪儿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你搞什么鬼啊？这晴天果真如殷无道所料，做事稳健。幸亏我提前用了殷无道给我准备的特制美瞳，
否则今天这关还真不好过啊。你什么时候背着我跟阴无道交易了？他可不是什么好人，你最好离他远点。喂，姬少，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叶雪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啊！阴无道，合作愉快。啊，我答应你的事做到了，你答应我的也必须兑现。叶雪，你到底跟他做了什么交易？快说呀，急死我了！见不得人的交易。啊，这小娘皮有意思。今天我会让你在痛苦煎熬中死去，这样才能消我心头之恨。老板，按照你的要求，1篮子蘑菇都喂给他了。很好，这些色彩鲜艳的蘑菇都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，具有强烈致幻效果。晴天不是喜欢魅惑别人吗？让他也好好尝尝这种感觉。哼，晴天这个卑鄙小人，连我妹妹都害，就该这么死。这是哪里啊？头好疼好晕呐！我是谁呀？怎么这么看着我？你是不爽我吗？还敢学我说话，我弄死你！我我的头裂开了！你们是谁？你们为什么都看着我？你们想干什么啊？你不要过来啊！金头，放过他们！看来晴天已经被解决掉了，没想到他这么经不起折腾，倒是我高看他了。走，看看去。爸爸，我要吃奶奶。啊，这是嗅到了。老板英明。傻了吗？让我看看是真傻还是装傻。爸爸，我要玩枪枪，我要玩枪枪。快还给我！儿子，从那里飞下去会飞得很高哦。我要飞，嘿，好好玩哦，嘿嘿嘿嘿。怎么不飞啊？跳下去你就可以一飞冲天了。这都被你识破了吗？我真是小瞧你了。这要多谢你的紫金瞳，它的读心术很好用。虽然不知道你说的紫金瞳是什么，但你可以去死了。无道小心！啊，没子弹！林峰，你的忠心得到了验证。从今往后，你不再是我阴无道的保镖，而是我的兄弟。当兄弟可以，但工资要照发的。哈哈哈！从这个月开始，你领100倍工资。为什么枪里没有子弹？我在云溪斋吃过你紫金瞳的亏，所以在林峰来之前，我就把他的子弹偷偷卸掉。当日杀我之仇，今日便100倍奉还。给你吃颗糖豆。什么糖这么难闻？你猜啊？无道，我可不好这口，你别太过分啊！感觉好热，感觉突然有使不完的力气，好想发泄，我受不了了。对了，记得把我支付给晴天的10个亿拿回来，给死人可就浪费了。知道了。吴道，你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正忙标王的事情呢。干什么呀？从玉石交易开始，我就料到你忍不住，不枉我蹲守这么久。2大家族继承人车内优惠，这可是今年最大最劲爆的新闻了。把照片删了，给你10万，把照片删了。原来是阴无道的小女友啊，想删照片也可以。阴无道不稀罕你，要不让爷好好疼疼你。拿来吧你！再有下次，我就活埋了你！姑奶奶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昨晚，你就是在他家过的夜吗？
他就那么好吗？吴道的车在家，应该是回来吃午餐了。吴道喜欢宽容大度的女孩，我不能表现出负面情绪来，我要保持优雅。你们在吃饭啊？哦，你回来了，饭凉了，你自己热吧。没事，我吃冷的就行。荀潇潇，你到我的腿上坐着喂我。老板，我卖艺不卖身的，你别整这出。你做人就这么薄情寡义吗？你忘了那场火了吗？来，我喂你吃总行了吧？我吃不下。对了，你今天搬到客房去，把次卧让给潇潇，这样他离我近点，工作上我能亲自盯着。客房就很好了，我不要住次卧。青雅姐，你不要搬。殷无道，你到底想怎样？我对你全心全意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够了！哟，长脾气了，要造反吗？溜了。给我滚去中心医院做你医生去！什么时候知错了再回家？唉，老板，你为什么要故意赶走他呢？你明明不是那样的人。我也不知道，可我就是忍不住生他的气。我知道原因，因为你爱他，所以你在跟他故意赌气。爱？不可能，苏清雅不过是我一个契约女友，我怎么可能对她动真感情呢？唉，虐妻一时爽，追妻火葬场啊，妥妥的霸总人设。啥？清雅，伺候我起床。老板，哇，怎么是你？嫂子已经被你发配到医院半个多月了。清雅，她肯认错了吗？不肯，她已经成了中心医院的院长，还把医院治理得井井有条，甚至还跟一名年轻的医生谈起了恋爱。啊？跟你开玩笑呢，看你那紧张的样，还说不在乎他。不过他跟他师兄走得挺近的，再发展下去可说不准哦。看来我有必要去一趟医院了。哥，你怎么才来啊？给妈做手术的专家已经到了，就等你签字呢。好，我刚才去找吴道了。雨柔，好久不见啊。哼，雨柔，不要这个样子。吴道请来了全国最好的神经外科专家韩正贤来给咱妈治病。你最好离他远点，他可不是什么好人。伯母怎么样了？情况不容乐观啊！这颗瘤子的位置在神经丛中间，稍有不慎就会切断神经，就连我也没有太大的把握。我已经通知了我师兄杨帆，他的针灸超凡入圣，或许可以依靠中医手段治疗。不管中医还是西医，能治好病的就是好医生。哼，什么狗屁中医，治疗全靠热水，病能好都是人体免疫力在作用，所有中医都是骗子。韩医生，我中心医院中西结合，中医的实力不容置疑，想必是韩医生有所误会。哼，如果不是冲着殷少的面，我才懒得来这种半吊子医院。韩医生，3伏天你不喝火象正气水吗？不好，说错话了，殷少不高兴了。殷少说的对，是我草率了。中医的确有不少良方精华，只是固步自封，不肯传承，让真正有实力的中医变得少之又少。非也，中医的传承首选得次技术，所以中医的没落不是固步自封的缘故，而是人心的没落。师兄，你说的真好，人心人术，心在术之前，还是医德更重要。师妹，几年不见，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。哪里，师兄也帅气逼人。哼，管中窥豹，一家之言。正所谓有教无类，方能大浪淘金。他还是那么有见解，完全说中了我的心声。不，我要继续矜持。你是何人，竟敢口出狂言？放肆！此乃殷家大少殷无道。我妈快不行了，你们快想办法呀！虽然我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但看在殷少的面子上，我愿意放手一搏。但你们要先签字才能做手术。
往往这种时候就是神医主角高光亮相的时候，而这个杨凡明显就是神医天骄了。动手术室已经来不及了，就让我给你们开个眼。鬼门13阵。天哪，这竟然是失传多年的鬼门13针！封建迷信，就这么飞几根针，病人就能好？在神医主角如此锋芒毕露的时候嘲讽，简直就是伸脸过去给人打。哎呦，我这是睡了多久啊？哎呀，中午饭悟了没？竟然真的醒过来了！区小病，何足道也。身败名裂吗？这事我熟啊。鹦鹉道，你要带我妈去哪儿啊？虽说醒来了，可不知道脑瘤还在不在。我带她去拍个 CT 确认一下。还是老板考虑的周到。伯母，您在里面慢慢做 CT， 不着急，我等会儿再来找您。辛苦吴道了。小改改，买个真人傀儡，还真是一模一样啊！一会儿不要呼吸，装好死人。不好了，伯母忽然死球了！啊！出去的时候好好的，怎么忽然就不行了？这话你不应该问你师兄吗？他可是主治医生啊！我就说他是骗子吧！师兄，你的鬼门13针不会失手了吧？区失觉假死之症，待我略施小计，顷刻便让他还阳。不应该啊，怎么会死透了呢？你这个庸医，竟然害死我妈！师妹，你要相信我，真的不是我的问题，是他，他是最后接触患者的人，一定是他搞的鬼。住口！我错看了你，也对不起林伯母。发生了这么大的医疗事故，你等着被处分吧。吴道，请你出手相救。吴道哥哥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耍性子了，求求你了。你们起来吧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不过，你可要说话算话呀。就算是小还丹，也不过延寿数载。那大还丹呢？家传大还丹，是我不能让诸位围观。难道还真的有什么大还丹吗？傀儡可以回收了。伯母，不好意思啊，让您久等了。没事没事，我也是刚做好。哎，吴道真是个好孩子呀。哎呀，要是能找到你这样的女婿，我就是死了也高兴了。我们回来了。冰雪真的活过来了！滚吧，以后不准再来中心医院。今日你们对我爱答不理，他日我让你们高攀不起。什么？不好，他会不行了！鬼门13针。是你救了我吗？给我倒杯水。让玄霄交给你的，我们的契约到期了，从今以后要照顾好自己。别。祝你早安、午安、晚安。别走。吴道，我也离不开你，我怕合约到期，最后我就再也没有留下来的理由了。我要你一辈子陪在我身边。哎，有个狗仔拍到了上次你跟白云溪的视频，这怎么说？啊，这是我故意让狗仔拍到的。为什么？我在龙都有个指腹为婚的未婚妻，我希望我的绯闻能让她主动退婚。那这个直接邮寄给她吧。攻略苏清雅任务完成，奖励2天焦点，现代医学天赋。清雅的天焦点怎么多了一点？因为它有隐藏天焦点。什么是隐藏天焦点？隐藏就是连我都不知道，这些天骄都是天道的宠儿，不是人人都能被系统检测出来的。林峰被我降服，洛风与秦天已经凉透了，那么唯一的变数，龙王萧晨。萧晨，有人要见你。萧晨，听说你愿意戴罪立功？不错，我可以帮你们除掉海外的麻烦，条件是放我出去。
我可以答应你，但你不能报复举报人殷无道。殷无道，哼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刚才我收到一封来自江城的邮件，是关于您未婚夫的。殷无道，大小姐，这是对上官家的挑衅，你不如趁此机会跟他退婚。退婚？为什么啊？像这种渣男，你不把他踹了，还留着过年吗？住口！婚姻大事岂能儿戏？我今生注定是殷家的人，夫君为天，我岂能翻天覆地？你下去吧。对了，从明天起，你必须穿古装。3年前那场大病，真的让大小姐脑子坏掉了。殷无道，这一世，你的身体可真棒啊！我已经杀了你9次，只要这一世再杀了你，你便永远魂飞魄散了。别看你现在春风得意，若是那些大能出手，你恐怕连求救的机会都没有。连大还丹都救不了吗？魂魄溃散或者肉身残破严重的，大还丹都救不了，只有掠夺更多的天骄点，你才能拥有与天骄对抗的实力。天道才是大敌。你现在还嫩得很。起床啦，大懒虫！姬老爷子生了重病，请了全城的名医，我也要过去，就不陪你了。姬老爷子重病了？听说生的是怪病。你师兄杨凡也会去吧？你吃醋了？那我也陪你去，说不准还能帮上你的忙呢。别闹，要迟到了。各位，谁要是能解决我家老爷子的怪病，重重有赏。这姬老爷子的所有身体指标都在正常范畴啊，按理说应该没有问题才对呀。我来试试。苏医生出马，肯定是手到擒来啊。姬少，老爷子生的什么病啊？我怎么一点风都没收到？前段时间忽然得了头疼病，痛起来死去活来的。我的头要裂开了！别人发作了！住手！病人是邪风入脑，需以银针导出。姬少，你千万不要相信他的鬼话。昨天他把人活生生治死了，我就在现场。什么冒牌大夫也敢到我姬家撒野？给我把他打出去！不识好歹，我自己会走。你最好不要拔掉老爷子额头的银针，否则金仙难救。青阳，殷无道不是什么好人，你最好离他远点。这个就不劳师兄费心了。哈哈，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？装神弄鬼，什么东西呀？疼死我了！快帮我按住他，立刻注射镇静剂！交给我吧，给老子安分点。哼，拙劣伎俩。古代神医常以银针渡穴暂时控制疼痛，一旦拔掉银针，立即病发。家属看患者痛不欲生，可不就得下跪求救吗？现在怎么办？要把杨帆请回来吗？慢着，杨帆什么时候到的江城？大约有7、8天了。你父亲的病患了多久了？约莫5、6天了。难道正是你们想的那样？此针名为子母追魂针，先以此针伤人，待重者疼痛难忍之际，再以母针镇痛。你们不知道？不知道。不明觉厉。知道就有鬼了，是我胡诌的。无道，到底有没有救我父亲的法子？我当然治不了，但有个人能治。谁？中心医院院长苏清雅。我？清雅，你尽管放手治，我会帮你的。好吧，先用布洛芬止疼吧。接下来可以了，剩下的交给我了。九龙真气治正至阳，可去除邪气。真好了。不过老爷子的病因是什么？这里最近发生过时空乱流，磁场紊乱，导致患者被邪气所侵。时空乱流，磁场紊乱，还有这玩意儿？简单来说，就是有人在这附近重生了。重生？看来又有新活了。清雅，可以拔针了。然后我的头要裂开了。
疼了，喊了这么多天，喊习惯了。姬少，杨凡设局算计姬家，你还准备留着过年吗？哼，区区杨凡也敢在我姬家头上撒野！来人，打断杨凡的双手双脚，扔出江城。是。这，怎么，舍不得了？啊，不是，我没想到师兄变成了这样唯利是图的小人。为这碎银几两，总有人不顾道德，践踏人伦。这等骗子，我要让他身败名裂！站住！不要走！终于忍不住要来求我了。大少爷有令，要废你手脚。不要啊！住手！谁敢动我红叶的恩人？是青龙集团。红叶，你竟敢跟姬家作对？我当是谁？姬家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了？你，他可以做主。姬大少，能否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放过杨凡？不行！找死！我重生了，还是免不掉姬家这场灭门之祸吗？啊！山野飞花，是先天境高手。喂，差不多得了。你是何人？也敢插手我青龙集团的事儿？在下殷无道。不认识。就是他害得我身败名裂。是又如何？你庸医之名已是人尽皆知，现下不过是条丧家之犬。欺人太甚！尝尝我的鬼门13针。既然如此，尝尝暗器排行榜第2名暴雨梨花针，看你怎么接。你觉得我躲不开吗？消失了。你是在找我吗？你怎么？谁也别想动他。小姐姐，看准了砍，1寸长1寸强，1寸短1寸险。登徒子，身后换刀，好刀法，该我了。哼，果然是先天高手，但还欠点火候。是谁欠点火候？刚才我就是用这招制服的杨凡，你怎么就没吃到教训呢？我输了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嗯，有好感度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你疯了吧？是你说的，悉听尊便。混蛋，士可杀不可辱！以后见你一次亲你一次。又开始了。混蛋！杨凡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今天必须带走他，否则我们就鱼死网破。请。竟要靠女人求生，简直就是耻辱。秋风初起便不耐，这便不是红姐姐寻找已久的太阴真体。到底还是被发现了吗？果然，命运无法改变。红姐，她就是你要找的人。没想到你个煞星就在眼前，我差点就错过了。天煞孤星，下辈子投胎输一家。不要！你无道！叶小姐未卜先知，因某人佩服。翡翠公盘那天，叶雪主动提出帮我解决晴天，条件是我要救姬家一次。她如何笃定姬家未来有难？显然有悖常理。除非她，或者姬无极，就是那个打破时间线重生的人。为什么？难道他也给你听过了？不错的提议。我今天必杀他，你让还是不让？放走杨凡，我已经让了一步。我殷无道的脸，你还不配踩？青龙集团听令。有。给我杀！青龙集团都是百战之徒，悍勇无比，我们根本挡不住。你们不会真的要无道一个打100个吧？殷无道，你让开吧，你救了姬家足够了，我叶雪一人死不足惜。你就这么不相信我？你为什么会为了我去跟别人拼命？美人凋零，暴殄天物，而我是惜花之人。太能装了！哥，早看你不爽了。住手！汉流王，恭迎汉流王。朱雀，你在干什么？义父，你来的正好。这个混蛋特别嚣张，实力不俗，还请义父助我一臂之力。义父，放肆！
义父，我做错什么了？你口中要打杀的混蛋是我的外孙。啊，外孙儿？老爷，我想死你了！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！小祖宗！汉流王龙武章，竟然是鹦鹉道外公！哼，你要是知道人家爷爷跟曾祖父是谁的话，还不得吓死你？什么？义父，我错了。你知道规矩？3刀6洞，逐出哥老会，朱雀，领发。老爷，你搞错了，红叶跟我开玩笑呢。你疯了吗？武道，你受伤了，快让老爷看看。一点小伤，不碍事。哼，你当老爷老糊涂了吗？好小子，有殷家男人身上那份血性。我们真的是在开玩笑，刚才我们俩还在亲嘴呢，对不对？算是吧。亲嘴儿？我不信，亲一个我看看。啊，红姐姐，你也不想被3刀6洞吧？系统怎么还不出任务？5点天赋，这女的和叶雪明显都来自龙城叶家，大家族自相残杀的戏码。还是年轻人会玩啊！这件事我就不追究了。谢义父，别气馁啊！你跟叶雪的事儿包在我身上，我保证让你满意。哼，要不是义父，我一定会把你剁了喂狗。辣妹，我喜欢。我们暂时安全了，可你的上一世有见过这种场景吗？闻所未闻。上一世殷无道已经被萧晨诛杀许久，就在未来几日，殷无道的母亲龙小兰在国外视察时遭遇袭击身亡。龙武章在为女儿与外孙报仇时被设计抓住了把柄，为了不连累殷家而饮弹自尽。可萧晨依旧利用龙武章的黑料大做文章，殷家派系或被查或被杀，偌大的殷家在半年内便轰然倒塌。那红叶呢？他在龙武章覆灭之后继承了青龙集团，杨凡在他的帮助下成了江城新贵。所以你猜测是红叶出卖了龙武章？不错，只是我还没有想好要不要告诉殷无道。我们现在已经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你是说我殷家会被萧晨害得家破人亡，而红叶极有可能就是帮凶？是的，而且你母亲未来几天就会出事，你最好提醒她不要出国。你们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是用六爻四柱周易八卦推算出来的。哼，如果两位是诚心合作，就告诉我你们之中谁是重生回来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应该不是叶雪吧？你向来聪明绝顶，如果是你重生，不至于让姬家如此被动。是你吧，姬无极？不错，我是从10年后重生回来的。今年10月，你外公自尽后，青龙集团被红叶接手，之后红叶血洗姬家，叶雪也被他当场搏杀。我与二弟姬凤鸣侥幸逃脱，10年后重返江城。10年间，我早已累垮了身子，病倒之后被杨凡动了手脚，在床上活生生疼了7天才咽了气。再醒来的时候，已经重生了。我知道这么说像是天方夜谭，但那10年就像是噩梦一场，刻骨铭心。哦，奖励缩水这么多？是你的爵位太低，如果你现在是伯爵的话，就可以掠夺到完整的大预言术。看来我要加快速度搞点子了。相比金手指，我更在意它的天骄点。姬无极明明只是个普通天骄，为何系统给出了5点？要么它就是有隐藏剧情，要么它就是有大天子庇护。苏小姐不必多虑，日后自见分晓。如此说来，这杨凡虽然表面看起来像是个愣头青，可实际上心狠手辣，不择手段。你不会是真的相信了吧？信？为什么不信？你猜的没错，这10年内，杨凡以一手鬼门13针拨弄风云，得了个鬼神医的绰号，更是后宫美女如云，令人艳羡。那苏清雅呢？是他的几姨太？在你的葬礼上，苏清雅触关殉情，没有活到杨凡的崛起。什么？吴道，刚才吴妈来电话，问你晚上想吃什么。怎么了？清雅，我一定会好好待你的。有人在呢。明知道旁边有2个单身狗，硬是塞了一嘴狗粮。我不觉得，他只是真情流露而已。雪儿，上辈子我没有保护好你，这辈子我一定。表哥，我们这辈子的危机还没有结束呢。对，先应付过眼前的危机再说。
自从雪儿跟鹦鹉道接触后，对我就不冷不热的。难不成我会以另一种方式失去雪儿？那我还重生个什么劲儿啊？我可以帮你们摆平红叶，但姬家要臣服于我。你姬无极要宣誓效忠。我跟你都是4大家族的继承人，你有什么资格让我俯首称臣？既然你认不清楚现实，那我就帮帮你。哼，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？老大，江家与白家早已臣服于我。如果你姬家不听话，不用红叶动手，姬家就已经灰飞烟灭了。这是大势所趋，3大家族一统之后，你姬家还能独善其身吗？不加入就去死！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？我姬无极愿誓死效忠鹦鹉道，永不背叛。能查看别人的过去吗？你既然已经效忠了我，那你们姬家的事便是我的事了。雪儿，红叶的目标是你，在我身边才能保护你。你去我家吧，有我在，红叶不敢放肆。以你女中诸葛的能力，在我身边谋划，必能如虎添翼。叶雪从小在姬家长大，跟我青梅竹马，怎么可能去你？好，红叶的事情我管了，姬家我罩了，你就做我的预言家可好啊？我有的选吗？来，大预言家，你先把下一期的彩票号码告诉我。这我哪能记得住啊？你不是最爱赛马吗？赛马你总记得吧？快别说了，我穿越回来的第2天就重注买马，结果他们给我买的那匹马下泻药，赛场上直接毙了，太黑了。博彩别想了，那是统计学，不如用预言术投资布局未来的经济重心。看来鹦鹉道没有告诉他们我重生的事情。未来几年，医疗与电子都被大资本占据，只剩下新能源的汽车与电池制造板块。直接说重点，锂矿。没有商业天赋，听都听不懂。具体方案你们跟江若雪定，我只要50%收益，剩下你们随便分。50%？你怎么不去抢啊？我这不就是在抢吗？我话讲完，谁赞成谁反对？我赞成。欺人太甚了。哦，不服气吗？要不直接干掉算了。殷少，我们也赞成。我表哥一时失态，还请见谅。真是个聪明的女人，雪儿，等会儿给你挑选一个离我近的好房间啊！谢谢殷少。兄弟，想开点啊！这都能忍下来，也罢，姬家这趟浑水我趟了便是。表哥，你的城府还是差了许多。只有我离开姬家，姬家的惨剧才不会重新上演。表哥，保重。哎呦！把那个小崽子给我拽过来！弄！放开我！小鬼，当着我的面行刺我老板，你看不起我呀？小鬼，谁让你拿弹弓打人的？你欺负我哥哥，还要抢走学姐姐，我就要打你！小鬼，就算给你机会，你也不中用啊！殷少爷，他只是个孩子。可他是个熊孩子。杀了他！刚才他出现的时候，系统宕机了。我的等级比不上这小鬼。是的，天骄也有等级，系统无法检测与剥夺比你等级高的人的天骄点与技能。我看到他身上的王气了，杀了他！快杀了他！涛哥确实有说过，这小鬼10年后会成为强者。殷少爷，我求求你放过他吧，他还是个孩子呀！学姐姐不要求他。姬无极那个废物能有5点天骄点，和叶雪迟迟不开启攻略，恐怕都跟这小鬼有关系。这个小鬼正面看绝对是个祸患，可背面看，妥妥的大肥羊啊，让我薅一个爵位了。看把你吓的，我能跟一个小孩子计较吗？这点度量我还是有的。看来他并没有传闻的那么坏。我们走吧。为什么不下手？我可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啊。你，去。放心，我自有计较。你再不升级系统，我就要亲自动手除掉他。好，7日之内我必升伯爵。一言为定。离开机甲这么久了，系统恢复没有？恢复了。升级还差多少天骄点？还差5点。
把姬无极干掉刚好。你别再给我增加难度了。且不说会激发姬凤鸣多少王气，光是叶雪的天骄点就别再想要了。他从小与姬无极一起长大，情根深重，现在对我的态度都是装出来的。这个不能杀，那个不能杀，那你准备怎么搞？这5点，它不香吗？7天之内你想拿下红叶，你还不如对江若雪与白云溪下手呢。他俩加起来还有6点呢。6点？你记错了吧？白云溪2点，江若雪只有1点。喏，你自己看。江若雪她老公已经被我送进去了，凭什么会莫名增长？除非小臣出狱了。林峰改道，去姻缘。收到。应该还来得及。少爷好。你肯听我的，去攻略白云溪跟江若雪了吗？不，只能是红叶。为什么呀？我对你不够好吗？你为什么总是要跟我作对？我当然知道你的好，也并不是跟你作对。好好说话，别动手动脚的。好吧，那我就告诉你原因。他在对着空气说话。大白天见鬼了吗？江若雪天生傲骨，绝难驯服，对付她只有2个词：慢热、吊着。至于白云溪，外热内冷，别看她现在有90的好感度，可她对我1是报恩，2是联盟，想加只能随缘了。我这个女人还没你了解女人。不愧是我的宝藏宿主。儿子，你终于想起家中老母了。哼，什么话？妈才不老呢！我妈永远年轻漂亮，永远18岁。哎呀，我儿子说话就是好听啊！别这样，我都这么大了。这一世，我一定守护住妈的笑脸。都是被你惯的，越来越不像样。跟我到书房来。凶什么？你要是敢打骂我儿子，我跟你没完！妈，我怕。别怕，你爸要是敢打你，你就大声喊我，我找你爷爷打你爸。谢谢妈。坐吧，谈谈。您最近又听到什么风言风语了？是要批评还是警告啊？给我坐好。血脉压制，我服。这件事你不解释解释吗？老爸，你也喜欢看八卦呀？严肃点。我们确实有点关系，但他说不让我负责啊。不让你负责，你就不负责了。我以后还怎么见白家长辈？爸，我希望你不要插手我的私生活。我今后身边可能少不了美女，不这样我会死得很惨。你在说什么？没有女人就会死？你怎么能说出这种寡廉鲜耻、道德败坏的话来？你给我滚出去！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，滚！我殷乙到底是造了什么孽，竟生出了这样不成器的儿子？唉，我愧对列祖列宗啊！他没打你吧？没有，但他好像气得够呛。他气他的，不用管他，我儿子没挨打就行。哎，你快告诉妈，你准备挑哪个做老婆呀？清雅这孩子挺好，对我也恭顺，我挺喜欢的。哎，他旁边那个好像是姬家的。哎呦，长得真水灵，你们的孩子肯定好看啊。云溪呢，年纪是大点儿，好在能生养，最关键是会管家。我很中意。哎，这个小姑娘倒是第一次见，蛮乖巧的嘛。哎呦，我到底该选谁做我的儿媳妇呢？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全都要。好啊好啊。不，妈，我开玩笑的。妈，咱们说个正事儿，你明天是不是要去 A 国出差啊？哎，是啊，我儿长大了，开始关心妈妈的工作了。妈，我替你去。这么隆重，老妈的面子真大。哼，自投罗网。哼，就这货色还想跟我们龙王扳手腕？我阎罗就足够制裁你了。
哟，你不是被炸死了吗？我不被炸死，怎么能把你引出来呢？雪儿不愧是女诸葛，果然算无一策。过奖。若雪，这就是你老公的下属，遥控炸弹杀人，他手底下都是杀人犯。是前夫。嫂子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们只是针对阴无道，不会滥杀无辜。刚才车上的翻译跟司机不是无辜的吗？敢做不敢当。我闭嘴！区飞刀也想取我性命？咦，躲开了。没炸死你算你命大，但你还是必死无疑。在国外待傻了吧？没看过燕双鹰吗？反派死于话多，尤其不能摆 pose。我明白了，萧晨的天骄点被平均分布在手下3大干将身上了，而天之骄女的点数与他们的真命天子相匹配。接下来怎么办？要不要让 A 国加强安保？这个嘛，不如问问我们的叶参谋。以暴君在 A 国的权柄，加强安保等于给我们增加敌人。我在这里还有些战友，或者我们可以去他们那边暂避风头。不必，他们折了阎罗，必然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们不如将计就计。这不是萧晨的老巢龙王殿吗？萧晨竟然能让官方把考察团下榻的酒店定在这里，对方竟然以势压人。我们现在深入虎穴，想走也走不成了，依计行事吧。你不是说来 A 国收购锂矿的吗？为什么萧晨的手下会在这里？你是故意让我难堪。锂矿当然要收购，但我们与萧晨的恩怨也要画上句号。可我不想见到他，也不想做你的妻子。哼。女人，看来你还搞不清楚情况。你是我的人，我要你做什么，你就得做什么，不要跟我讨价还价。这次只是小小的惩罚。阴无道，敢动我的女人，你死定了！去，把他们全都带来，我要活剐了阴无道。是。暴君，又见面了。来人呐！别叫了，这里都是我的人，把他们带去见龙王。萧晨，他不是在监狱吗？真是愚蠢，竟然自投罗网。你是什么东西，也配嘲讽我？事到临头，你还敢嚣张？这里差不多了。什么？你的手不是被绑住了吗？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。交给你了。小心！对不住了，要借你一物。等会无论听到什么都不许进来。是。龙王，人带来了，这小子真是不堪一击。若雪，萧晨，阴无道现在是江家的老板，你不能杀他。区区1个100亿而已，只要你开口，我能给你10个100亿。而阴无道，今天必须死。龙王，让我来枪决他。好，去死吧！小心！暴君，你大哥，快跑！财神，他不是暴君。不错，老子是兵王林峰。少跟他废话！你竟然会功夫！追！休想！财神，我一定会为你报仇。龙王大人，龙王殿听令，全力诛杀阴无道。是。他们在龙王的房间，快上去！给我。龙王，那嫂子怎么办？变了心的女人是回不来的。他若阻拦，杀！捅了马蜂窝了，怎么办？穿上这些新型防弹衣，随我杀出去。若雪姐姐，你怎么会跟萧晨结婚呢？3年前，我与萧晨有过一饭之恩。那时江家逼我招婿，他为了报答我，就主动做了上门女婿。可他堂堂龙王，隐藏身份当了3年废柴赘婿，你就没有心动？如果不是为了应付家里人，我宁愿一生不嫁。如果是阴无道要娶你呢？啊，我你真漂亮。你也是。他们冲进来了，快跟我走！干掉他们！老板神勇无敌啊！哼，好帅啊！
在这里，小心！你中枪了？怎么没有伤口？特制战衣，刀枪不入。好厉害！老板比以前更强了，难怪能统治4大家族。终于跑出来了，小爷差点折在里面。没想到我们还能活下来。不行了！哎呀，我跑不动了。那就歇歇吧，他们一时半会儿追不上来。叶雪，你这个煞星，去死吧！小心！你为什么这么傻？我说过，要保护你。殷无道，你又坏我好事！红叶，你可真是执着，竟然追到了 A 国。我一直猜忌利用你，而你却拿命护着我，也让我情何以堪。奸夫淫妇还玩深情，都给我去死！红叶，小心！殷无道只能由我亲手结果，谁也别想抢在我前头。你毁了我的天骄点，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！找死！去死吧！去死！去死！去死！没子弹了，到我了！这都是他咎由自取。老板，他还活着，快找家医院！目前局势不明，我们暂时还不能去医院，这里比较安全。唉，伤太严重了，多半是活不成了。你是不是想讹钱？老子有的是钱，只要你把他救活，我给你10个亿！放开我！放开！老板，你冷静点儿。对，冷静，还有机会。他是真的很怜香惜玉呀。我觉得是重情重义啊。你们都先出去，我有办法救他了。老板，你保重自己。差点忘了，我先用鬼门13针护住他的心脉，再取出子弹，一定能救下他。没想到，你这个纨绔子弟，竟然会手术。别说话，我怕你血管撑不住爆开，这里没有血浆。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迟早也会被叶雪那个天煞孤星给克死。有什么深仇大恨，醒了之后再说吧。将死之人，你都下得去手？你不嫌我现在这样子埋汰吗？不嫌。你中的霰弹枪，几十处铁砂，我不得一一找出来吗？好了，全都取出来了。不好，失血性休克，要尽快补血。我没死吗？谁给我输的血？是他的血。无道，到床上睡吧。不错，果然没白付出。殷无道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做的事，你应该很清楚才对啊。你别过来啊！再过来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不客气？这样吗？不好，道祖落泪，必有妖孽。奇怪，此妖孽不过刚刚发迹，
怎么会有如此冲天邪气啊！不得了，不得了！老道我竟压不住这妖孽的邪气。徒儿，你身怀大机缘，有天道庇佑，如今便是你下山降妖伏魔的时机了。但切记，不可贪恋红尘，不可犯戒，要替天行道，铲除妖孽。师父，徒儿记住了。徒儿，你要切记，美色如狼似虎，瓦解人的意志。别说是碰，就是想都不能想。师父说的对，徒儿一定记。美色是最大的邪念，为师最近正在闭关对抗邪念，需要这种强有力的外部干扰条件，才能锤炼出强大的道心。你还年轻，千万不要轻易尝试。徒儿啊，你命中有魔劫缠身，若能顺利度过，成仙指日可待。这红叶的伤势好了，但他脑子是不是坏了？从我进门到现在，他就一直在笑。什么事那么好笑？不用管他，他以后都不会再对叶雪动手了。现在当务之急是尽快把锂矿收购的事情谈下来。锂矿的事情倒是有个突破口，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决断。是龙王殿的遗产吧？唉，我也没想到，我成了龙王殿几千亿资产的唯一继承人。哇，若雪姐，你直接成华夏女首富了。可是这跟锂矿有什么关系啊？龙王殿持有 A 国锂矿联盟的1半股份，占全球1/3还多。那你还犹豫什么？直接继承龙王殿不就行了吗？我站在你的阵营，昨天还亲眼看着他死，你让我拿什么脸继承？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龙王殿资产不少，可你有命继承，也未必有命花。龙王殿行走于黑白灰，背后势力错综复杂，这样的组织消沉一死，谁能镇得住场子？那些被掌握着许多秘密的大人物会轻易放过你吗？不错，老板说的在理。还好没有接收，不然估计我明天就会横尸街头。那我该怎么办？上缴国家。啊！这是国内最大的3座锂矿，是给你的回报。3座锂矿，非常感谢你为国家做出的贡献，国家不会忘记你的。这是几千亿买了个护身符吗？鹦鹉道，谢谢你为这件事牵线搭桥。你不愧是老领导的孙子呀！以前我对你都有偏见。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说了，以后对我好点就行。好，我们国内见。你为什么不把萧晨的事情告诉他？他的失职差点害死你。急什么？山人自有妙计。陆曼与几个男主都有纠缠，他的身上不可能没有天骄点，而且绝不会少。我就惯着他，让他一直欠着你，最后看他拿什么还。哼，女人。先生，这3座锂矿是属于你的。属于我？不，钱对我来说只是一行数字而已。我不爱钱，我来国外收购锂矿，只是觉得赚鬼佬的钱比较爽而已。我想要的是爽，不是钱。爽？他只是想爽。既然他不爱钱，为什么还要在我身边安插秘密？我看不透他。他就是锂矿联盟的主要股东奥尼，他每周都会来这片沙滩上打野拳。真是弱爆了！还继续跟我打，打赢我上1000万，打平也算你们赢。钱太少了，没兴趣。如果我把赏金加到上亿，你敢来挑战吗？当然，不敢了。看我的保镖可以把你打得满地找牙。1个亿，我要打到你们跪地求饶！我要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功夫。好强的力道！这奥尼号称 A 国人形袋鼠，纯力量上，林峰只怕没办法跟他硬刚。看，少年的飓风拳，没人能撑得住一波飓风拳。那个瘦下的黄猴子要被 KO 了，扛住了！
他打中了奥尼！天哪！幸亏上次吴道给我吃了龙筋虎猛丸。你说好的打平了就拿钱，你不会想赖账吧？先扣屎盆子，就这还好意思摆擂台？我还当是拳王呢！哼，钱我有的是，没打过瘾，我要继续。我要跟你打。我不会打架呀。条件随便你开，现在我只想揍你。如果我能打得过你，你就把锂矿联盟的股权全部都卖给我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就等你这句话了。升龙拳，升龙拳，你好卑鄙！你竟然装柔弱！我不装，你就能打得过我吗？要不是我手下留情，这一拳就能要了你的命。我多谢。我在联盟的股份并不多，真正难搞的是公爵小姐，她可不喜欢打拳。这是一颗疗伤的药丸，你可以试试。天哪，这就是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吗？太神奇了！带我去见公爵小姐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放心吧，我跟公爵小姐的关系很好，肯定能说服她。你确定？奥尼，这些人杀了我最爱的萧晨，我要让他们陪葬。哦，好美。林峰这是动心了。依琳，你不要冲动。我不管，你这个混蛋，我现在就要杀了。紫金瞳开。好耶，感觉脑海中多了什么东西。我是你爸爸，养你这么大你还不听话？爸爸，哎，爸爸，你为什么要杀死萧晨？遇到个为爱痴狂的不孝女。你喜欢的是林峰，你们曾经有最浪漫的邂逅，围着篝火起舞，骑着羊去看日出。哎呦，眼睛好疼，使用过度了。林峰，我的挚爱，我的白羊王子。吴道，你做个人吧。兄弟，委屈你了。委屈倒也谈不上，暂时的。紫金瞳终究是外界因素，依琳的内心能不能真正被你俘获，还是要靠你自己。签好了。林峰，你就留在这享受几天，顺便帮若雪接手锂矿联盟。臭小子，保重啊！你也是。太牛了，你是我见过最强大的催眠师。差点忘了催眠你了。公爵小姐与林峰一见钟情，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什么都没发生。林峰怎么没来？林峰被富婆包养，去过好日子了。没个正形。江城，我回来了。我心里不知道为什么空落落的。明明摆脱红叶的追杀，应该开心才对啊，可不知为何竟有些失落。红姐姐，红姐姐，这儿。吴道，你不要误会，我理解，去吧。杨凡，你不要这样，我怕吴道误会。什么？红叶，走了。人家想吃家乡菜了。我吩咐厨娘去做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现在倒是个好机会。吴道，可不可以不要伤害杨凡的性命？他毕竟救过我。既然你开了口，我当然没问题。不过嘛，你准备怎么谢我？回去再说。杨凡兄弟，天下何处无芳草？给我开10瓶黑桃 K， 我要跟杨兄弟一醉方休。帅哥，多喝点哦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大王，身份证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学英语。别狡辩，跟我们走一趟。这人不是神医杨凡吗？他算什么神医啊？听说他还治死了人。没想到他竟然是这种人。我观兄台印堂发黑，最近莫不是遇上了什么大劫？被抓。
算不算大姐？老子就服了，最近干啥啥不顺。邪气压尽，正气退避，老兄这是被人算计。你这么能算，有没有算到你今天也有此一劫呀？我到青龙会所，只是为了斩妖除魔。天骄点，拿来吧你！不好，有邪魔作祟，何方妖孽？速速退下！你怎么了？掠夺不到天骄点的原因找到了，江帆身边有个道士保住了他的气运。知道了。道兄，今天多谢你出手相救。客气了。还要多谢马副会长保释我们。小道长好啊。无量天尊，听闻师傅道行高深，我最近正遇上了一个麻烦，还请师傅相助。马会长日月角不齐，日缺月盈，早年丧父之相，今日青光泛面，是令尊迁坟还是寻尸？易阳凡兄弟，不会是你？我绝对没有跟道兄提起任何您的事情。天师啊，我父尸骨无踪，托梦与我说要落叶归根，还请天师助我。小事罢了，明日我开坛做法，不消3个时辰，必能找到令尊大人的埋骨之地。多谢天师。我查清楚了，是马福保释他俩的。那个小道士叫李道野，他们明日要去寻找马福父亲的葬身之地。刚才就是个小道士坏了我的行动。能伤到你的人绝非凡人，这应该就是天师主角了。天师主角可不简单，他们能掐会算，还有道法在身。你要不回避回避？不必，我刚刚升到了伯爵，正好跟他过招练练。秘密，走上我家吃饭去。好呀，我最爱吃吴妈做的燕窝糖水了。殷无道，果然是你让秘密监视我，刚才就是在给你汇报我的情况吧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回来了。秘密来啦，最近怎么不常来家里啦？是不是工作忙？谢谢嫂子关心。吴道太相信那个江若雪了，我必须得盯着点。那个女人衰得很，老公都给克死了。就是嘛，还整天自命清高，装得很。这次10大青年评选中，江若雪又得了第1。啊，你就是最近那个顶流的女主播吧？不值一提了，我早听倩雅姐说蜜姐国色天香，果然不假。这是我在 A 国时拍的视频，你放到短视频平台上，说不准还能涨点粉。好的，我等会儿就去发。我想看看你是怎么剪视频的，可以吗？好啊。角度不错呀。这能播吗？这应该都是他按照剧本拍的，属于网剧，当然能播了。啊，你不会以为这些都是他请人拍的吧？要不然呢？拜托，现在可是法治社会。这段不错，配点劲爆的音乐。唉，他要是知道殷无道小时候经历了什么，就不会认为这些是假的了。不过他现在都变得这么厉害了吗？真帅啊！啊，没想到老板有这么多死忠粉。杨凡我吃定了，天师都留不住他，我说的。日有人气，3支波，霹雳雷行，待我来，为我正义全终极，不降邪魔，斗银河。借至亲惊险，便可上天入地，无往不利。急急如律令，跟上去，便能找到你父亲的埋骨之地。想不到这人还真有道术啊！不好了，符纸沉底了。莫急，下水打捞，定在此处。找到了！不愧是天师啊！日后天师但有差遣，马某绝不推辞。好说好说。这次你怕是遇上对手了。快藏好了，他天克你！邪气？为何我感到浓浓的邪气？莫不是有邪魔在附近？他就是殷无道，整天欺男霸女，的确算是江城的邪魔。
哦，除魔未到，乃我辈本职，且让我开天眼一关。正气凛然，龙气浩荡，八部天龙下凡。开什么玩笑？我的天眼不会看错的，阴无道不是邪魔。哦，好险！还好我的九龙真气随着伯爵升级到第3重。这是我爹，我爹马富贵是人，不是桶啊！你们这群饭桶，绝对是！你瞧，爹呀，你死得好惨呐！沉江数10载，这是个大案子。红盾特勤办案，先让人等回避。什么？你们俩帮忙查案？是，我是发现尸体的人，又受到马会长的委托，所以好，我可以批准你参与。阴无道，你也要掺和进来吗？作为一个3好公民，我义不容辞。理由不充分，不批准。你想干嘛？陆曼，我知道这起案件十分棘手，我想帮帮你，让你轻松点。你别这样，你想帮忙也行，不过不能捣乱。好啊，我正好害怕你们会拖累我的节奏呢。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。跟我比，你还不够格。看起来你很缺社会的毒打呀。精气归天，神气归地，此乃子母追魂符，有此符，我便能感应到犯下此血案、沾染了业障的人。道术作弊呀！哈哈，殷少，验尸是我的擅长领域，要不要我来帮帮你？滚开！吓老子一跳！气运之争关乎生死，我若是不够狠，还不如早点去死。溯源。嘿呀，这次我们南下炒股赚翻了！再来一次，我直接能变成首富。兄弟们，合则生，分则死，不如我们接着合伙干，不分家。好啊，我们兄弟一块打拼。行是行，不过这钱可要保管好，谁也不能动。我们一人一把钥匙，谁也不能单独打开。富贵兄弟靠谱，这门呐，大炮都轰不开。钱呢？钱呢？姬虫，是不是你？就你小子返回来过？富贵，门是你定做的，你有没有留备用钥匙？你还我钱，还我的血汗钱！这里面怎么会有我外公？走着瞧吧，拭目以待。你们竟然同时查到姬家，看来你俩很有默契啊！扬帆与狗不得入内。你们姬家未免欺人太甚了。无碍，今天的主角不是他，他愿意来便放他进去吧。好，看在无道的份上，今日便不与你计较。这阴无道到底是什么身份？姬家都要听他的。他是江城最大的纨绔，4大家族几乎都听他的。不愧是8部天龙，不过我也不惧他。马富贵我确实认识，当初我们3兄弟结伴南下，赚得钵满盆满。可惜呀，后来钱没了，人散了，富贵再也没有出现过。马富贵已死，还是被人封在铁桶内，用水泥浇筑，沉在大江里的。什么？富贵呀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已用天眼确认过，姬虫并不是杀人凶手。我要去下一家了。哼，阴无道，你要抓紧了。虽然我相信主角不会判断失误，但我还是要确认一下姬虫的情况。姬爷爷，节哀顺变，我一定会找到凶手的。我的钥匙好像忘记拿了。哎，他们怎么还没走？不行，富贵，以后这种事情绝对不准你提起，就是想都不能想。是，别打我！肯定是你外公杀了马富贵，我之前看到他在打富贵了。你想找凶手，就去问他。不会的，我外公虽然不是大善之人，但绝对不会背刺兄弟，他是最讲义气的。我认识你们红叶总裁，就放我进去吧。滚！你们来得早又如何？
不是连门都进不去吗？我打听过了，这座府邸的主人身份不凡，你这么嚣张，难不成你能进去？别说了。恭迎少爷回家。这多打脸啊！你怎么不阻止我？我阻止了呀。殷无道，这起案件涉及你的亲人，我要求你回避。晚了。你们全部守在外面，一旦确认凶手，立刻冲进去抓人。是。马富贵死了啊！我知道了。你不觉得意外？马富贵非常恋家，他要是没死的话，早就回家了。所以他失踪后，我就料定他是离开人世了。我看是因为你动的手，所以才不觉得意外吧？杨凡，你怎么能这样子说我义父？红叶，你的命都是我救的，你竟然为了这个死老头打我！别不知好歹了，如果没有刚才那巴掌，你的脑袋早就搬家了。你们想干什么？红叶，既然他对你有救命之恩，那我这次便饶了他的性命。谢谢义父。有天师主角相助，无法夺走杨凡的3点天骄点。看来这场比赛我必须要赢。龙老爷子，你腿疾顽固，乃是业障缠身。若真是你杀了马富贵，何不主动交代？否则因果报应，将来您与您的至亲都不会有好下场。小兔崽子，滚！此人竟有青龙之气，身具龙气之人，往往都是一方霸主。这个龙武章，就是当年江南的地下皇帝。难怪，龙老爷子，恕我冒昧，我已有断论。我虽看不穿他的内心，但他业障缠身，才导致腿疾久久不愈。因此我断定，凶手便是龙武章。事情大条了，得请求增援。臭小子，你不会也是来试探你外公的吧？老爷，我只要你一句话，是或者不是。是。让我想想，该怎么应付眼前的局面。有了，既然暴露了，那就只能让所有起疑的人永远闭上嘴巴。哎呦，臭小子，你还想杀人灭口吗？谁教你这些的？谁让你不说实话的？哎，我之所以没有说出来，是有原因的。当天，我后来是又见了马富贵一面。武章，我不想在南下了，南下的风险太大了。我只想让老婆孩子有好日子过。富贵，既然你不想合伙了，那我们就跟姬虫好好说说，直接分家就好了。不行，只有1份钱什么都不够干。武章，我们杀了姬虫，分了他那份钱吧。你疯了？我没疯，凭什么他出力最少拿的却一样多？富贵，以后这种事情绝对不准你提起，就是想都不能想。是，别打我！哎，钱这东西，竟搞得兄弟离心，早知道就不南下了。经过那次风波，我们再去取钱的时候，钱就不见了。再然后，富贵就彻底的失踪了。那你当年为什么不把马富贵想要害姬虫的事情说出来？你有所不知，江湖人把兄弟情看得比命重要。义父这样做是要全他们3人的结拜之情。这真是一场罗生门啊！龙武章先生，我们现在怀疑你涉嫌谋杀马富贵，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好吧。不行，殷无道，你输了，不要输不起啊！我的调查结果还没有公布，更没有验证，谁说我输了？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全江南都知道，江南商会会长马福起家是源于18年前的一笔横财。那么这笔横财从哪儿来的？正是马富贵留给孤儿寡母的。马富贵知道他拿了钱也没命花，但他深知自己兄弟重义气好面子，于是导演一场戏自沉江底。马富贵太了解你们了，只要他死了，哪怕你们怀疑他监守自盗，也一定会照顾他的家小。所以如今江南商会的会长是马福，不是龙武章，也不是姬虫。逻辑缜密，合情合理。
你推断的真好，什么时候破案靠推理了？不是靠证据吗？对，如果没有证据，你的推理就算是再完善，也无法成立。要证据？好啊，把油桶拿来，现场切割。哎，这根绳子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连接盖子啊？马富贵先在桶中加入7分水泥，然后再跳入桶中，随后再拉动绳索，将自己困死在油桶之中。不对呀，他完全可以自己反手把盖子盖好，为什么要用绳子拉动呢？对，这是最大的破绽。死是需要勇气的，他怕自己会忍不住打开盖子，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杀死了自己。糟糕，怎么会是这样？不应该啊！业障缠身，岂能无关？祖师爷，难道我看错了吗？道兄，你初来乍到，不知道人心凶险。好机会，拿来吧你！这江城妖气弥漫，邪气冲天，我身负重任，却是无从下手。我哀哉！拿捏。道兄，我们还是走吧。好吧。老爷，我为了你的腿专门学了针灸，我一定要让你站起来。武道有心了，只是我这腿坏了太多年，我已经不抱希望了。鬼门13针。这啊，好强的针灸能力，好羡慕啊！我要是会的话就好了。兄台，接下来准备去哪儿？我身无一技之长，又看破了这都市中的尔虞我诈，准备归乡种地。我见大家都称呼你为神医，何不悬壶济世，福泽苍生？啊，医术，我哪懂啊？想必是他们调侃罢了。车票我都买好了，今夜就走。你切记我说过的话，提防阴无道。杨兄弟身上的气运为何莫名消失？这江城确实凶险万分呢。我的腿真的有反应了。唉，紫金瞳搭配医学天赋，普天下就没有我治不了的病。李道也说的没错，真的是业障缠身。外公，我会找办法让你站起来的。吴道，谢谢你放过杨凡，但我跟他之间真的没什么。我知道，你欠他的人情已经还清了。杨凡从此已经是废人了。吴道，你真的好厉害，你竟然能推算出马富贵是自杀。真相已经不重要了，你千里迢迢投入我外公麾下，可是有什么想法？我，姬无极说过，红叶在未来极有可能背叛龙武章，这其中必有什么内情是我不了解的。不急，你想好后再告诉我。你准备怎么对付李道爷？不急，不等我出手，他就会找上门的。哦，为何？马福不会相信他爹自杀，而李道爷肯定会帮马福对付我外公。原来是这样。老板，你要的奇人我带来了。你是从哪儿找来的这几朵奇葩？三河人才市场。哎，原来是三河大神啊！若不是被罚重塑金身，我又岂会下山化缘？隔空猎物，有点东西啊！神打！想必你的能力也不小，让我看看。殷少，你可要小心哦。怎么有点晕啊？美人，哇！我去，中招了！不好意思啊，苗姬的幻境劲儿太大了。我不理你了。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，殷少为何对身边人下手？红叶已经答应不伤害你了，你还来我家，是爱上我了吗？想得美，是姬爷爷，他说马福肯定会报复你外公，让我带了个东西过来。
表面上恨对方入骨，实际上这么多年都没有丢下兄弟之情。走，我带你们去吃最地道的江城菜。啊，我也去。你就别跟来了，我不是去度假，会有危险的。不，我就要跟着你。除了红叶，还有人要害我。你说好要保护我的。唉，好吧好吧，麻烦静。我怎么感觉阴风阵阵啊？我也觉得瘆得慌。拦住他！简单。纸人，区区鬼抬轿而已，不过都是些纸人俘虏罢了。这江城果然卧虎藏龙，竟有人识得我天师道的道法。李道爷，胜负已分，你却步步紧逼，不怕有违天道吗？龙武章业障缠身，我除掉他，正是替天行道。那就是没得谈了。不错，干掉他！南极火灵，太上天丁，九天立誓，火龙巡城。有点东西，但不多。没法！旁门左道，也敢与我作对？天师饶命！弟子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可恶，被他撞到了！呀，让我来会会他！乌合之众！应生快跑！我为你拖住他。小天师，是姐姐的飞蛇阵。儿子不配与我动手。臭道士，敢瞧不起我！唉，我认输，你随便杀。你若不拦我，我便只杀你外公，不会殃及，赎罪吧。什么情况？本领不凡，但心智太嫩。我知道了，江城的妖孽不是旁人，就是你。你下手太晚了。我们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后会有期。还追吗？罢了，天命还在，今日不是他的死期，追上去也是徒劳。今日还要多谢你的李代桃僵之计，否则这小天师还真不好对付。是你相信我，我才有所作为啊。你说这小天师到底是正是邪？满口的替天行道，却一直喊打喊杀。这小天师与马服为伍，又岂能不受影响？只怕他没了仁义道德束缚，那就更不好对付了。言之有理，看来我要提前布局了。咦，开直播了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一直都在。这下解释不清了。是我让他来的。既然你要打造英雄人设，那就不能放过每个出彩的机会。好吧，让观众自己题画吧。哎呀，道爷兄弟，你受伤了，快去请李立医生来。哦。我一时不察，竟着了那阴无道的道。兄弟为我受此大难，愚兄实在过意不去。小天师是哪里受伤了呀？让我看看。他们好狠的心，竟把你伤成这样。啊，等等，你给我抹的什么油？当然是顶级止痛药了，药效奇特哦。不，住手！好你个李道爷，我真心对你，你就这样回报我？马兄，你可知她是我的老婆？怎么会这样？淫人妻女，天打雷劈！我竟犯下了如此大戒！哼，那你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四大家族，你们等着吧！我猪狗不如，猪狗不如啊！不好了，老陈改造工地上出事了，大事！到底怎么回事？太邪门了！今天工地上所有钢筋全都直不起来，软趴趴的。这也太邪门了吧！让我试试。啊？怎么不管用啊？圣虚真人，你去试试。五行八卦，乾坤无极。苍天哪，竟然是
五行风土大阵。何为风土大阵？此地本为皇陵才有的大阵，最初用来封绝土气，让盗墓贼无处寻觅皇陵。按照五行之理，土生金，没了土气，金气散失，自然支棱不起来了。是李道也做的吧？然也。那你有什么办法能破得了此阵吗？贫道学艺不精，还请殷先生另请高明。这2000万帮真人修葺道观，事成之后另有重谢。既然殷少如此诚心，那我便豁出去了。我师尊就在江城北山无极观修炼，他一身道法出神入化，破解风土大阵应该不是什么难事。这里是景区，你们想进去必须买门票。我不就下山半年吗？回家凭什么要买票？几个人？5个。你们等着，我去找我师傅，看他怎么收拾你们。师傅，我才出去几天，怎么就阴阳两隔了？徒儿不孝啊！师兄，师父得道飞升羽化登仙，你应该高兴才对。仙女下凡吗？师妹，为什么我们上山还要收费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富贵文旅集团承包了北山，他们说我们没有地气，让我们限期搬离这里。天姑，考虑好了吗？是你自己搬出去，还是兄弟们抬你出去？我们无极观传了数百年，10几代人，你凭什么说收走就收走？管你住了多少年，这是我花钱买的山，你们都得给我滚！欺人太甚！我……别急，看看再说。这破道观不赚钱，还是拆了盖佛堂。无量天尊，贱人，你竟敢打我！罪过，罪过！竟敢打马少，弄死他！去！你们等着，不会放过你们的！多谢公子出手相助，举手之劳，不足挂齿。殷少，这是我师妹顾叶子，她天赋极高，又得我师父亲传衣钵，她肯定能帮你。仙子若广寒公主，冷艳绝色，令在下好生佩服啊！有事儿说事儿。烂成这样子，属实该好好修修了。我们是需要修容道观不假，但我们绝不会为此去做伤天害理之事。请仙子出山，自然不是去做坏事，是吗？又邪又霸，天命枭雄。我师父曾教诲我们，非乱世不能下山插手凡事。公子请回吧。师妹，殷少是好人，我给人家把事情办砸了，人家还付了好几千万呢。仙子请看，这是小天师在工地上布下的风土大阵，导致工地不能开工，这意味着老城数10万百姓一直无家可归。这确实是五行风土大阵。那小天师仗着道法高强，帮马夫做剧害人，他才是真正的助纣为虐。而且这富贵文旅集团其实也是马夫的产业，他到处圈地祸害四方，我请你出山完全是为了除害呀。好，我这就陪你下山一趟。确实是五行风土大阵，但自然之理相生相克，只需寻一名命格霸道的童子，一泡尿便可破解。妙啊，五行相生，若是此子有王霸之气加持，那破阵便如摧枯拉朽。只是这样命格的童子可不好找啊。无妨，这样的童子我刚好认识一个。叶无道，你绑小袁来干什么？就直接绑来啊！这小鬼横着呢，不绑不会来的。
你要耍什么花样？姬老二，别激动啊，我们上去聊。这是人走的楼梯啊！你用橡皮筋做的吧？连条楼梯都不敢走，也配跟我叫嚣？小爷才不怕呢！这个讨厌的家伙竟然救了我！天骄点就是这么简单。你留下他的用意，我终于明白了。这只是个开始，这小鬼的用处多着呢。哇，快乐水，家里人都不让我喝的。喝吧，在这里随便喝，我们边喝边聊。你先喝。小鬼还挺警惕呀。放心，我是不会毒死你的。别以为几瓶可乐就能收买我，我才不会出卖我叶学姐呢。我叶学姐就像仙女，一般的凡夫俗子根本配不上她。所以你喜欢叶雪？你别乱说话，我去上个厕所。哼，我就说叶雪的好感度为什么迟迟不谈，果然是你的主线女主啊。什么情况？我的尿威力这么大吗？就是这个工地，使用劣质钢筋，纯粹的豆腐渣工程，完全是草菅人命。谁说我草菅人命？马会长，你好歹也是有身份的人，用这种下作的手段，不嫌自降身份吗？为了江城百姓，我这是正义直言。只要我这棍子下去，你们殷家就彻底完蛋了！什么情况？马会长，你不说他们工地上的钢筋有问题吗？别拍马会长，别拍了！恶性竞争嘛！大家都看到，他在诽谤我呀！马夫确实过分了，身为会长，简直毫无风度可言。这点小意思，全当给各位洗洗眼，每人一张。殷少才是真正的伤及良心。老城改造项目没有任何问题，是你恶意竞争，污蔑构陷。我们要以笔作刀，狠狠地声讨你这个无良奸商。道友，我观道友已是三花聚顶，如此道行，为何助纣为虐？你可知你所帮的并非人，而是千年不除的妖孽。阿爷，你不是说他们的钢筋保证出问题吗？啊！李道爷，到底谁在助纣为虐？你的虚伪令我作呕！我，多谢仙子相助。不必，我是为了天下苍生才出手。竟然出现了好感度，看来她本来是天师李道爷的女主。怎么样？这次这个任务不错吧？毫不夸张，是目前最难的攻略任务。没想到也有你觉得难搞的美女啊！小改改说笑了，我就搞不定你啊！何妨妖孽！仙子，怎么了？我怀疑你身上跟着不干净的东西。不愧是三花聚顶，不好惹，我先避避。你这坠子是什么来头？能让我看看吗？当然可以了，不过这是我的传家之宝，除了我的未来老婆，别人可是不能随便碰的。登徒子，我们还是说正事吧。李道爷必然不会轻易罢休，还请仙子助我一臂之力。有理，你且转过身去。这是护身符吗？差不多吧。今天的直播就差不多到这里了，拜拜。不好，老板小心！有人要杀我，不过防弹玻璃看不清楚，带我降下来看看。老板，你疯了！快关上啊！我叔让我整死你，可怪不得我。什么情况？这护身符竟然还有反弹效果，孤叶子仙子有些真本事。小天师，救救他吧！我膝下无子，还准备让他给我养老呢。他害人被反杀，这是报应，因果成负，我怎能随便插手？大爷，你就看在人家的面子上救救他嘛！是我欠你们的。上！有鬼！有鬼啊！不好了，鹦鹉道杀回来了！
鹦鹉道这是要正面开战了。待我在这里布下法阵，任他三头六臂，今日也是有来无回。仙子，你也看到了。不错，今日我便斩妖除魔，替天行道。那就全仰仗仙子了。停！这是阳极阵，冲阵必死。师兄，就由你前去试阵。灵火力法，纵司火拳，微光万丈，这阵好生了得！哼！你个笨蛋，用火星咒驱虫阳极阵，没烧死你就算不错了。周流三界，百关通经，收除火毒，却退炎神。仙子果然好手段。不过是普通的水晶咒，不必谬赞。少爷，子弹淬攻击血这法子到底行不行啊？小天师里有二大爷的尸体都能找得到，这还能有假？等会儿给我呼死这帮家伙！是。上面有埋伏，区区几个毛贼而已。大家跟着我。攻击穴破法，糟了！贱人，我早看你不爽了。哼，死吧！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为众人报兴者，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。我怎么能让你出事呢？除魔未到的任务，就交给你了。你无道，你不要死啊！我要你们都给他陪葬！去！什么玩意儿？不好，老大炸了！别装死了，起来了！找到马符了吗？就在楼顶。都说了不让你跟鹦鹉道作对。你知道什么？杀父之仇，我与殷家、龙家不共戴天。你，马会长，久违了。鹦鹉道，你怎么上来的？这就要问李丽小姐了。啊！李丽，你背叛了我！我没有。李丽，你为了他连自己都豁出去了，换来的却是不信任，他真是该死啊！对，该死的男人！李小姐，跟我走吧。好。我承认你有些道行，可正宗的天师雷法，你见识过吗？今天我便要打散你的三花聚体，让你没法害人。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，你长久不了的。死！阿爷，等等！丽丽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要杀了你！六神无主，神魂不匹，这点手段也想对付我？滚！不愧是小天师啊，确实有些门道。鹦鹉道，你没死。我鹰甲有祖传神药，可以起死回生。你快走吧，你打不过他的。鹦鹉道，今日我便要斩妖除魔，还江城一个海晏和亲。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，干着为非作歹的事情，你也敢号称斩妖除魔？我也不想的，怪你！啊，避开了，受死吧！只要你死了，一切就能回到正轨。不好！神灵，神灵，上彻三清，五雷风伯，雷电奉行，星罡布置，雨无灯芯，阳光，阳光，雨无浩荡。是五雷罡咒，快走！
你看我走得了吗？急急如律令！他本可以离开的，可他还是回来救我了。而我死了2次，2次，以我之血，血溅轩辕。列阵在北，玄武听令；列阵在南，朱雀听令；列阵在西，白虎出征。不愧是三花据点的问道者，若不是阵营对立，真想与你主茶论道。做梦4象杀阵缺的青龙，没与我斗。就算是死，我也要拼到你一半道行。青龙归位。啊？什么？鹦鹉道。龙行天下。鹦鹉道，我明明算到你必死，为何还活着？你杀死的只是我的傀儡罢了。不，你不属于天道，你是异端。知道的太晚了。你这么会算，有没有算到你今天有血光之灾啊？我算过了，没有。算得不准啊。是傀儡，他如果不犯色戒的话，或许真的能跑得掉。但现在，去！师父说的没错，美色如狼似虎，邪气凛然，遮天蔽日。苍天呐，你睁开眼睛看看吧，他要逆天了！他的邪气为何如此凛然？不要！别乱动！啊！鹦鹉道，涉嫌谋杀马夫，不许动！人不是我杀的。那你跟我回去把事情说清楚。人不是他杀的。你有证据吗？能。不好意思，是我误会你了。你已经冤枉我很多次了，希望下次你能收起你的偏见。仙子，日后你就住在这里吧，待我修葺好无极观后再请你回去。好吧。3年内不准修好无极观。按我说的做。今天怎么没见到江若雪？你不知道吗？他妈去世了。啊？他妈妈怎么忽然暴毙了呢？是不是缺德事做多了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最近他家里发生了很多事，你要去关心一下吗？确实应该关心关心。经过江家宗亲们的讨论，最终做出以下决定：免去江若雪董事长一职，由江心儿代替。谢谢大家对我的肯定，我一定会带领江家走向辉煌。大姐，你辛苦了这么多年，可以退下来休息一段时间了。可是玄鸟投资那边，这就不劳烦大姐操心了。江若雪，你克父克父母，你还赖在这不走，是想克死我们所有人吗？锂矿是你的彩礼，归江家很正常。哼，你只是个赔钱货，将来迟早会嫁人的，赶紧签。不准签！我要谁来当玄鸟总裁，还轮不到你们来做决定。殷少，你对江家仁至义尽，今天该结束了。江若雪，你立即给我签字画押！我的手！鬼叫！竟然当着我们的面打家主，简直不把我们江家人放在眼中。你们江家也配对我指手画脚？殷少，锂矿是我们江家的，你没资格插手吧？锂矿什么时候变成你们江家的资产了？锂矿是萧晨给江若雪的彩礼，江若雪从小吃我江家的，用我江家的，她换来的钱自然属于我们江家。当年没有江若雪，你们江家早就破产了，她父母都死了，你们还想要人家手里的锂矿，是绝户啊你们！偏偏这个我最讨厌、最痛恨的男人，屡屡救我于水火之中。他把锂矿的所有权让给了我的婶婶，我婶婶留有遗言，他已经把股份分给了江家人。不错，
我们有遗嘱。是遗赠，不是遗嘱，是有公证过，具有法律效力的。还有遗赠？好吧，那我知道真相了，遗赠是假的。殷少爷，凡事都讲究证据。好啊，我只需见死者一面，便知真假。见不到了，已经火化了。啥？殷少，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那我就不留你了。江小姐就这么不欢迎我吗？郑重认识一下，我叫殷无道，我很欣赏江小姐的风采，希望我们能做个朋友。没必要吧，毕竟我们不是一路人呢。我拥有锂矿联盟过半的股份，也就意味着我有定价权。殷少，刚才是我冒昧了。不，江小姐的矜持恰到好处。殷少，孽种，就算是病死，也跟我们江家没关系。真灵，我求求你，救救孩子吧！那个，你给老娘闭嘴！给我乱棍打出去！他是你们江家的骨肉啊！救救他吧！再敢来江家，打断你们的腿！这小娘们儿倒是个美人胚子。不要伤害我女儿！我一定会为你报仇，一定！不要哭啊！他们告诉了妈妈救你的办法，你很快就能好起来了。你想好了吗？只要我女儿的手术费够就行。足够了。混蛋，放手！啊！抱歉。臭纨绔！跟白衣有点相似，都是女性第一主角。若雪，我们该去看看案发现场了。你真的怀疑我妈的死有蹊跷吗？当然。他竟然如此笃定，难道我做的不够干净？对了，你知道江大跟江二在哪儿吗？他们在东兴镇训狗场。难道说我妈的死跟他们有关系？具体的真相还不太了解，我们先去东兴镇再说吧。我从小在江城长大，都没听说过江城还有狩猎场，这儿合法吗？这是我外公的私人狩猎场，后来送给我了。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你很快就知道了。虎子，冷静！哇，好帅气的狗狗！啊，虎子，让姐姐摸摸。好可爱的狗狗！这似乎是我第一次见你笑。我不是不爱笑，只是这段时间遇到的糟心事太多了。走吧，我帮你把这些烦心事解决掉。他们是我的远房亲戚，负责我们江家的宠物生意。恐怕不止宠物吧？果然什么都骗不过你。他们主要做斗狗场，再开设外围，负责江家见不得光的生意。殷少，您可是有很久没有照顾我们的生意了。大狗二狗，原来你们就是江大和江二啊？对呀，哈哈哈哈。江大跟江二在道上颇有威望，被他如此羞辱性称谓，竟然还要笑脸相迎。看来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，那我们就来一场吧。玩多大？1个亿。玩的这么大吗？我要是输了，给你们1个亿；我要是赢了，你们告诉我若雪妈妈怎么死的就好。想好了再回答我。大哥，这可是1个亿呀！行，反正我们也准备摊牌，守着这个秘密没意思。见钱眼开的货色，我早告诉过你们了。锂矿上会有你们的股份，你们简直鼠目寸光。我们兄弟捧你才让你做家主，不捧你，你算个屁呀！凭你也配教训老子？你们想翻天吗？江心儿，是你好狠！大家都看到了，
他的死跟我没有关系。不愧是庶女有毒啊！家主一死，大权独揽，他的复仇大计应该快接近尾声了。你回江家根本不是认亲，而是来复仇的。江心儿，你就是个穷凶极恶之徒！我的好姐姐，既然你全都知道了，那我也懒得跟你废话。江大，关门放狗。OK。喂，江大，你在干什么？我让你放狗养江若雪，他为什么冲着我来啊？别急，等咬碎了你，再咬他不迟。杀了你俩，江家和黎矿不全归我们了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赢了，兑现诺言吧。殷无道，这是我们江家的家事，还轮不到你插手。你确定要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吗？对不起，殷少，我刚才急了。都给我上！之死活！何必呢？你们乖乖兑现诺言，还能少受点罪。江若雪他妈是江浩杀的，那个女人贪财，江浩把我的毒狗针藏在了金手镯里送给她，她戴上后磨破了手，毒药就进去了。对，我妈是有这么一个金手镯，你为什么要害我妈？我妈哪点对不起你了？想害死你妈的人多了去了，你身边就有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你给你妈的锂矿股份，就是你妈的催命符啊！不是这样的。所有一切的幕后主使都是谁？是谁？哼，他为什么会在关键时刻杀了江大江儿？难道他知道真相？若雪，好了，你妈妈跟爷爷都是江浩与江大江二害死的，你妈妈的遗赠也不算数，锂矿股份还是你的。江心儿，我说的话你赞同吗？啊，我赞同。不得不承认，我败了，但我也赢了。我复仇名单上的人彻底清零了。江若雪，当年若不是你送我一个面包，你也会上我的复仇名单。被关了这么久，给你们放放风。我现在带你们回江家办理手续，我不希望再有变故。不会的，我会让所有人把股份都还给若雪。若雪呢？她在忙后续的事情，你放心，股份全部还给她了。既然一切都结束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等等，我还有些事想搞清楚。我妈早年前是舞女，被江振林看上后强行霸占，然后就有了我。我妈赚的钱不仅治好了我的病，还够我出国留学。我在海外进修化学，又拜师学了毒药。江浩为了家主之位需要我，于是我顺理成章地回到了江家。江家太爷、江若雪的母亲都是死于我的毒药，但他们该死。你果然不意外呀，我不明白，你既然知道了真相，为什么还帮我？我并没有觉得你做错了什么。不妙，中招了。殷无道，你帮我复了仇，我会用我最干净的东西感激你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两不相欠。真是个有意思的女人，我想我是不会忘记你的。所有人不准动，双手抱头。燕无道，怎么是你？你们来晚了，江心儿已经跑路了。为什么江城最近的恶性案件都跟你有关？你到底在其中充当什么角色？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到没有？头儿，总部传来消息，万虎昨晚越狱，目标好像是江城。万虎，8年前715大案的主谋，那可是个重刑犯。万虎出来了。收队，殷无道，回头再给你算账。秘密，快接电话呀，快接啊！秘密，你现在在哪儿？立刻回家等我，千万不要乱跑。万虎出来了，他可能会找你报仇。嘿嘿，你的电话来晚了，他已经在我手上了。万虎，无道跑，小飞不要。殷无道，
你整死我大哥与三弟，我要让你血债血偿。万虎，你不对，不能激怒他，要冷静。我可以给你钱，要多少都可以，你也可以提条件，任何条件，但前提是不能伤害他。姓殷的，少给我来这套！受你的照顾，我才连生不如死。我要让你身边的人以最凄惨的方式死去，我要看着你痛不欲生。当初的小丫头，如今也出落得楚楚动人了。万虎，你要还是个男人，就冲着我来！该死！怎么办？我现在连他的人都找不到。我绝对不会让秘密有事的，绝不！小美人儿，当年的仇，我就先从你身上找补点回来。秘密，我来救你了！怎么可能？老子才离开没多少年，江城的人就不记得我大力士万虎的名号了。人呢？我偷袭！杀了他，为虎哥报仇！没想到万家还有死忠，怪我当年没有灭门，以至于有今日之患。说，万虎哪儿去了？老子恨不得杀光你们殷家人！苏改，助我一臂之力吧！改改在此，神识感知。找到了，北山林间小路。你为什么会忽然出现？我之前一直有跟踪你啊。鹦鹉道表面上对我很放心，可始终安插你这个内应在我身边，我就想知道他到底不放心我什么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我什么时候变成他的内应了？你少装模作样了！你经常私底下见他，还住他家向他汇报情况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自以为是，我私底下见他是帮他处理一些见不得光的事。切，你唬鬼呢？疑神疑鬼的，你神经病啊！你才神经病，你才是！两个贱人，还搞起内讧来。这边挺方便，就在这里做了你们。快跑！哎呦，你能不能别那么娇小姐啊？现在可是关乎我们俩的性命啊！你走吧，别管我了。我是不想管你，可谁让你对吴道那么重要呢？小心，走啊！谁都别想逃！我是血莲飞刀，鹦鹉道，你给我出来！否则我直接掐断他的脖子！没想到当年的屠夫竟然变得如此谨慎。把你身上的家伙扔了，衣服也脱掉。我怕你会自惭形秽了。这下可以了吗？不够！我曾发誓要喝你的血，扒你的皮。你太过分了，竟然拿一个女人要挟他！过分！有这个女人，我要她两条胳膊都不为过。好，他竟然真的那么重要？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？鹦鹉道，我哥哥当年保护你，不是为了让你今天糟践自己的身体。我答应过他，绝不会让你受伤，这是我欠下的。我们皇家世代都是殷家的家产，为你们而死，是我们的荣耀。原来是这样。他不是想喝我的血吗？拿给他，就看他有没有这个胆量了。我喝，我不仅要喝你的血，还要扒你的皮。你的血有毒！秘密快过来！哼，不然我为什么给你喝呀？多亏了江心儿的毒理天赋。鹦鹉道，我死也要拉你垫背！哼！你这胳膊还敢硬怼我的重拳？我的手！鹦鹉道，我虽然死了，但你也活不了多久啊！
我在下面等着你。我先送你下地狱。快找到了！怎么又是你？为什么你总是出现在凶案现场？可能我是柯南体质吧。什么？怪物活不成了，对吧？对，而且会死得很痛苦，大约会折腾3天左右，最后全身溃烂而亡。叶无道，你可真够狠的，真该把你抓进去，让江城安稳几天。等你找到证据再说吧。无道，我记得你以前跟他关系还行啊，为什么现在这么被针对？就是，他摆明了针对你。可能是被晴天洗脑了吧。我们去看看小飞吧，大仇得报，也该知会他一声。原来无道从来没有不信任我，反而是我疑神疑鬼。无道，伤的还疼不疼？你昨天帮人家解决家族事务，今天又救了我，人家想好好感谢你。今天就算了，改日吧。啊，无道，上车了。你就别上车了，自己打车吧。啊，既然你喜欢跟踪，那继续跟呢。无道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老铁们，今天的内容刺激吧？老板一拳打倒越狱犯，神不神？先别管是不是剧本了，我的腿都炖麻了。拜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潇潇，你怎么也在这里啊？潇潇，你每次总能以最快的速度出现在无道的身边，你肯定有什么办法，对不对？教教我嘛。江总，这可是商业机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那我就不为难你了。那你在无道家里住了那么久，应该知道无道爱吃什么吧？这我倒是知道点儿，牛舌跟饺子。哎，江总，你能别贴这么近好吗？哥，我跟无道来看你了，大仇已报，你也能瞑目了。小飞，我知道万家只是个棋子，你在天有灵，一定要保佑我干掉8年前的幕后主使。好的。诈尸了！嗨嗨，开个玩笑，别害怕。这玩笑会吓死人的。对不起。A 国的事情怎么样了？顺利吗？一切顺利，已经全部步入正轨了。目前是依林在处理事务，还算稳妥。依林那个恋爱脑，他清醒过后有没有要做掉你？开始确实有跟我闹别扭，甚至还把我软禁在他的庄园里。不过后来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个杀手，我替他打了一刀。她是个挺单纯的女人，之后就对我死心塌地的好。那杀手可不是随便冒出来的。不会吧？是你安排的？1000万雇佣一个杀手为我兄弟送助攻，我觉得很值啊。谢了。跟我还客气个毛啊！我不可能真把我兄弟扔在海外不管啊。你对我这么好，又这么信任我，是因为他吗？是的，起初我确实在你身上看到了他的影子。那他有我厉害吗？死变态乞丐！政府在西江对面的那片滩土地做了商业规划，明天就公开拍卖。因为靠近陵园，预计拿地价格不会很高，你看怎么样？靠山面水，藏风纳气，确实是个不错的地方。你还懂风水？当学的。我明天就去拍卖会玩玩。要不要通知江总那边？他刚才给我发了好多消息啊，说想约你见见。亮着。是。我这才走了没多久，你跟江若雪的地位就完全倒转了，这算是舔狗的胜利吗？开你的车。爸爸是早点回来啊。今天秘密的男朋友要上门，伯母嘱咐让你帮忙长长眼。秘密交男朋友了吗？他可没跟我说啊。应该是刚交往不久，我感觉他是不想夹在我们中间，让我们为难。你想多了，他把我当哥哥，我把他当妹妹。等我回来，更度良宵。啊！讨厌，没个正形。没想到这拍卖会竟然把4大家族都惊动了。这次出了几块不错的地，诱惑力很大。无极，西洼那块地怎么样？性价比不错。我穿回来之前，那里建的别墅区卖得很抢手，听说风水好。有钱大家一起赚呗，咱们就用玄鸟资本来拍。哼，想得美。无道，离矿回本太慢，我也有资金压力。
这次咱们还是联合拿地吧，好吗？好的。啊！我比较中意马服留下的北山，这里离市区不远，前景不错。无极，你怎么看？我记得北山很快就要通地铁了。如果无极的消息属实的话，那么地铁一通，我们翻几倍利润不成问题。要不要玩的这么大呀？北山5000多亩地，玩砸了怎么办？放心，就算玩砸了也不会亏多少。所以我们这次就针对北山与西洼下手。好。下面拍卖的是西洼1号，起拍价2亿。8亿，玄鸟资本要了。四大家族果然霸道。玄鸟举牌，我们就不凑热闹了，这面子必须给。8亿01块钱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每次最少加价100万。那就8亿0100万。无道是段家的3少爷，走了8年，还是回来了。万虎越狱，是不是跟段家有关？8九不离10，他们当年被殷家驱离，始终耿耿于怀。这次回来，自是来者不善。10个亿，10亿0100万，20个亿，20亿0100万。我出。无道不能再举了，西洼只是商业用地，不值20亿的。好，这局我让你，但接下来我也希望你懂规矩。好说好说。北山5000亩不限用地，起拍价200亿，500亿，500亿0100万。这可是我4大家族的生意，你别得寸进尺。每次只加1点，觉得自己很幽默吗？急了，他们急了。既然他要玩，那就赔他800亿。啊，无道，你疯了吗？斗气也不是这样子斗的。太败家了吧！我们会血本无归的。怕什么？我相信无极的判断。我表哥好像跟我讲过，未来北山有重大考古发现，可他没有把这件事跟殷少讲出来。难道他还不甘心？啊，他要不，这块地你不能要。殷无道，恭喜你，恭喜你成为北山的主人。笑得这么假，是有阴谋吗？真是的，都不跟我们商量一下。你1个亿1个亿的增加不行吗？闭嘴！啊！这次的拍卖是我个人行为，盈利亏损我自己承担。无道，北山那块地可能有诈。你觉得你表哥的神色不对？果然什么都瞒不过你。无道，我求求你，给他留条活路。你提出这样的要求，总该有像样的条件来置换吧？为了他谢我，这让我很不爽。下去。他没有生被坑的气，反而生我为表哥付出的气。我根本没有真正的懂他。雪儿，回来吧，我们的危机已经解除了，以后再也用不着殷无道了。殷无道的末日也即将到来，这时候离开他是最明智的选择。你已经宣誓效忠，为什么还要背叛他？你辜负了他的信任，你会为你愚蠢的决定付出惨重的代价。你竟然为了他打我，爱上了他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早该死心的，现在我该还的也都还清了。我竟然打了你，我竟然动手了，雪儿，我……表哥，你好自为之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步？殷无道凭什么赢我？凭什么？根据气象局预测，今天下午我市将遭遇特大暴雨。风雨来得好急啊！今天似乎注定不太平。叶雪，我为何会走到这里？我能有多骄傲，也离不开一起。到家了，今晚上宴客，有羊肉汤可以喝。我已经湿透，不需要伞了。那我就陪你淋。最终陪我淋雨的是你。
我的道心乱了。少爷，秘密带男朋友来了。啊，竟然是他！呸！殷少，多谢你以往对秘密的照顾，以后这项任务就交给我吧。你们认识啊？是啊，我们刚刚才经历了友好的交流。饭熟了，上座吧。段三千，好手段呢。殷少，我今晚上还给你准备了一个大礼，等会儿你就能收到了。哼，我很期待。吴道，别说了，快点开饭吧，我都饿死了。殷少，今天你太冲动了。实际上600亿就足够让我知难而退了。不管是600亿还是800亿，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。倒是段少你，希望那20亿准备怎么赚回来？我有了这张纸，还愁赚不回来吗？土地批文，把商业用地更改成住房用地。那块地能建造400座别墅，一座均价1个亿，抛去各项成本，净赚200多亿。而你的那块地花了800个亿，可很快就分文都不值了。不可能，北山5000亩地，就算是转手卖出去，几百个亿也没问题啊。快了。吴道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北方大约引发山裂，露出一座大墓。初步判断，整片北山都极有可能建造在一座明代的王墓上方。王墓？季无极，你好狠啊！那岂不是800亿打水漂了？这样规模的王墓，自然是要作为文物单位保护起来的。或许你可以向文保部门申请赔偿。不过那样的清水衙门，赔你8000万都够呛。他为什么毫无反应？段三千，8年不见，你竟然长进了这么多，有人在旁边帮你吧？不可能，他绝对不可能看到。别慌，没有异能波动，他不可能看到我。那就好。紫金童，果然，段三千的底气来自于他。不过杀人夺宝的任务难度有点高啊，好在天骄点奖励够多。段少，我先敬你一杯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还好没泼到段少身上，失礼了。你想干什么？你会听我的话吗？会，我会听。那好，我不同意。殷无道，如今是法治社会，你还当皇家是你的家奴吗？秘密，跟我走。为什么不同意？你若要走，我不会拦你，但我坚决不同意。我需要一个理由。因为你是我的人，我把你皇家视作私产，我不允许你离开我的掌控。秘密，我们走，我会带你离开殷家这个火坑。我忍你很久了，敢在这里撒野，你来错地方了。殷家果然藏龙卧虎，这权力不对劲，不像是人力。确实，因为他开挂的。段三千，你自己走吧，我不会跟你走了。秘密，你不用害怕，我不去殷家，可不会把殷无道放在眼中。不要，我生是殷家的人，死是殷家的鬼，是我忘记了自己的身份。好在我们没有铸下大错，就此打住吧。哼，你不是不想跟我走，而是你根本就不想走吧？我保证，你会后悔的。殷无道，你的末日降临了。哼，你到底为什么不同意？就因为他坑了你800亿吗？够了！段先谦是京城段家的人，殷家的世仇，万家的主子，是害你哥哥的幕后黑手啊！无道不让你跟他在一起，是不想看你痛苦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不，秘密谈好感度了，你不看看吗？不看。喝一杯。别烦了，有我在呢。800亿用不了多久就帮你赚回来了。我生气的不是钱，是段三千的挑衅。
如果我不把它做了，以后我殷家还怎么在江城立足？我永远站在你这一边。你不是很讨厌我吗？从前我不懂你，现在我醒悟了。你脸红了。我脸红了吗？感觉好热啊。既然你这么热，那就下去冷静冷静。姓殷的，你混蛋！A 国带回来的巴雷特，就算你是防弹玻璃，也保佑不了你。段3000，你敢动无道，我崩了你！啊！不好，他是有天佑啊！无道，救命啊！急急如律令，引雷！不是吧？怎么朝着我落下来了？你不想活了？引雷符是用来超度的，哪有你这样用的？多谢仙子出手相救。哼！我的道场就在北山，我自小便知道山中有墓。你提前来问我一声，便不会浪费这800亿。不，就算我提前知道山中有墓，也会花这800亿。为什么？我说过，要帮你重修无极观，我买北山，便是为了你。只是如今出了这档事，恐怕要落空了。哼，走吧，我们去北山看看，或许有补救的机会。难不成还能扭转乾坤？今日我用搬山术助你一臂之力。搬山术会不会有些夸张啊？说是搬山术，实则是五行之术改土为水。土属性改变之后，王墓便会沉入地下河之中。随着地下河搬运，王墓很快就会离开北山境界。到时候就算是考古队来了，也绝对找不到半点痕迹。王墓入水必然被毁，你这样做是不是有损功德？我记得你们修道之人讲究业障，这不就是造业吗？你买下北山也全都是为我，我纵是万劫不复，也要还你这个人情。地震了，开始合拢了。仙子，哎，谁叫我怜香惜玉，最见不得女人受伤害。在我看来，天道也非不可抗衡。天哪，避水珠！有避水珠，王墓纵是沉入水中，也绝不会被淹没。你竟为了我，不惜用出这样的天地至宝。啊！谢谢。好感度涨了，值啊！每天的第一缕光便是日月精华，你闭上眼睛，感受道法自然。仙子，你干什么呀？你让我感受自然，我的感受就是想亲近你。你失心疯啊！我是出家人。好了，看日出吧。出家人不能骂人，损功德的。我们修道可不讲究这个，惹急了照样揍你。前面就是山列处了，在那里可以直接看到山中大墓。段先生，你说的大墓在哪儿啊？哪有山列？不会是涮我们的吧？上次我用透视眼还看到他，今天怎么会全没了？见鬼了！别找了，这里什么都没有，一切都只是幻觉。殷无道，我果然还是小觑了你。这逆天之事都让你做成了，不过大墓的图片已经在网上传开了。如今是网络时代，就算你只手遮天，到时候我用图片申请开山考古，你照样完蛋。哼！昨晚上江城北山开出王墓，纯属谣言。啊！几千万粉丝的大博主辟谣已经冲上热搜第1了，你觉得你拿出来的图片还管用吗？算你狠！不过我也没有输，西洼那片地我转手就能赚20倍，而你还是亏。他明明只能卖到200亿，赚10倍，却说自己能赚20倍，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他的神豪系统是双倍结算。我需要知道这个系统的运算规则。突然好冷。你似乎很虚弱，山上风大，多穿点。你能看得见我？先生，
你身边是不是跟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？这张护身符给你。你才不干净呢！留着给鹦鹉道吧，他比较需要。看样子，那个道姑就是他身边的高人。这个女人不能留，必须铲除。那道姑心地善良，你为什么要滥杀无辜呢？她助纣为虐，就是在作恶。我杀她是替天行道。还有，我是神豪戒指的主人，你要对我无条件的服从。可是我的灵体很虚弱，难道你真的只把我当成一件物品吗？帮我搞定鹦鹉道跟他身边那个女人，一口价2个亿。来吧，吃点早餐。你不回去吗？我现在身在这种偏僻的地方，段三千是不会放过这个除掉我的好机会的。从前我以为你是无忧无虑的。不出有力，格杀勿论。想杀殷少，先过我们这关再说。梨花枪、合击术，是江北8大枪。需要我出手吗？不需要，山人自有妙计。你可真是舍得，这药可珍贵的很。以国士之礼待之，才会以国士报之。接着吃了。境界在飞升，神药啊！感觉充满了力量。谁派你们来的？段三千。段家在江北毫无根基，却能指挥你们，你们当我是3岁小孩吗？说，你们是谁的部下？姓殷的，你嚣张跋扈，为祸四方，我杀你是为民除害。无量天尊，搏命机会只有一次，落在你手上算我倒霉，要杀要剐随便你。爷爷要是眨一下眼睛，我说是姬无极让我们来杀你的，别杀我！他既然说了，又何必赶尽杀绝？放了他，便是积了功德。既然仙姑你开了口，这面子我自然是要给的。但是他冒犯了我，总要付出代价，我便废了他这身功夫，省得日后留下祸患。有理。多谢殷少不杀之恩。走吧，去姬家一趟。大战之前，得先把2五仔解决掉。鹦鹉道，你要干什么？姬无极，你勾结段三千，先用王木设局，后派杀手行刺，十里扒外，坏了江城的规矩。是又如何？这里是姬家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鹦鹉道，是你自投罗网，怪不得我。段少早就料到8大枪搞不定你，特意在这里为你布下了天罗地网。没想到吧，鹦鹉道，如果你现在臣服于我，或许我会考虑放你一马。怎么样？给我个痛快话。哇！这就是我的回答。给我干掉他！上！太上应星，应变无停，驱邪赋。你不必出手，且看我表演。你失心疯了吗？手势也想打死人？哈！见鬼了！怎么回事？什么？神乎其神，你可真是个妖孽！从早上蹲到现在，腿都麻了。老板耍得真帅。不好了，白家跟江家人来了。还有我呢！姬无极，你不是说你们面和心不和，联盟很脆弱的吗？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姬无极，你以为你让姬凤鸣暗中联络段三千的事能够瞒天过海吗？可笑至极！鹦鹉道，你赢了，但我不服，你动手吧。刀下留人。吴道，看在我们老伴儿的交情上，饶了无极这次吧。是我给我哥出的主意，你要杀就杀我吧。老爷子请起，我还没谢过您的八卦镜呢。什么八卦镜？那是雪儿的家传之宝。好一个叶雪，果真是冰雪聪明，用八卦镜的人情为姬家之祸买单。今日我便饶了你，但这是最后一次。饶了我？鹦鹉道，你在玩什么阴谋诡计？以你的为人，怎么会放过背叛你的人？我鹦鹉道虽然痛恨你，但我恩怨分明。他竟然放过了哥哥。凤鸣，
以后你哥在玄鸟资本的股份就由你掌管吧。啊？哦，是不是你跟他们一起算计我？我不是，我没有啊。现在轮到你了，你是做困兽之斗呢，还是引颈救鹿啊？哼，当然是要奋力一搏了。丹药有毒，不能一直依赖药物啊！少废话！我来杀他！还有谁？我来。第一次硬扛8点天骄，我都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领。劲力若排山倒海，又如泰山压顶，仿佛心脏都被挤爆了。连无道都不是他的对手。殷无道，你到底靠不靠谱啊？无道小心！受死吧！怎么会？来的真是时候。你可真行，先势敌以弱，再重拳出击，这一波满分。遇强则强，你对力量的理解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，佩服。仙子没有赞了，结束了。等等，我还有个秘密，可以交换我一条命啊！你觉得我会感兴趣吗？包括你父亲的生死。是这样的，你走吧，离开江城。谁能笑到最后？我们拭目以待。多谢。啊！你出卖我！你发什么疯啊！我跟殷无道没有任何关系，我为什么要出卖你？那他为什么要对你说谢谢？或许是他的离间计。你当我傻吗？你干什么？吃里扒外，你休想再重见天日！无道，放心吧，我没有把借无极怎么样。我担心的是你。我没事。你为什么要放过段三千？他找到了自己不死的理由。什么理由？你等会儿，我打个电话。爸，你现在在哪儿？你必须立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，有人准备对你下手，你千万要小心。怎么了？他挂了。他一直都不认可我，不相信我，不相信他自己的儿子。好了，毕竟是你父亲嘛，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对，不管他怎么样对我，我都不能不管他。对了，雪儿，你的计策非常好用，段三千与他背后的高人已经生出了嫌隙。你不嫌弃我的计谋太毒就好。怎么会呢？你将此物放到西洼对面的陵园之中，他会将阴气逼入西洼，那块地便无法动工了。师妹，这有损道行，是否欠妥？我观那段三千阴狠歹毒，实不该为霸主。你尽管去做便是。师妹有理，我们确实该助殷少一臂之力。掉头回去吧。无道虽然不着调，但还不至于信口开河。怎么了？差点撞到人了。下去看看。你没事吧？你快帮我把孩子挪开，我脚崴了。假娃娃，这女的不会有精神问题吧？你才是神经病，你们全家都是神经病。去死吧，敬爱的总督大人。哎呀，不小心撞到人了呢，好像还撞死了呢，真是晦气。叔叔，您没事吧？你是上官家的丫头，伽罗。啊，好漂亮的女人，好有气质。抱歉了，美人儿，你也得死。死的人是你。什么时候？确实不错。殷无道，你比我记忆中更猥琐了。不管你如何诽谤我，我都要多谢你救了我父亲。那我是不是也要感谢你救了我？正好，我们扯平了。这家伙
怎么不像从前那样纠缠我？爸，你还好吗？爸，我给你打电话，你怎么挂了？差点出大事。那个信号不好。伽罗拉伦，你给我好好照顾着，每天晚上必须准时把他送回家，不要让他去你那个豹房，听到没？知道了。伽罗，你不常来江城，这次来就多转转。我还有个会议，就先走了，晚点我们一起吃饭。好的，叔叔。臭小子，你要敢欺负伽罗，小心我家法伺候。江城也没什么好看的，你舟车劳顿，要不我先送你回家休息吧。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江城，当然要到处看看。听说你们这赛马出名。无道9号黑马是我的，但我今天不准备让他赢。接下来他还要出国参赛，跑狠了，我后面的赛事就黄了。你想玩的话，可以重注8号白马。那就给我下10万吧，赢点零花钱。好的。哟，这不是殷少吗？真是冤家路窄呀。哦，不对，是道左相逢。美女，我可以帮你下注，1000万够不够呀？不必了。好美呀！殷无道虽然混蛋，可毕竟是我未婚夫，怎么能引狼入室？这就是无道的未婚妻，不愧是京城第一美。帮我下8号白马。好的。帮我下8号白马，10亿。10亿？既然出来玩，那就玩大点嘛。10万你也好意思拿出来？怎么，买地把钱花光了？给我下9号黑马，100亿。100亿？好帅！皮囊倒是一如既往的好看。无道，我想跟你谈谈。没空。可恶，你别后悔！这天底下也不是只有你一个男人，小心我去找别人。随便。王同学，听说你在阴无道的玄鸟投资做事，就他那个玩法，公司迟早倒闭。我看你还不如早点到我麾下，我保你起飞。哼！唉，阴无道，今天要让你输到吐血。过度自信可不是好事啊！目前8号一起领先，果然不愧是白将军，从来没有让我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弱呀！大黑，我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今日是你报恩的时候了。等等我！9号黑马开始发力了，犹如一道黑色闪电。今天驾驭他的是一名陌生骑士，豪掷百亿。黑马没有辜负他，此刻他们人马合一。驾，给我跑快点！怎么这么快呀？我操盘让大黑跑不动，并不是大黑真的跑不动。我不能输，绝对不能输！我是神豪，这场可不止赢100亿，而是200亿！真是太精彩了！双马并进，到底是哪方夺冠？很快就要揭晓。这样下去不行，看来还得系统帮忙。正逆中心的时候到了，去把阴无道推下马背。这样把他推下去，他会直接摔死的。可不推他，我没法跟3千交代。嘿，什么？过来吧你！怎么回事？担心你自己吧。有鬼！不好！白将军突然受惊了，致命失误，这也意味着8号的冠军梦就此终结了。完了，在美女面前把脸丢光了。黑马夺冠，让我们恭喜9号，让我们感谢这场精彩的演出。老板赢了，求求你放了我可以吗？我什么时候拦着你走了？你混蛋！哈哈哈哈！谢了，这100亿我就收下了。哼，小人得志。这是替你赢的。给我。
我听若雪说，你买地刚砸了800亿，正缺钱，你真舍得给我？嘴真碎，那就再加个条件，退婚吧。啊，退婚？我没听错吧？你我婚约不过是家族联姻，影视剧中豪门千金追求真爱，多数是要逃婚的。自以为是的家伙，我不同意。我们互换更替，是天注定的夫妻，谁会视如儿戏？那好吧。这就不退婚了？好家伙，我刚才被耍了，钱跟人都赔了。你为什么不下手？你跟他是不是有见不得人的交易？你是不是想投入他的麾下啊？不是，我没有。真是暴殄天物啊！你是在为刚才的事责备自己吗？看来还是有心的。阴不到，我不甘心，我要接着跟你比。别上头啊！少废话，我们比眼力。好，我们各取一件容器，再将一件物品放入容器之内，只要对方猜出是什么，那便获胜。奉陪到底。我2000亿，梭哈！就怕你跟不起。他恐怕还不知道我有透视眼吧？正好让你倾家荡产。这是北山那块地，抵用500亿就好，剩下的1500亿，我零花钱刚好够。零花钱1500亿？两位准备好了，那就开始猜吧。怎么回事？怎么看不清啊？千年古董自有一层宝气，区区透视眼岂能随随便便看穿宝器？是这些古董在作祟，我被他摆了一道。阴无道，我不信你能看得穿。你的青铜器中装的是一枚戒指。啊！阴无道，猜中了。透视眼在紫金童面前就是个弟弟。段公子，到你猜了。戴罪立功，去给我看清楚他的青铜器里的东西。要不你向他认输吧，认输输一半，你还有机会。闭嘴！你在教我做事吗？我是在命令你，立刻。是。怎么，想作弊？你看吧。你凑这么近干什么？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呀？快看呐！是水。我知道了，里面是……等等，以阴无道的奸诈，他极有可能会做手脚把水变成冰，是 H2O。还可以这样？不管你里面是水还是冰，统一化学式写法都是 H2O。是吗？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啊！是空的？怎么会是空的？利用九龙真气一瞬间将水蒸发的，我真是个天才。是你跟阴无道勾结起来算计我？不是我，明明就是水的，我没有骗你。这个贱人，我要灭了你！他心理素质这么差吗？崩溃了？他不是有什么大病？段三千，玩不起就别玩，输了拿女人出气算什么本事？这是我的事，不用你管。段三千，我忍你很久了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，你却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。现在你输光了一切，触发了清零机制，系统要失主了。不，还没有清零。我在西洼还有一块地，只要那块地在，你就必须为我提供神豪服务。忘了，本相暴露的有点早。你给我过来！离开了我的戒指，你活不过3天，还敢跟我作对？我既然知道你身陷苦海，又岂能见死不救呢？至于你的希望，我会搞定他，你终将一无所有。你拿什么搞定西洼？板上钉钉的事情，我不信你能把我怎么样。我就要做你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让你在江城不得安宁，睡不安稳。哼，竟然比我还嚣张！我让他翻车，心头气出不来了。喂，什么？
西江绝地，西洼一半成了湖区，而且还被划归为泄洪区。这……哦，你那块地现在连几个亿都不值了。古叶仙子干得漂亮。几个亿就几个亿，我有神豪系统，你只不过是时间问题。恐怕还没有完呢。快接啊，磨磨唧唧。我就不信，我还能倒霉到哪儿去？什么？把到国防电缆了？你们知不知道那是按秒计算的？我有多少钱都不够赔啊！完了，全完了！你的余额正在快速清零，神豪系统的清算机制即将激活，请宿主做好死亡准备。我不接受！我要你赊给我，贷款给我，立刻！这次我绝不会再帮你了。你不准别怪我不义，这可是特制的子弹，一枪就能杀死灵体。特制子弹不就是银质子弹吗？弹头软，杀不了人，天赐良机啊！小心！你无道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很快就知道了。不许动！立刻放下枪！别误会，我只是在试枪。糟了，中计了！把枪口对准我。手怎么不听使唤了呀？住手！原来神豪主角的气运在输光的那刻起就归零了，任务夺的就是这个吧？你愿意以后跟着我吗？我愿意。那就宣誓效忠吧。我愿意奉阴无道为主，永世追随，绝不背叛。若为此事，魂飞魄散。很好，搞定。你没事吧？怎么？你很担心我？我才担心你，你走到哪儿，死亡就出现在哪儿，自己还能撇得干干净净。我觉得你有很大问题。对一个男人好奇，可不是一件好事啊。什么？小心，千万别爱上我哦。你别乱说。走吧，差不多该回家吃饭了。吴道，等等。干什么？吴道，听说你爱吃汤，我专门跟你炖的老鸭炖雪梨汤。还有事吗？那个，我想跟你说，我跟段三千没关系，只是老同学而已。没事就回去吧。啊，这就走了？他是生气了吗？江若雪，你不能气馁，这都是你应该受的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加油，奥利给！伽罗，我的好儿媳，终于把你盼来了。伯母好。爸，有没有调查出谁是袭击你的人？你打听这个干嘛？你给我安安分分的，别整天整事儿。说嘛，以后我也防着点啊。也对，让你有个准备，应该是京城那边的，他们有几个大项目被我否了，对我极为不满。不过这只是初步调查结果，具体还没有确定。你今天虽然示警的有点晚，但还是给你加个鸡腿吧。这老头还会害羞啊？我吃饱了，先上楼去了。跑什么？我爱吃鸡。你喝了他送来的汤，说明你心里还有他。切，我只是喜欢喝这个汤而已。虚伪的男人。说正事儿。我知道京城刺杀你父亲的幕后凶手是谁。说来听听。大约半年前，陈南玄在京城快速崛起，自称南玄仙尊重生，就连我也是被他激活的。半年就统一了京城，并且把手伸向了江城，还敢对总督下手，这人的胆魄可真不小。我就是被他转赠给段三千的。作为江城的急先军，他们说要拿殷家开刀来震慑其他大家族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好办法，是我也这样干。我与那陈南玄相比，孰强孰弱？这，说实话，陈南玄实力强横，战力高达12000，而主人你，根据我的系统测算，只有5000。你怎么看？哦，我与他的测算一致，不过你可以升级了。哦，拜见娘娘。免礼。
这么久，天骄点已经涨了20点，升级。他的战斗力在快速上涨。拜见公爵大人。事不宜迟，我们今日便去京城会会陈南玄。目前系统并没有提示陈南玄是敌人。再说此人锋芒正盛，正是鸿运当头之际，你何不暂时避别？主人这样不好吧？你的战斗力还是有些差距啊。来而不往非礼也。他陈南玄胆敢动我的家人，就是触我逆鳞，我必杀之。更何况他图谋江城，与我终有一战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何不主动出击？你怎么在这里？有好玩的事儿，怎么能不叫上我呢？我可不是去玩的，很危险。夫唱妇随，不管你去哪儿，我都会跟着你的。再说了，我这样的美人，有谁忍心伤害呢？开车。上官家罗生病后性情大变，只怕他早已经不是他了。他如今对我如此上心，只怕另有所图，不得不防。京城商会会长金不欢，京城不夜城老板万世豪，京城乔家掌门乔玉娜到。好大的面子呀！商界大佬、地下皇帝、世家代表，金钱的权势全都集中了。什么场面，竟然请来这么多大佬？好像是陈老板家里的。狗在过生日。别说了，快跪下！大佬出来了。事情办妥了吗？临城顺利，海城顺利，雷神顺利，都愿意归附于您。怎么不见段三千呢？段三千死了，我杀的。你就是殷无道？正是。殷家在我大佬面前毛都不是。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，敢跟我大佬叫板，你找死！我现在不就是在叫板吗？你们能奈我何呀？来者是客，自然要招待。不过你拿了我的东西，是否该物归原主？我拿了你的戒指，你便要不客气？你刺杀我父亲未遂，又该当如何？既然你执意找死，我便成全你。请。大佬不必动手，让我来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。来者不善呐！是你的人先动手，那我也不必顾及江湖规矩，就不跟你单挑了。上！无妨。不要！老板，一定要修好道观。牛逼的老大，醒醒！你醒醒啊！可恨，林峰何在？在。区区枪林弹雨，我的护体罡气便足矣。给爷死！哼，我当你有多大本事呢？不过如此。小心！糟了！不错，人间的强者，你尽力了，甚至逼出了我的假身。但去死吧！很快，你全家会一起团圆的。什么人，竟能破我罡气？敢破我上官伽罗的未婚夫，我……别打了，快走！没死？想跑？哼！猪首恶，去吧！你怎么没死？死的是那个傀儡。啊！不好，他来了！跟我来，躲好！啊！不是吧？你这么强？那是，我可是有本领在身的。这是哪里啊？得赶紧跑路！殷无道，唯有我才有资格杀你。曾经我那么爱你，你却将我剖木刨落，宠幸的狐狸精，以至于国破家亡。我们纠缠了10生10世。无道，今日有危险，快躲开！了结吧。小心！上官伽罗，纳命来！你又是什么人？陈南玄派来的吗？他叫独孤都尉，是龙城的人，来杀我的。实力怎么样？打得过吗？
够呛，天榜第10，估计与陈南玄差不多。那完犊子了呀！哥们儿，站在你面前的人是个千亿富翁，手中拥有美女无数，权势滔天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满足你啊！啊，快回来！他是西侯的死士。哇！挡住了，不妙，这力量是个怪物吧？死球了！休杀我夫君！死！啊！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有种感觉我欠着你，还不清。我明明瞬移都跑开了，还是冲过来为他挡下了这致命一击。可能我上辈子真的欠他吧。想一起死吗？成全。也罢，跟你死在一起，也算终结了。是生是死，我也累了，就这样吧。等等，还能再赌一把？啊！瞬间移动，我看你还能用几次？现在怎么做？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哪里走？能摆脱我的飞剑，确实是小看你们，但你们绝对跑不掉。陈南玄，你的飞剑确实厉害，差点穿了我一个透心凉。哦，为什么不继续跑，反而出来见我？因为我不需要跑了，我的帮手来了。看到没？天榜高手，是我未婚妻的家臣，你死定了。啊！修真者，灵力纯粹，确实有点东西。陈南玄，我回头再来找你。好。如此熟人，这是请帮手了。会会，那就会会。你怎么知道他们会打起来？肯定会打的。独孤都尉冷漠寡言，陈南玄骄傲自大，这两人见面说话不会超过3句。没想到你现在变得这么厉害，心理学大师啊！快，别说了，快带我到安全的地方。少废话，你来背着人跑试试。这下可怎么办啊？你好像失血过多，快死了。别放弃，我还有救。你们俩今天怎么了？怎么不出来？想趁我病要我命吗？啊！我害怕陈南玄，不敢出来。对不起，主人。我是因为特殊原因。别说了，快想办法呀！血都流干了。我可以兑换大还丹。不行，伤他的不是凡物，大还丹救不了的。现在只有一个途径，如今唯有助他强行突破9龙真气第6层，靠第6层的重塑金身来修复身体了。不过什么呀？你倒是快说呀！9龙真气阳气太重，强行突破他这具身体根本受不了，必须口含阴气渡送入腹。谁合适呢？别看我们是灵体。唉，你们俩回避吧，我来为他渡入阴气。等等，我怎么越看你越觉得眼熟？你认错人了，我不过是个孤魂野鬼。哎呀，你快点开始吧，再晚他就没救了。是生是世的夫妻，这是欠了你的，还你今晚救命之恩了。再靠近点，把灯拨亮。要不还是不救了吧。罢了，今天是黄道吉日，不宜杀生，暂且放你一马。等哪天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再跟你算账。原本就打不过陈南玄，现在又多了个独孤都尉，老天是想让我死啊？你知道那些高手的弱点吗？我送钱送权也要请过来当打手啊。天榜高手本身弱点就十分难觅，多是各大势力培养供奉的，与其打他们主意，不如自己突破。如何突破？你的9龙真气内含9龙之力，我可以教你领悟与运用这股力量。徒儿拜见师傅。少来。首先，你要拥有一件主兵器。我有匕首。你需要的是一件长兵器。你想用什么武器呢？我看独孤都尉的戟就挺帅的，要不我用方天画戟吧。尊敬的主人，你是要干爹杀手的方天画戟，还是应梦贤臣的方天画戟，还是本系统自己打造的9龙方天画戟？当然哪个最贵用哪个。抱歉主人，这武器属实有些贵了，但我也没办法，这是系统定的价。说什么呢？
1个亿买神兵，这也太便宜了吧？啊！喂，来人了，我们回去吧。上一次2个人安静吃饭的日子，还是数千年前，我竟有些舍不得上岸。我是疯了吗？吴道，有个坏消息，昨晚皇城娱乐的人把玄鸟总部砸了，他们把江总堵在了办公室。江总他，若雪怎么了？江总，这点钱就上门讨债，是想试我的威风？别过来，踩过来我就跳下去了。别跳啊！啊！江总为了保清白，从3楼跳了下去，摔折了腿，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。这是冲我来的，他们知道我在京城吃瘪，就敢挑衅我了。我不该带走3河大神，要是有苗姬在他身边的话，绝对不会出事的。要不要先去医院？不用，先去皇城娱乐。你要不先回家休息一下？不用了，教你实战，就从这次开始吧。现在不营业，请回吧。现在可以营业了。有人砸场子，快把兄弟们都喊出来！横扫千军，要打出龙魂，才算真正激发出了9龙真气的力量。力劈华山，要有劈的气势，控制角度，将真气打出去。别杀我，我只是个服务生。朱标呢？他从后门跑了。想走，没门！就你叫朱标啊？不，我不是，是彪哥让我换了他的衣服。糟了，中计了！嘿，老子随便一个金蝉脱壳，就甩开他了。吴道，你猜的没错，朱标没有跑路，他往城南去了。朱标进了这里。魏公公，魏公公在江城的辈分比我外公还高，没想到竟也想与我殷家作对。吴道，你先等等，有件事。有事就说，别吞吞吐吐的。那边，这车牌是云姨的，难道他在里面？这件事会不会他也参与了？如果白家插手的话，是不是该从长计议？不必，我相信他。你这好色的性子，就算是转百世千世，也改不掉。吴道，吴道见过魏公公。原来是殷家的小少爷，真是稀客呀。朱标，你是自己了断，还是让我动手？吴道，魏公请我过来做和事佬，朱标愿意出10个亿，在家登门赔礼来了却此事。停！云溪，如果受伤的不是若雪，而是你，你希望我会怎么做？亦或者，你觉得我会怎么做？听你的意思，是不愿意给我这个面子啊？我叫你一声魏公是看在你的辈分，敢动我殷无道的人，你是老寿星上吊活腻歪了吧？给我灭了这个小畜生！好身法！双剑合璧，很高明的合击技。那是黑白双煞，若义父手中的王牌。蠢货得意什么？让你办点小事都办不成！该死，怎么神出鬼没的？不用急，别忘了，你的身法也很鬼魅，用身法配合招式。啊，人呢？搁这儿呢。发生了什么？轮到你们了！给我跪下！你这个蠢货！是你撺掇我对付殷家，是你害死了我的王牌。现在你必须自己解决麻烦。给老子闭嘴！殷无道，放我离开，我就让他活。我是真被你的伪装骗到了，看来我的眼力还有待提高啊！我对你也刮目相看，没想到连黑白双煞都不是你的对手。殷无道，我警告你，不要耍花样，闹僵子可不好看。
好，别着急，我也请你见个人，快点。齐太太，阿彪，救救我！我不想死啊！齐太太，我……看来我的情报没错。鹦鹉道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有本事给我真刀真枪的干！用女人要挟算什么英雄好汉？那你又在干什么？严于律人，宽以待己吗？不吃那一套。我数10个数，你要是还不放了白云溪，我就让他一尸两命。不要！1，我还怀着孩子呢。9。等等，不是刚数完2吗？3呢？你的数学不错，但主动权掌握在我手中，我想怎么数就怎么数。凭什么主动权掌握在你手中？白云溪只是我的女人之一，你杀了她，我只会惋惜。可七太太肚子里的孩子却是你的，是你唯一的后。殷少，我错了，求求你放了我家人，我什么都告诉你。哼，朱总，这张照片要是被魏公看到的话，你觉得他会怎样对你啊？臭小子，你敢偷拍我！你随便动手，我要是死了，这些照片会自动公布，到时候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想不想做江城地下第一？这次鹦鹉道必然会死在京城，现在江城能撑得起天的人，就只有彪哥你了。臭小子，有点意思。事成之后你想要什么？玄鸟投资。殷少，你问的我都回答了，你放了我，我愿意做你的狗。好啊，你从那棵树上跳下来，这件事我就既往不咎。这怎么不肯？我怕，大不了摔断腿，要傍上殷家这个大口上也值了。动我的女人还想活，痴人说梦。阿彪，姬家屡次冒犯于你，如今连这小崽子都敢暗中作梗，你准备怎么处理？灭门。悟道，看在我们两家世交的情分上，让他们2个小辈走，我留下来给你交代。姬老爷子，我是屡屡退让，你们是步步紧逼，这样的世交，你们不配跟我谈。至少给我姬家留个后吧。抱歉，鸡犬不留。鹦鹉道，你没死算你走运，但你也休想杀我。外公，你怎么在这里？看不明白吗？阴沟翻船了。白虎、玄武，你们造反了。少爷，抱歉了，我们是龙城叶家的人，奉命保护姬家。那红叶不也是叶家的人吗？你们为什么要枪指着他？叶家分东院跟西院，他们是西院的人，我是东院的人。东院虽是长房，但我父亲早亡，因此掌家之权暂时让给了西院。西院家主叶豪与姬家是8拜之交，所以叶雪一直养在姬家。我当初与阿豪也是8拜之交，只是后来生了点误会，这才不来往了。你淫人妻女，被人打断双腿，也好意思跟人家攀关系，不要脸！胡说！症结找到了，难怪姬无极预测的时间轴上，外公会把青龙集团传给红叶。既然如此，你们可以带走2个姬家的人，2换2，很公平。少爷，你恐怕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吧？现在筹码在我们手中，还轮不到你提条件。少爷，此单没长眼，你还是让开吧。上一个威胁我的人现在还没凉透呢。青龙宫，现在你们的筹码没有了。保姬家骨肉，跟我们走。哪里逃？金大公子，抱歉了。武道，别杀我，我把雪儿让给你。给你机会，你也不中用啊！哥，快走！鹦鹉道，我必杀你！休想逃！凤鸣，快跑！找死！武道，手下留情！武道，我与姬宠毕竟是8拜之交，杀他陷我于不义。
罢了，老一辈的恩怨留给你们自己解决吧。老姬，叶豪欠你一命，现在你又欠我一命，我欠他叶豪的，这就算是还上了。你造的孽，继续背着吧。老姬，800天骄点，立刻布王，不惜一切代价干掉姬凤鸣。你不是说这种人在路上干不掉吗？干不掉也要动手。好的，我现在就去办。叶无道，你为什么连个小孩子都不放过？孩子，那可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威胁。信姬，难道是那个人的转世？那确实是天大的隐患。无道，今天是我连累了你。我看那个姬家老二不像善茬，我准备把青龙集团传给你，关键时刻也好有个傍身的。老爷，这不必多言。老爷膝下无子，这辈子的打拼都是为了给你积攒家底。谢谢老爷。以后就由红叶辅佐你，你们两人多亲近亲近。好的。红叶，你们叶家东西院之争，你上次怎么不告诉我？不管东院还是西院，都是我叶家的，终究该我们叶家自己承担。叶家西院救走了姬凤鸣，已经与我势不两立，将来必然会有一场对决。你们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情况怎么样？受了些惊吓，我想给他做蛇疗，他很抗拒，我就等你来了。这谁都会抗拒的吧？我给他下了静心咒，按理说他应该没事了才对。啊，你不是死了吗？贫道已修成无上大道，不堕黄泉，万劫永生。哇，好厉害！别听狗逼的胡诌，死的那个是我给的傀儡，他们跟着我出生入死，我自然不会亏的。这一世的他确实变了许多，袒护下属，重情重义，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你了。没事了，都过去了。这好色风流的秉性，真是几千年没变。无道，我好害怕，你陪陪我好吗？好，你们都回去休息吧，这里我来照料就好。夏罗，抱歉啊。没事，我早就习惯了。帮我把门带上。知道了。好想把他干掉啊！罢了，毕竟这次的事情是我引来的，等了结了眼下的问题，就立刻干掉他。人抓到没？什么？你被人扣下了？你不会打出来吗？3招就把你放倒了，我马上过来。是哪个不长眼的？连阴寿的人都敢扣，不想在疆场混了吗？你的人打翻了我的草药，那就得给我妻子下跪道歉。他不肯，我只能把他绑起来。好啊，超度他！行了，你们别放最狠的话，挨最毒的打，那样丢的是我的脸。还是我自己来吧。看阁下的武器像是精通武道之人，那我来领教领教。先机已失，你轻敌了。刚才是虚招，现在才是杀招。步步生莲，好运的身法。现在的先机到我了。啊！天宝高手，给我退！招式犀利，如影随形，这不就是我正要找的帮手吗？你处处避开我的要害，是惜才还是不厌结仇？都有。阁下有如此高超的本领，为何屈居于此？俗世洪流，万事难成，江湖路远，我心已倦。今日到此为止，你把你的手下带走吧。我没有手下，只有同伴。看来我们还不能这么快离开。你这么好的帮手，不能失之交臂啊！你不必在我身上浪费时间。
我心如夕阳，就算有战力，也无战意，帮不了你什么的。无妨，我只需给你一个强大的对手，战意自然会有。如此腥臭，这是天然麝香，好眼力。我的麝香，不，别慌，它烘得刚刚好。你，不是我不肯帮你，只是我妻子卧病在床，实在不便。这几年来，我带着她求医问药，在这江城遇到了姬二公子，他为我请了医生，付了药费，我这才帮他脱身。用天然麝香入药，你妻子可是昏迷不醒。你也懂医理？略懂一二。若是你信得过，可以让我试试。这，好。3年前，他被我仇家所伤，之后就昏迷不醒。各大医院和各大专家都看过了，最初只是说脑部有内伤淤血，可清理后却还是醒不过来。麝香没用，他的问题是……你怎么能轻易下定论？他是脑部气血淤堵，神经营养不足。我用麝香疏通，再补神经节甘脂滋润，他必能清醒过来。你说的没错，但忽略了他的意识，他是自主沉睡。我们现在是在讨论很严肃的医学问题，不准嬉皮笑脸。我怎么觉着这俩人神色不对呢？吴道跟这个美女医生是什么关系？这个……行，你上。哼，看到没？淤血已经清了，播出半个小时，他肯定能醒。已经半个小时了，再等等。怎么还不醒？再等等，会醒过来的。过去快半天了，根本没有醒的迹象，你不可信。请殷少救我妻子，若成，必誓死相随，忠心不二。好，起来到外面等着。不回避可以吗？场面比较刺激，我怕你受不了。好吧，苗姬留下帮我，其他人都出去。我不走，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把他救醒的。随你，我这鬼门13针有起死回生的本事，区昏迷不在话下。切，还不是照样醒不过来。看来我猜的果然没错。苗姬，把他衣服扒了。是。给他整点狠活。尹无道，你们在干什么呀？快停下！无道，我不跟你闹了，你快让他停下。急什么？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我听着好像里面不对劲啊，会不会出事啊？风兄尽管放心，吴道做事向来靠谱，你老婆不会有事的。你们都别急，让我看看他到底用什么手段，还需要我们回避？殷少让回避，这样会不会不太好？看仔细点。不醒是吧？那就玩蛇吧你！殷无道这个混蛋，到底在做什么？不要啊！静静，怎么样，甘拜下风吧？这简直是医学奇迹！修哥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，对不起。醒来就好，醒来就好。无道，你就告诉人家嘛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人家下次遇到这种病例也心里有数了嘛。好，我说。其实胡静的内伤早已经痊愈了，是他潜意识里不愿醒来，所以我用这种方式把他吓醒。竟然真是吓醒的？那他为什么不愿意醒来呢？有这么痴情专一的夫君，比某些渣男好多了，他为何不愿早早醒来呢？好好说话，不准阴阳怪气。只要我醒着，他就有打不完的架，数不清的伤，而我只想我们两人能平安健康的活着。我躺在床上的这些天，是他陪我最多、最安宁的日子。夫人所求都是人之常情，是我们叨扰了。走，吩咐下去，让江城黑白两道的人都不准为难他们。是。你有这等本事，必是出自龙都封家。据我所知，龙都封家仇敌遍天下，若是有人寻仇，你势单力薄，首尾难顾，不如与人结盟。不必再劝了，他们若不真心为我所用，
就如徐庶进曹营，何必呢？你们都这么看着我干嘛？被我的胸怀折服了？你还是自己看看吧。大事不妙啊！哎，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，也算忠心耿耿。今天我就传你们几门绝学。大敌当前，你们也有几分自保的实力。苗姬，你的是毒理中的五毒术；牛鼻子，你的是五雷真经中的掌心雷；你的是九龙真气中的不动明王。多谢您少成功，我等誓死追随，我等誓死追随。起来吧，教你们也是帮我。伯父伯母，我们回来了。啊，独孤都尉，我父母呢？江罗，妈，你的朋友来了。哎，来，快请过来一起吃饭吧。我爸呢？他在书房呢。妈，你去叫爸下来吃饭。啊？哦。吃完饭，陈南玄必到，你先动手。不必了，吃饭最要紧。外面等你们。刚好饭点儿，不如一起吃吧。不必。多吃点儿，别客气啊。谢。爸妈，等会儿你们回房看个电影吧。如果听到外面有动静，也不要出来。啊？为什么？行，正好我跟你爸也很久没一起看电影了。我的事跟殷家无关，你跑来这里找我，太失礼了。吉侯交给我的日期已经到了，我没得选。你要么人跟我回去，要么头跟我回去。少废话！你进步神速，花木。带，轻敌了！飞剑。这么短的时间内，精进如斯，看来你注定是不能留了。陈南玄，竟然给出这么多天骄点，不愧是重生的神仙。天无道，或许在你的人生中，你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，可在我眼里，你与脚下的蝼蚁没有丝毫区别。仙嘛，总是高高在上，十分讨厌。今天我就试试诛仙。竟然猜到了我的身份，那更留你不得了。还是把你的看家本事使出来吧。那我就能死在我陈南玄的飞剑下，是你的荣幸。风兄，大丈夫当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风某敬仰殷少，愿执鞭坠灯，鞍前马后。风兄，没想到你藏身江城，纳命来！住手！厉害呀，2招就把独孤都尉撂翻了。你的武器没了，用这把。接着，殷少，你说的对，要有对手才有热血。并肩作战亦是男人的浪漫，让我们一起干死这个南玄仙尊。正有此意。我父亲一生清廉爱民如子，既是天骄，为何要杀好人？我陈南玄一生行事，何须向他人解释？没用的，我有天罡护体，你们这等凡夫俗子根本伤不了我。2个小丑，你们若是愿意归顺于我，我许你们称霸一方，如何？做梦！那就怪不得我了。什么人，竟能破了我的护体罡气？我可是仙尊。不管你是仙尊下凡，还是装神弄鬼，只要不出5行，破法咒皆可破了你的天罡气。天无道有这等道法高手压阵，今天恐怕没那么容易拿下。我的实力还没恢复1/1000，这时候硬刚不是明智选择，暂避锋芒，等恢复后再战不迟。想跑，吃我一记掌心雷！此路不通，受死！帅哥，下来耍撒！陈南玄，我不管你是人还是仙，我只一言：龙有逆鳞，出之必死。1步天雷动，2步地水通，3步雷火发，4步霹雳通，5步五雷石，前扫凶恶，后驱孽龙。区区凡人，竟能施展出如此磅礴的雷力！
失策了，是我来正法。他简直就是奇才，只见过一次便学会了。急急如律令，去残忍，我不干！留下一缕残魂，做我的复仇种子。哼，早料到，让我帮你打得魂飞魄散。打完收工。上次就是这么一柄飞剑，吹得我上天无路下地如门，简直堪比超精确导弹啊！当个小挂件不错。恭喜殷少除此强敌，还要多谢风兄及时相助。无道，此人怎么解决？伽罗，这是来找你寻仇的，你来发落。不必为难他，让他滚回去吧。此人功夫高强，放了他岂不是放虎归山？西侯势力庞大，若杀了他的人，他必然不会放过上官家。我不想连累家人。自古怀柔都不会有好下场，不过既然你开了口，那就留他一命。殷无道，今天我吃了你的饭，这杆枪抵饭钱，不杀之恩，日后相报。这铁头娃倒是有些意思。对了，风兄，你是怎么得罪这独孤都尉的？不过是杀了他那疯狗主子，害他名声扫地。这事我听说过，西侯的弟弟调戏良家，被封家义子所杀，没想到是你。是我妻子就是被那个畜生伤了头，才昏迷不醒。那你呢？又是怎么得罪的西侯啊？自然是因为你了。因为我？西侯向我求婚，被我拒绝了。我与你有婚约，你说是不是因为你？如此说来，确实和我有关系。不过拒绝就要杀人，这也太玻璃心了吧？会不会是你说了什么伤人的话，当众羞辱了他？凭你也配追求我？你知道我未婚夫是谁吗？江城第一公子殷无道。你连我未婚夫的一根毛都比不上，给他提鞋都不配。没有，我端庄贤惠，待人温和，怎么可能当众羞辱？西侯到底是个什么人物？竟然逼得你们有家难回？很强，强到令人绝望。他可是龙都叶天子。叶天子，有意思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这将会是我的新对手。这是……看到你们没事就好了。以防不测，我叫了点人。没事了，你们可以回去了。是。你殷家有如此势力，看来我不过锦上添花罢了。不，父母的权是殷家的事，而你的助阵却是我殷无道的事。这么说来，他们都投靠了那个叫殷无道的家伙了。是的。行了，你起来吧。我办砸了西侯的事，我该罚。无所谓，我会出手。青衣、红玉，陪我去趟江南如何？不去。这时节，江南水乡正是小桥流水，鸟语花香。怎么，不想公费旅游吗？想。只是二小姐也在江南，如果被她知道我们跟着你胡闹，是会挨板子的。那就不告诉我二姐。那殷无道不算太坏，还请西侯不要灭门。你也随我一起去。解释解释吧。嚯，原来我这么帅啊，真是被我自己迷到了。认真点。没什么好解释的，现在全民创作，我就是发个小视频，这些画面都是特效啊。陈南玄刚到江城就人间蒸发，还有化为灰烬的李道友，还有姬家、段三千、秦天、萧晨，而你的玄鸟投资却吃掉了姬家、马家与陈南玄他们所有的生意。这些都是巧合，诽谤！我告你诽谤啊！谁啊？这时候打电话来，听清楚，不要保险！住手！那是我的电话。哦，你的电话，还你。是的，谢谢你能来。目前白家的连环杀人案已经造成8人遇害，我们这边迫切需要你的帮助。啊，你到了？好，我现在马上就过去。既然你有重要的事情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只要我24小时贴身监控，你就休想再害人。带我去白家。松开，我还有事儿啊。
做完了。啥？林无道，你故意的！谁叫你靠这么近？我一定是疯了才跟你这个混蛋耗在一起。我的钥匙！林无道，你混蛋！你的素质真高，骂人的话翻来覆去就会这么一句。白家怎么又死人了？每次来看他们都带笑。上次是我婶婶，昨天是我刚出生没多久的堂弟，好像不杀光我们白家不罢休似的。云溪，这些年难为你了。我没事，这些年一个人走过来，已经习惯了。云溪，当年对不起，如果可以的话。云姨，出什么事了？无道。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我们来探案。我已经看过了，所有的案子都是谋杀后被伪装成自杀或者意外。为什么没有早点报案？我也是到今天才知道你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。起初都是成年人密室死亡，我们都以为是自杀或者意外，加上白家今年出了太多事，我不想外界以为我家中不宁，所以一直压着没有报。但直到昨天，我们白家唯一的新生男丁忽然没了，这已经是我们白家夭折的第9个男丁了，而且全都是拥有继承权。现在人人都说我是为了稳住家主的位置，不断对男丁下手，搞得我百口莫辩。清者自清。白小姐，我希望在真相没有揭开之前，你不要离开白家。好的，可以开始了。好的，这是一个加厚型的成人乳胶枕，是婴儿母亲的。起初，我也认为凶手就是用它捂死了婴儿。可当我检查乳胶枕以后，发现这款乳胶枕轻盈且弹性十足，为了透气，更是密布气口，根本不足以捂死任何人。我呼吸顺畅，还能闻到枕头上的香味儿。我分别还原了其他密室，并进行了开棺验尸，而被滑倒的死者伤口与床脚不吻合，他真正的死因是被钝器锤击后脑致死。至于其他几起案件，虽然时间相隔较远，但我都发现了疑点，所以我肯定地推断出，这不是意外，也不是自杀，而是一起针对白家的连环谋杀。这家伙不愧是名侦探，分析的有理有据。白姨虽然唯利是图，但本性是良善之人，我不相信他会是凶手。谋杀案成立，但连环谋杀未必成立。死者8人，所有作案手法皆不相同。不，就是连环谋杀。这是我从管家那里拿到的白府日志，这上面有个有趣的规律，那就是所有人的死亡时间都相隔16天。这绝不可能是巧合。不对呀，白玉龙与白耀宗的死就不在这些数字中。他们2人的案子已经结了，与谋杀案没有关联。那俩是我杀的，当然不在其列。不对啊，你是怎么知道白玉龙和白耀宗死了的？你不是刚到江城吗？看新闻。看来你很关心白家的事。我与云溪早年相识，关心他家里合情合理。吴道，不要问了，柯海这些年都在外地，是刚刚回到江城的。我们白家的事情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对啊，是我请他来的。既然你是被请来的神探，那我倒想跟你比比，看看我们谁能先找到凶手。那你输定了。云溪，我需要你们府上所有的监控视频。监控啊，门口的好像坏掉了。坏掉了吗？我看未必。这个摄像头虽然无法监控事发正门，但却可以看到走廊上经过的人。这条走廊是20米，普通人在13秒左右可以走完。期间有人进入房间作案，最少也需要2分钟以上。因此，只要作案时间内在走廊上逗留超过2分钟的人，都将被列入嫌疑。那么我们就从死者母亲离开房间后开始监控。白家的人养尊处优，有在寝室用餐的习惯，凶手会不会藏在餐车里面进入房间？王生，你发现了滑点。很显然，凶手与餐车没有任何关系。啊，是白云溪。切换另一个监控。已经过去5分钟了，怎么还没出来？
整整过去了10分钟，怎么会这样？早知道的话，我就……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你们要相信我。我们相信证据。白小姐，请你跟我回去协助调查。你给我回来！在没有直接证据之前，谁要是敢对白云溪动手，别怪我殷无道不客气。无道，白云溪，你这个贱人！你害死了那么多白家男人，连小孩子都不放过，我跟你拼了！不是我，给我儿子偿命！你儿子死了，我同情你，但你最好别借机撒泼，抓凶手要有证据。如果仅靠推理的话，那我还可以说是你杀了自己的儿子，动机是扳倒白云溪。我没有。把枕头送去化验，与白云溪的 DNA 进行对比，同时将其他案发现场收集到的 DNA 信息也与白云溪进行对比。喂，你动动脑子好不好？白云溪是个女的，就算是能用钝器敲击死人，也不可能勒死一个男人后再吊到房梁上吧？我现在也只是收集证据，只是他的嫌疑比较大而已，你急什么呀？那个，今天太晚了，大家先在白府吃个便饭，好好休息一下，明天再接着调查。好。陆警官既然要守在这里，那就只能委屈你们了。无道，你相信我吗？我当然相信你。有你相信我就足够了。我睡了，你们也早点休息吧。我只相信证据，只要证据链闭合，我立刻就抓捕他，让你心疼死。你吃枪药了？你无道，别想做坏事。说梦话。你怎么进来了？我好奇，你为什么进那个婴儿房间那么久？你怀疑我？我说过，不信你，但我好奇。我只是进去跟他玩了会儿，我也没想到他随后就出事了，我也很心痛。原来如此。谁？是我，阿海。云溪，我们已经有12年未见了，这些年来，我时时刻刻都在想你。你不要误会。误会？我们两小无猜，私定终生，怎么能是误会呢？柯海，当初我们年少无知，如今都过去了10多年，我希望你能放下。12年，你说放下就放下了吗？我放不下。我希望你能跟我走，这是你最好的选择。你继续留在白家，不会有好下场的。难怪云姨那么好的条件却迟迟未嫁，原来是在等自己的白马王子啊！最后还不是被你这个大坏蛋截胡了吗？那我走。没门儿！你果然背叛了我们的爱情，那你的嫌疑就不会再洗清了。快醒醒，找到证据了！啊，这是在白小姐的书房内找到的证据。如果有华伦的帮助，女性不仅可以杀死男性，还可以独立将受害者吊到房梁上。柯海，你是在故意报复我！白小姐不要动怒，我只是在协助官方破案，履行我的侦探责任。根据我的经验，这种地方是最容易藏东西的。这把锤子非常符合第6个死者的钝器伤口，我立刻让人带回去检测。先别急，更有力的证据还没找到呢。遇害婴儿的虎头帽，第2名死者服用的毒药，还有咬死第1名死者的竹叶青。不愧是神探呢。过奖过奖。我书房里怎么会有这些东西？竟然还有一条蛇！我最怕蛇了。许多凶手喜欢收藏作案工具，我想你也不例外吧。你胡说！白小姐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凶手不是白云溪。叶无道，事情已经这么明显了，你还要偏袒他到什么时候？如果凶手不是白云溪的话，那你说谁是凶手？凶手是他。叶无道，够了！我有备用钥匙，我把我们铐在一起，是希望你能不要作恶。可没想到，手铐铐得住你的人，铐不住你作恶的心。不劳烦陆小姐，
我自己能开。徒手震断手铐。吴道，柯海刚从外地回来，你怎么会笃定他是真凶呢？重返江城，可以是昨天，也可以是很久之前。柯海，我首先来推理你的动机。阿海，不要跟大小姐玩了，别人看到影响不好。柯海，父母原本只是白家的下人，你与白云溪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16岁时，你们早恋被白家发现，下人觊觎自家小姐是大忌，白家家规森严，你父亲苦苦哀求，依然被驱逐出白家。老爷，求求您留下柯海吧，他的学习那么好，未来必定能成才。我要是带他离开白家，必定耽误他呀。你父亲为了保住你的前程，不惜以死谢罪。你母亲接受不了你父亲的离世，不久也悬梁自尽。虽然白家后来供你上学，送你出国留学，可你对白家的恨意却是与日俱增。于是提前回到江城，开始一个个杀死百姓之人，想要白家断绝香火，死到绝户。而你杀人的规律，正是你离开白家的年纪，也是你父母死亡的那年，16。不错，每次杀人的间隔确实是16。不可能啊！我怎么可能把凶手请到这里来？这会不会是巧合呢？看他那样子，像巧合吗？说的没错，我的确是真凶，可那又如何？你有证据吗？你没有，但白云溪的证据链已经完整了，完全可以零口供定罪，无证之罪，无解。敢跟我比嚣张？不可以，对付每个天骄都要遵守相应的规则，不是干掉对方就可以完全获胜。他有天道庇佑，逆天只会遭天谴清算，你自己懂的。抱歉，是我不够冷静。你们所有人都忽略了一点，那就是所有杀人案全都有个非常大的共性，那就是密室杀人。密室杀人无非就是几种，这属于哪一种呢？空窗逃脱。那他是怎么进来的呢？还记得查监控时看到的那个餐车吗？柯海事先藏在餐车之中，由此轻松进入房间。而在发现尸体后的第一个空窗期，也就是下人们报信的时候，他得以从容离开，继续他的下一个目标。我现在就去餐车中提取 DNA。没用的，他不可能想不到的，早就清理干净。截至目前，你的一切都只是推理，没有任何实际的证据。是啊，没有证据，一切都是空谈。但有一个地方，一定有你的证据。哪里？白云溪的房间。报告队长，发现了短发。报告队长，发现了皮屑。吴道，我真的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。要是我开门放他进来，我出门就被车撞死。好了，我知道跟你无关，我又没怪你。幸亏老娘晚上睡觉不光着，要不然被那个变态全看到了。柯海，你有重大嫌疑，在 DNA 检测出来之前，我要限制你的人身自由。现在，跟我回去接受调查。不必了，是我的 DNA。殷无道，我很好奇，你是怎么猜到我会在这里留下痕迹的？我只猜到你为情所困，必然会来这里，并没有猜到你留下痕迹。你让傅姐去你房间脱掉皮屑，再放到云溪的床底下，还不是轻轻松松吗？既然被你们发现，我也无所谓了。计划虽然失败了，但我早已在白家埋下了大量炸药。哈哈，同归于尽吧！既然天命弃我，老子就毁天灭地！抓紧了！我们好像在飞！真男人，从不回头看爆炸。爷爷，叔叔，大伯，爆炸这么剧烈，不像是土制炸药，也好好查查炸药的来源。我绝不能小觑任何一个天骄，就连柯海这种个位数的天骄都能逼得我如此狼狈。姬凤鸣的800点得有多恐怖？天若有情天亦老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人人敬畏的天道，只眷顾你的天骄。有多少天骄是踩着白骨上位？又有多少天骄视人命如蝼蚁？既然天道不仁，那我便杀天骄，夺天道。
脑袋像是被清洗，一下子清明了许多。炸弹来源果然有问题。狮群佣兵团往境内输送军火。你能看得到我手机？我们离得这么远，你怎么看到的？习武之人眼力好，这就是大脑强化后的好处。以往许多武学上的疑难问题，现在也都隐隐有了答案。我有任务要先回去了，那个之前误会你的事，改日再说。有意思，我是真的很期待你能给我爆出多少天骄点来。你就那么确定她会是天之骄女？说不准她只是个普通配角呢。相信我，我对女人从未看走眼光。省省吧，你有那么多红颜知己要应付，还有心思招惹我？看那边就有一个。作为一个女人，她遭遇的、背负的都太多了。我会帮你处理你所有家人的后事，你只需要应对媒体就好，不要撒谎，只讲真相，因为真相是没有破绽的。以后搬到我那里住，让绯闻转移媒体注意力。至于公司的事情，可以交给江若雪。不可以，我自己能处理。哈哈，是我想的不够周到。我把即将让出来的玄鸟投资股份也转给你打理，绝不让你落后于江若雪。谢谢吴道，人家就这么一点人生价值，绝不能失败。这就是真正的女强人。吴道，有情况。姻缘外面出现了许多身份不明的人，眼神犀利，满身杀气，一看就是绿衣出身的。可我托了朋友调查，国内并没有这样的人。我猜测是境外佣兵。佣兵？这么巧？是不是又是冲着伯父来的？不会，敢刺杀总督，也只有陈南学那种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会做。今天白甲刚被狮群佣兵团的军火炸了，我家门口就出现了境外势力，所以真相很简单。齐侯雇佣了狮群佣兵团来对付我跟上官。哇，你现在的脑子比以前转得快多了。哈哈，难怪皇帝身边那么多太监掌权，原来被溜须拍马，真的让人很舒服啊。你俩说啥悄悄话呢？能让我听听吗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清雅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晚上就不回来了，你自己吃吧。哦，他这么忙，肯定是在做什么大事吧？清雅似乎很失落。是了，自从上官嘉罗来了之后，都是冷落了清雅。等我半个小时，我进去喝杯奶。喝杯奶茶而已，用得着半个小时吗？走，去会会他们。3个多小时啊，真心羡慕。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我装作苦行僧的样子跟来，免得被他们发现。你可真是个大聪明，如今苦行僧这么少，你这样反而目标醒目啊。那怎么办呀？算了，既然来了，那就去会会他们。没错了，这里面就有在我们门口溜达的人。情况不对，对方有特殊武器，没必要冒险，先回去再说。C4，跑！谁把引信拆了？不愧是兵王林峰，反应正确。你是佣兵王狮王乔巴？你认识他？8岁被雇佣兵带出国，从小受训，身经百战，曾徒手搏杀雄狮而成名，后来创建了狮群佣兵团，号称佣兵之王。我们不仅认识，还曾交过手。胜还是败？这个……好了，我已经知道了，看样子我们遇到麻烦了。我也没赢，那是我做队长以后唯一的一次任务失败。好了，叙旧就到这里，说说吧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们是白家的人，来查炸弹来源。狗东西，我们老大问你了吗？给老子闭嘴！敢多说一句，炸死你！找死！想尝尝物理超度吗？够了，别急。林峰这么在乎你，说明你身份不简单喽。可我没听说白家还有重要男丁活着。小爷我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江仁杰是也。江仁杰，
老板什么时候改名了？白家的事情关你江仁杰什么事儿？实不相瞒，在下对白家小姐垂涎已久，而白小姐在白家废墟前发下毒誓，谁能帮她报仇，她就嫁给谁。江公子，你觉得你有戏吗？对不起，打扰诸位大佬了。蠢货！林峰，你说是这么回事吗？是。你可以走了。哎，走吧，别等我改主意。我不杀你是给他面子。林峰是个诚实守信的人，他不会说谎的。阁下的不杀之恩，我江仁杰铭记于心，日后定会报答。狮王，就这么放过他了吗？你就不怕他引来红盾特勤吗？既然别人能找上门，说明我们的藏身之地并不安全，立刻转移。那你还放走他们？你这是为了一己之私置大家于不顾，大个压路！不动手是不想节外生枝。刚才那3个人，气息平稳均匀，太阳穴高龙，全部都是1等1的好手。就算干掉了他们，自身也难免会出现伤亡，不利于我们接下来的行动。抱歉，是我想多了。狮王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去做掉阴无道跟上官伽罗？西侯催得很急。你在教我做事？谁允许你私自兜售军火的？还制造了那么惊天动地的爆炸，否则我们早就能行动了。你曾经说过，白家为了坑你家的古董，害得你家破人亡，我想顺手帮你报仇。以后不要自作聪明，记住，以后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要擅自行动。这里是华夏佣兵的禁地，我们已然犯了禁，绝不能做得太过分。是。别忘了，我们手上还有这个烫手山芋。烫手的山芋，我来接。狮王，别来无恙。你的附加条件我还没有完成，按照约定，你不该现在来。你干不掉他们的，这个附加题只是帮我试探罢了。现在惊动了红盾特勤，你们更没有机会了。我的人已经派出去了，狮群从不失手。那我就再等3个小时，3个小时后，我交钱，拿货，走人。齐侯，你看到红玉没？从刚才就看不到她了。别戳我，谈正事儿呢，先别管那个疯丫头。力士，你别扭一路了，咋了？我们3个联手，就算不能干掉他们，突围也不成问题。非要装孙子，太憋屈了。哎，你不懂。现场发现了黄饼，这帮佣兵多半藏了桑弹，一旦引爆，就算整个江城完蛋不了，也会因为辐射而死亡很多人。这么严重？老板，对不起啊，是我们无能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不怪你们，逞一时血勇，不过匹夫耳，能屈能伸方为大丈夫。吴道，接下来怎么办？以狮群的做事习惯，他们肯定会改变藏身点。我现在掉头回去盯着他们吗？不用了，我们刚才暴露的那么快，说明对方有监控手段。现在回去是自投罗网。瞧，后手来了。我驯养了一群渡鸦，让他们盯着那群雇佣兵，跑不掉的。鸟，也太神奇了！你准备怎么用？我自有妙用。我很忙的，没空跟你喝咖啡。到底找我出来什么事？别急呀。你再不说，我可走了。你要的人我找到了。真的？你知道的，我不做赔本生意。说吧，什么条件？我就知道你不会那么好心。我唯一的条件，就是你一定要活着回来，我等你。对方有黄笔，还有很高的反侦查手段，千万小心。他怎么突然对我说这样的话？小姑娘，你完了！我要让你今天一闭眼都是我的影子。不行，我不能想别的。我的当务之急是抓捕这群佣兵。通知行动队，全体集合，行动！他就是殷无道，哼，让我来替席侯会会你。不过得先停下车。哎呦我去！你倒车不看人呐，撞到我了！哎，疼死我了！啊，好
词的，讹钱讹到我身上。等了半天，终于来了辆好车。看好了，看你还敢讹我不？快来人呐！撞了人不赔钱，还打人呢！怎么能打人呢？这怎么能打人呢？看这伤的呀！我没有撞人，也没有打人，你们听我解释。医药费够了吗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就收工吧。好，好。怎么会是他来给我解围？我帮你换个地方停车吧。好吧，你为什么要给他钱？这样只会助长他的气焰，以后他还会害更多的人。不，以后他不会害人了。嘿嘿，今天收成不错，遇到了冤大头。既然拿了医药费，那就得去医院。好帅，好刺激！我早想这么干了。听你口音是龙城来的，今天的事情很抱歉，希望你不要因此对江城失望。有你这样的人在，我觉得江城很有趣。相逢即是有缘，这是我的私人名片，用它进出江城所有5星级酒店与大庄园，都可以免费享受任何服务。这么大方，怎么你想追我？有好感，但还没有到行动的地步。有缘再见。真是个有趣的灵魂。哦，有杀机，火力交叉呀！身手不简单呀，得逼他出来。我刚才看到他跟那个女人在说话。啥？听不到？你立刻出来，否则我立马干掉他。我跟他才刚刚认识，没有半点交情，他不可能为了我冒险。那我就干掉你泄愤。够了，祸不及旁人，这点规矩都不懂吗？他不是纨绔吗？不是无恶不作、荒淫无道吗？竟然会为了刚认识的人冒险！只要能完成任务，佣兵不择手段。瞬移，非逼我放大招。说实话，我还真没有用瞬移躲过子弹呢。可恶！看什么？你果然是个色狼！我佛慈悲。原来你姓这个呀，不好意思，误会你了。美女，你的腿法不错，不愧是南拳北腿。我叫红玉，下次见面不要再叫我美女了。再见。再见。伽罗，你怎么样？已经搞定了。齐侯来江城了，你小心着点。这波佣兵，应该也是他派来试探你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而且已经跟他的人接触过了。那个穿红衣的大长腿，应该是他的红颜知己，颜值很高。你说的是红玉吧？那是他的贴身丫鬟。连丫鬟都这么漂亮，西侯必定是真枭雄。你对枭雄的评判标准很特别。不过我警告你，别对他的丫鬟们动心思，他们可全都是天榜上的高手，一个比一个厉害。怎么，你吃醋了？作为你的未婚妻，我有吃醋的资格吧？走吧，换个地方好好聊聊。西侯既是枭雄，那我必须搞清楚我为何而战。啥？你来江城到底想干什么？单纯的避祸吗？你猜？过去我或许猜不到，但现在我脑子好使了，隐约有了答案。你是想借西侯的手除掉我吧？自你来以后，我可是遭遇数次大危机了，但我不明白，我们什么仇什么怨啊？我可是你的未婚妻啊，我有什么理由害你？不过，确实是我连累了你，我今天就走。我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？他竟然对我恨之入骨！你确实不该留在姻缘。叶无道，你喜新厌旧，忘恩负义，我要杀了你这薄情郎！啥？你果然是想谋杀亲夫？叶无道，我真该在船上的时候就干掉你。每一次我都被你的表象所骗，每一次我都听信你的鬼话，最终我却落得凄惨收场。我恨你，我生生世世都恨你。我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你敢谋杀亲夫，我今天就要执行家法。
混蛋，快住手！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我让你离开姻缘，不是怕被你连累，而是怕你连累我父母。既然要跟席侯为敌，那就必须做好万全之策。那你脱衣服干什么？杀了他！立刻杀了他！我很好奇，我们之间发生过什么？他不死我就得死，我必须杀了他！你干什么？你没看到任务要求吗？你不杀，让我来杀！任务是你自定义的吧？苏小姐，我们是合作关系，我希望你不要过多的干预我的决策，也不要擅自替我做主。我这个人不喜欢被左右，我只说这一次，希望你明白。我知道了。这还差不多。你去哪里？我去会会席侯。啥？见过他了？是的。什么印象？帅。比我还帅吗？差不多吧，不过他撞飞那个碰瓷家伙的时候，好像比你要帅一点点。殷无道还活着，我的人没有动手吗？动了，他们不仅动手了，还全都被干掉了。不可能，他们都是我狮群的好手，绝不会轻易失手。狮王不要激动，红玉不会说谎。你的人不仅打不过殷无道，还用我做要挟。殷无道干掉俩，我干掉一个。殷无道，我真是低估你了。好了，我的附加条件你已经完成了，我们现在就开始交易吧。你不必跟殷无道结仇，因为他的命是我的，你没机会的。他杀的那些人可是我的手足兄弟，而且这是我退隐前的最后一单任务，我一定要圆满完成。100个亿我已经转过去了，你查收一下。不用了，我相信你。狮王，我们山水有相逢，改日再会。席侯慢走。狮王，不好了，红盾特勤来了！不许动！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怀疑我？退下！我相信席侯，何况做这种生意，没人会开这样的玩笑。还是狮王聪明。可我们的行踪这么隐蔽，是怎么被发现的？你们没有发现吗？有只鸟一直站在那儿，已经很久了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问题应该出现在他身上。没错，确实是这只渡鸦的问题。看来我们的对手不简单啊！炸弹人，你去给红盾送份大礼。好。从左右2翼靠近目标，听我号令，同时行动。先等等。谁？是我。殷无道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来帮你。这群人训练有素，我怕你吃亏啊。你别胡闹了，我们可是专业的。你专业？那你怎么没发现你靠近目标营地之后，渡鸦的位置移动了？好像是的。好像？专业水准就这？你的意思是，对方已经发现被追踪了？不然呢？不管你分析的准不准，慎重点倒是应该的。糟了，林中光线昏暗，我们离远了无法发现，可一旦靠近，我们的下场将会是全军覆没。谢谢。终于肯低头了。你要清楚，你们这次面对的对手十分强大，不要轻敌。我知道了，你藏在这里不要乱跑。啥？给我把枪，我帮你打仗啊！像你这样的普通人，在战场上连2分钟都无法存活，这不是儿戏。把热成像调过来。殷先生，你就在这里等着我们凯旋归来吧。队长也是为了你好。目标在11点钟方向，500米左右，正在向我们冲来。所有人呈战斗队形散开，做好战斗准备。什么？有埋伏！队长，雇佣兵躲在水中避开了热成像，我们被埋伏了。什么？被监视了？跟我走，去增援。是炸弹，快散开！红盾特勤就只有这点水平吗？检查清楚，不留活口。是。
还有高手。别慌，藏头露尾算什么好汉？有种的出来！不愧是佣兵之王，枪法真不错。他竟然没跑。是你，江仁杰。江仁杰？江仁杰是我的化名，我的真名叫殷无道。殷无道？不错，我就是你们要找的殷无。你那天放了我一马，现在我也放你一马，我们扯平了。什么？不可以！他们携带着黄饼，那可是足以毁灭一座城的东西，绝不可以让这天大的隐患在国内埋着。人是我打败的，有权处理的是我。如果你想抓的话，自己出手啊！哼，我绝不会让他们带着黄饼离开。你打不过他们3个，会死的。我知道，但保家卫国、为人民而战是我的信仰。纵必死，亦是我的荣耀。你们谁也别想走！小娘皮，去死吧！你果然出手了，被你燃到了。狮王，留下黄饼，我的话依然作数。我很敬佩你们，但黄饼已经不在我手上了。不在了？那在哪儿？在我这里。殷无道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红玉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殷少，那天我与你是刻意邂逅，并非偶遇，还请见谅。没关系了，能与红玉小姐相识，真乃三生有幸啊。殷少说笑了。红玉，你动春心了，要不要我把你赐给殷无道？别扯我，解决你们男人的事。我故意激他，他却笑脸如常。这种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最可怕。萧红，你非法买卖大规模杀伤力武器，你被捕了。美女，你误会了，我买它不做坏事，我只是想用它对付一个很厉害的坏人。不管你要用它做什么，但你已经触犯了法律，我现在必须抓你。放肆！哎，教教他做人。老大，邪侯能处理眼前的事情，我们走吧。好吧。你们也不准走，谁都不准走！你们交易黄饼，全都犯下了重罪。我很欣赏你的勇气，但做人还是要有自知之明。你一个人要抓捕我们全部，是想创造神话吗？哼！唉，谁说他只是一个人？林峰在此，算我一个。诸位来江城，不拜码头就罢了，还敢跟我老板叫板，作死啊！谢谢。跟我客气什么？全都是各顶各的高手，要不要想个策略？比如下等马对上等马。无所谓，我会出手。跟他们废话干嘛？干就完了。牛逼的说得对，超度他们。华夏的奇人异士，哼，正好来会会你们。你受伤了，需要我让你一只手吗？哼，小看谁呢？这点小伤，也就是被蚊子叮了口而已。殷少，请出手吧。正想领教齐侯的高招。无道，让我来对付他。我们新仇旧账一起算。这，怎么留了个美女给我？这咋整啊？哼！别看不起女人。我没看不起女人，我只是觉得打美人下不去手。那你可就危险了。这是什么功夫？跟玉璧堂似的，甩都甩不掉。双龙缠住，活活勒死你！
给我下来！还有我呢，陆曼，不用你管，你解决你的麻烦吧，我自己能搞定。我跟你拼了！扯开你的关节，看你还用得上力不？上官说你们都是天榜上的高手，起初我还不信，现在看来我是半点不能藏私啊。我青衣的鞭子称第二，天下没人敢称第一，凭你也配做我的对手？你没事吧？谁让你来帮我的？我能搞得定。你这还叫没事啊？没事，就是没事。小心！好狠的小娘皮！不狠能杀得了你吗？挪移大法，也不过如此。啊！怎么回事？怎么是你？小心！啊！你的鞭子用的的确不错，但可惜你面对的是我。牛鼻子，就是现在！是我指挥。抱歉，我败了。殷无道，你打不过我的，不如你把我的人还我，我们就此罢手。今日只当没见过面，怎样？不怎么样。大家一起上，车轮战拖死他！不自量力！殷无道，我已经对你够宽容了，可你一再挑战我的底线，太不识抬举了。我不喜欢用女人做交易，同样，你也在不断的挑战我的底线。今天我们是该做个了断了。霸气！除了风修，你是第二个敢正面挑战我的人。只要你能接住我3招，我就留下黄饼。阶段性脚力这么高，这人得有多恐怖啊！我的枪术乃天圣。你如何接得住？去死吧！哼，你们猜猜，他还剩下渣吗？应该变成齑粉了。说不准没打着，他的道术颇为高深。再高深的道术，在我的攻击范围内，都无法完成瞬移。不，他不会那么容易死的。红玉。你不会真的对他有好感吧？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。你少挑拨离间，我对公子忠心耿耿。竟然真的活下来了！就这。虽然你活下来出乎我的预料，但无所谓。还有2招，你的结局是注定的。西侯的强大超出我的想象，必须做出取舍，否则根本撑不住3招。他怎么把武器丢了？要坐以待毙吗？可能是他被少爷的气场震慑，已经连武器都拿不稳了。放屁！虽然扎偏了点，但你也吃不住这霸道的能量。你疯了！我疯魔不成佛。置之死地而后生，真乃大丈夫。不过。我的乌金软甲乃是天下至宝，神兵也刺不穿，失算了。第3招，阴沟里翻船呢！夺命枪！什么东西顶我？是野猪吗？快放我下来！野猪群，这才是公子哥啊！功夫再高也没接触过野生动物啊！老板，我来的还算及时吧？我差点忘了你会御兽之术了。老虎，下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立刻放下武器，走到空旷的地方。支援终于到了，殷无道，我们成功了。无道，殷无道，我要是再晚来10分钟，你就会因为失血过多。你怎么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？你不考虑自己，也不考虑我吗？刚才倒下的时候，我第一个先看见了我奶，第二个就想到了你，怎么会不考虑你呢？只是大丈夫有可为有可不为，总是身不由己。好像不是红盾特勤的人，也不是我爷爷的人，是席家2小姐的人。你请来的？在席家能管得了席侯的，
也就是他的2个姐姐。你今天为我而战，我不可能坐视你葬身此处。如此说来，他哪怕动了皇柄，也不会被制裁。不错，这就是席家的势力。他于华夏，相当于你于江城，都是只手遮天。我真是天外有天，看来我必须勤加修炼，才能真正保护自己所爱的人。殷无道，你还欠着我第3招呢，我迟早都会来找你的。废什么话，赶紧走！二姐，你轻点，疼死我了！这么大的动静，连我爷爷都没有出面，这席家2小姐到底是何许人也？这就是差距啊！错，乔巴的天骄之路本就与西侯不同，他对你的威胁丝毫不差。他都被抓了，哪来的威胁？有股讨厌的气息。成王败寇，你瞪我干嘛？是你杀了炸大人，是你杀了我兄弟！啊，是西侯，他临走还想用驱虎吞龙之计，真够阴险的。放屁！就是你杀的，你为了得到白云溪才杀了他。他已经是我的人了，为什么还要得到？罢了，是我杀的又如何？就算西侯不杀，我也会杀了他，而且手段会更残忍。白家被他的炸药灭门，他就该死。我会为他报仇的，你给我等着，等着！奉陪到底，蠢货！现在你感觉到威胁了吧？虽然西侯提前出场，压制了乔巴，但他也足以威胁到你的生命。懂了。另外，收起你的小心思，你以为你迟迟不升公爵，我刷新的任务就会越来越简单？真是大错特错！尴尬，竟然被发现了。有关天骄的一切都不是我在操控，而是天道。无道，我要回龙城了。你我的恩怨，我决定暂时放下。啊，那很好啊。将来，我或许还会回来杀你的。真的好气，越想越气。你当年怎么能那样对我？为了那个狐狸精，你竟然杀妻害子！喂，大姐，你冷静点，那都多少倍以前的事了。我靠！无道，你姓苏，你就是当年那个狐狸精吧？什么？贱人！你当年祸国殃民，残害忠良，我要杀了你！我要为所有人报仇！我要你殉国！神经病啊！够了！不是他，是我。我就说嘛，你肯定在他身边。狐狸精，我要杀了你！我数千年无法入轮回，只能作为孤魂野鬼般存在。我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你还想怎样？啊！有话好好说，不要打架。人呢？已经走了。他说他会好好观察我们。总算是走了。对了，他如果回龙城的话，岂不是很危险？西侯一日不除，我心一日不安呢。他说让你别担心他，上官家也颇有势力，而且他9世轮回也学到了不少本领，只是需要点时间去修炼。如此还好。武道，刚才那个女人好可怕，差点掐死我。那是我未婚妻。大姐啊，那就合理啦。来，你先坐下。这个轮椅是你的呀？我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喂，这里不是回家的路啊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终于等到你了，我的好儿子义父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13，我给你隆重介绍一下，这位佣兵之王乃是我的13太保之一，龙武。义父，我见到老九了，他跟了殷无道，我担心他变坏。放心吧，我让13一直盯着殷无道了。13妹，你不要吃惊，我跟义父的时候比较早，后来我就出国了，不认识我很正常。也就是说，你称霸佣兵界是义父的命令？绝密。2个网瘾少女，赶紧吃饭了。我感觉都不用修，
这个女人的腿也太白了，好羡慕啊，又白又长。好像孤舍子也说程曦有煞气，难道真有灵异事件？你们看什么呢？这么入迷？家里的那位仙姑好像去城西想要除魔了，你要不要去帮帮忙？不需要，孤叶仙子道法高深莫测，有她出手必然手到擒来。殷少，你高看我了。仙子，你怎么了？仙子，中西医都用上了，大还丹也吃了，还是昏迷不醒，我也没招了。这是被非常浓郁的煞气所伤，以至于迷了心智，暂时陷入了混沌。我不需要病因，我要的是解决办法。仙师曾传我一道驱魔咒，或许管用。那你快用啊！我道行不够，施展不出来，还是殷少你来吧。此符需要以精血为引，亲手施为，方可奏效。好了，你们出去吧，我施法的时候不要让人进来。是。不管你是个什么玩意儿，动了我最心爱的仙子，你都必须死。灵，如此浓郁的煞气，在道藏中可以被称之为煞将。确为煞将，我着实不是他的对手，多谢你刚才出手相救。仙子，刚才救人心切，未做男女之防，还请见谅。无碍，出家人心静如水，没有男女之分。竟然心静如水，你脸红个泡泡茶壶啊！老板，林小姐来找你了。什么事？好像是急事，我看她都快急哭了。没事的，吴道不会怪你的。可我真的搞砸了。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我把古董店给输掉了。吴道哥哥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赔偿你，我以后给你当情人还债吧。古董店是送你的，输了是你自己的损失，不用觉得愧疚。不过你得跟我讲讲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我有个朋友叫钟明娜，从小跟我一起长大，后来一起学了古董专业。前天他提了件宝贝上门，他带来的东西叫亚旭方尊，是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大成之作，属于真正的无价之宝。钟明娜提出用亚旭方尊做宝，向我提出斗口。我在学校的时候一直碾压他，又被他的话语一激，就忍不住答应了他。什么是斗口？斗口是古董行的术语，类似于挑战、踢馆。他如果输了，就留下亚旭方尊；他赢了，古董店就归他。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变得好厉害，连续2局都赢了我。第3局比到一半，我受不了压力，跑来这里了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只怕那钟明娜有所奇遇，才胜券在握。走，我去会会这个钟明娜。殷公子，你那小情人印堂发黑，邪气照顶，这是沾染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吧？我也发现了，不过先不要声张，我们去看看情况再说。胸有惊雷而面如平静，没想到殷公子的心性修为这么高，佩服。仙子道法高深，一眼便道出天机，才是真正的高人。不管你说多少好话，我的道心都不会乱的。林雨柔，我还以为你不敢来了呢。钟明娜，你不要得意，我们的规则可以请外援。我没说不准你请外援，可只剩下几分钟的时间，你就算是请了外援又如何？林雨柔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？以前在学校你出尽风头，是人人喜欢的天才学生，现在你也体会到失落的感觉了吧？这么多年来，我每次都屈居于你之下，我有多不甘，多失落，今天都要让你也体会到。你先别高兴得太早，说不准等会儿你就笑不出来了。我胜券在握，如何笑不出来？
像你这样的无名小卒也想破我的局，门儿都没有。开播了，开播了！今天老板又要亲自出手了，大家快来围观吧！鬼眼鸡，怎么比？规则是看清楚这碗的具体来历，明确是什么年限、什么窑烧制的。我看了半天像官窑的东西，可没有大印，始终拿不定主意。追溯。时间到了，你们就不要再挣扎了，毫无意义。别急，我已经知道答案了。大明崇祯年制，出自景德镇御窑厂。碗沿不平，满水外溢，属于不合格的瓷器。它本该被摔碎，却无意中保留了下来，因此它是官窑残次品。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茬呢？真绝啊！朱明呢？这局我赢了，你抢不走我的店了。5局3胜，你已经输了2局了，就算赢了这一局也没用。第4局，也是我们学校的毕业考试题目。好，那我们每人就用100块钱，谁买到的东西价格最高，谁就胜出。这朱明那鬼眼鸡的称号只怕不凡，可不知为何到现在还没有谈任务。难道不是天骄？都对我产生威胁了，竟然还不算天骄，有些奇怪啊。林雨柔，你一定可以的。毕业的时候你赢了他，这次一定还能赢。老板，100块钱，能不能把那个盘子卖给我？滚！你当老子傻呀？正宗海捞货还想100块钱买？100万我还差不多能考虑。果然不容易啊。这样漫无目的的找下去也不是办法，看来还是得我出手。紫金铜，3块钱一个，10块钱3个，有了。正宗宋朝铜钱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老板，你这铜钱保真吗？不真不要钱。怎么了？刚才站久了，有点腰酸。老板，能把你的凳子给我女朋友坐坐吗？那不行，真就这么一张，我还要坐呢。老板，我拿100块钱买你的凳子行吗？那行，路边捡的凳子还能卖100，比我卖铜钱可赚钱多了。吴道哥哥，你在干什么呀？我站一会儿就好了，你这样会把我们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浪费掉的。等等，这凳子我买了。凡事都有先来后到，你这样未免有些不上台面吧？哼，胜者亡，败者寇，谁会管你过程？吴道哥哥，一张破凳子就让给他吧，不要跟他争了，做人要宽容点。破凳子，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。是奇楠，好香啊！这是老奇楠，比黄金还贵，这么一根，少说也值上百万。难怪我媳妇整天说我屁股都是香的，我还以为我是香妃体质呢，我可真是亏大发了。我赢了！山族树海贝，世伯见迦南，我真是打了眼了。啊！你的100块钱花出去了，我们的还没花呢，乾坤未定，别笑得太早。我们走。哼，我倒要看看，你用100块钱怎么买超过100万的东西。叫你们经理把你们家的镇店之宝速速取来，胆敢怠慢半步，扒了你的皮。是。这是小店的镇店之宝，琉璃宝状，价值不菲，还请小心观赏。雨柔，你来看看这是真品还是赝品？吴道哥哥，我们买不起啊，我们只有100。你只需要告诉我是真的还是假的就可以了，其他的事情交给我。好吧，虽然无法接触，但根据我所学的知识，我可以确定这是一件南宋宝状真品。很好，我出这个价，现在就要包走。1000万吗？太少了。No， 1个亿还是少。如果您诚心的话，我找大老板来跟您谈。经理，
他们耍你呢，他们能出得起的只有100块钱。怎么可能？谁会无聊到做这种事？不错，我确实要用100块钱买你的宝藏。什么？竟敢跑珍宝阁来闹事，还敢涮老子！今天就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！我叫殷无道。管你叫什么玩意儿，在珍宝阁撒野，我就把你打成猪头！住手！经理，你殷少，我不知道是你。殷少，我永远不是泰山，我自己抽我自己，直到你满意。不知者不怪。啊，林雨柔什么时候抱上这样的大人物了？不过现在你可以把宝藏100块钱卖给我了吧？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，这是我们珍宝阁天大的荣幸。雨柔，拿去比赛吧。无道哥哥，我跟我还客气什么？我赢了！你这是巧取豪夺，不算。如果我们是巧取豪夺，那么你就是偷奸耍滑，正好我们的比赛可以作废。哼，你做梦！这局就算你们赢了又如何？还有最后一局生死局，你们绝对不可能赢。听说西郊陵园最近有鬼火出没，多半是有名气出事。我们今天一起去趟西郊，谁能拿到此宝，谁就赢。你们留在这里接应，我跟仙子先上去探查一番。无道哥哥，你千万小心哦！你们也小心点，好感度怎么重新计算了？系统错乱了。仙子，你怎么看朱明娜这个人？朱明娜一身反骨，却有千金之命，我竟看不穿。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下山后，真的被这花花世界乱了道心。最近遇到的事儿，越来越难以看清了。仙子，这是当局者迷啊！何如？朱明娜骨繁命贵，有此矛盾的格局，无非只有一个可能，那便是逆天改命。确实如此，他定是改过命格。没想到你对命理还有研究。作为一个富家子弟，你会的真是够多的。仙子谬赞了。仙子，这片陵园不小，我们去哪儿找宝贝啊？简单，宝物出土必然会扰乱此地的土气，只需观测五行，便能窥见其中的宝气。在那里。等等，这宝物带着血煞之气，怕是凶险的很，不可冒失。好。咦，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啊？都是死人。死人？你平时天不怕地不怕，原来还怕死人呢？主要是太诡异了，死人怎么还站着？这是邪道法门百尸炼魂阵，可以在短时间内凝练神魂，能听100步之外的针落声，能视3尺时钟的玉心，能蛊人心魄。咦，那不是朱明娜吗？她果然有问题。两位既然来了，怎么不现身呢？你就是靠这些死人快速提升了你的鉴宝能力吧？这些人想必都是最近意外案件的失踪人口，你这是在杀人，是在犯罪。每起案件我都有不在场的证明，就算调查也跟我没关系。再说了，死几个人而已，有什么大惊小怪？殷少如果肯乖乖让出云溪斋，我可以考虑放过你。但要是不懂事，那……搞我？你还没这个资格。这便是今日的彩头，琉璃宫灯。老规矩，你要是能从我手中拿走这盏宫灯，那就算你胜出。哼，诈尸了！别慌，不过是炼魂阵中的小伎俩罢了。看我破它！天地玄宗，万气本根，唯道独尊，金光速现。最近发生了那么多起凶案，朱明娜都有不在场的证据，想必她还有同伙。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他的同伙就是伤了你的那个血煞。这血煞有什么本领啊？他来去遁形，迅若闪电。小心！无道，无法，你是煞是鬼，给我立刻现身！跑的倒是很快。他来去无影，就连天眼都捕捉不到。那我就逼他现身。开天眼！尔等胆大包天，竟敢冒犯公主，死！鬼夫男主，太鬼畜了吧！这血煞我还是头一次见真容呢，看穿着像是明朝的锦衣卫。
你说的公主不会是朱明娜吧？朱明娜便是坤心公主之转世，我乃锦衣卫正府使元甲，受皇命守卫公主，尔等若敢犯上，必诛之。别说大明、大清都亡了，你的皇命也可以结束了。听我说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不要再害人了。闭嘴！皇命就是皇命，岂能违抗？不好，是雨柔那边出事了。等等，林雨柔是什么生辰？我记得是10月甲辰。朱明娜不止改命，还夺运。她所用的千金命格，正是林雨柔的。不好，朱明娜去杀林雨柔了！快走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公主有令，尔等速速受死！傻东西，你被利用了。他去杀你真正的公主了，你却在这里为他打掩护，不准污蔑公主！那我就送你去找皇帝老儿复命。好俊的刀法，仙子，你先去救人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你自己小心。休走！让我见识见识锦衣卫的本领。好身法！方天画戟要大开大合，岂能让我近身？看招吧！多谢提醒，该我了。龙气，跑的倒是快，难怪仙姑奈何不了你。哼！什么？哼！跟我玩神出鬼没是吧？一步天雷动，2步地火通。既然你不出来，那我就火力覆盖。没想到你竟然会五雷阵法，是我眼拙了，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别跑！发现新的天之骄子，这次不奖励天骄点，奖励道行了。如果我道行足够的话，刚才的五雷阵法就直接劈死他了。是雨柔那边传来的枪声，果然出事了。雨柔，你到底准备跟吴道往哪方面发展？什么哪方面？我反正跟定他了。唉，吴道风流成性，身边有不少美女，我怕你将来会受委屈。要不……哎，停！我还多亏他风流成性呢。他要是纯情的话，还轮不到我呢。宝贝，我拿到了，你还不认输？要造？想要吗？喏，送你们了。你有这么好心？少来炫耀！啊！这灯笼不对，快拿开！哥，怎么了？给我干掉林雨柔！啊！哥，你疯了！我是你妹妹啊！哥，你竟然要杀我！我要告诉咱妈！没用的，他已经失了心智了。开枪啊！林峰，快醒醒！你差点让我亲手杀了我妹妹！鬼夫的女主这么不堪一击，就算不是原主，那也是逆天改命改出来的呀。逆天改命如空中楼阁，本就地基不稳，遇到正主走鸿运的时候，改好的命格不仅帮不了自己，反而会反噬。原来如此。林峰，你个王八蛋，你差点打死我！我还是不是你妹妹啊？你下死手啊！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呀！今天就让雨柔留在这里吧。这不方便吧？那行吧。雨柔，朱明娜的鬼夫今晚上可能去找你，你多拿点符纸，注意安全啊！啊，有鬼！林峰，你还想再害我一次是不是？你非要害死我才甘心吗？妹大不中留啊！雨柔，你就睡在这个房间，我到门外守着，有事儿你随时喊我。别走！这不太好吧？这里除了床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睡觉啊。那个，你到床上来吧。受死吧！人呢？爷爷在此，不能让他跑了，拦住他！看招！哼！赢！又让他跑了，这薛少果然难缠。无妨，我有办法。这次绝不能放跑他，否则他还会害人的。杀鬼夺妻，鬼必须除。公主，不，
你是？参见坤心公主。免礼。元甲，还不速速出来拜见本宫！公主，你真的是公主？对了，这次一定对了。公主，你怎么跟此人在一起？大胆！你见了本宫为何不跪？跪下！啊！元甲拜见公主。还得焚了他的尸身，以防死灰复燃。我在你身上看到了道韵，这可是天道宠儿才有的，你不会是天骄吧？不是所有的道都是天道，我修的是王道。其实我感觉元甲挺可怜的，为了一道皇命，数百年来守护一个亡国公主，就算是死了，也要化作鬼夫来守护她。我都有点羡慕朱明娜了。既然如此，就让你体验一下。这身衣服咱们别脱，咱们玩角色扮演。你好坏啊！他本就是你的鬼夫，如果不是朱明娜，你最终会和他在一起。但有我在，就轮不到他了。驸马爷接着喝呀，喝完我们一起唱《帝女花》。让我先打个电话。陆曼，西郊陵园北边有失踪人口。啊，我早发现的，我用8倍镜发现的。你整天怀疑我，我整死那么多人有什么动机啊？你要不要帮我编一个？不好了，武道出事了！若雪怎么了？昨天还好好的，怎么现在连轮椅都坐上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们去株式会社谈完生意，回来后他就变成了这个样子，怎么都叫不醒。我给他做了全身检查，明明都好好的。等等，这是落魂咒。那仙子快施法救人啊！这落魂咒并非中土所有，而是来自东瀛阴阳师。此种咒术须得知道他用什么做的引子，方能对症下药。我知道了，那株式会社便是来自东瀛，他们想要我们北山那块地，江总不答应，他们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想要要挟我们。北山，看样子他们已经知道山中有宝了。我不管他们想要什么，敢对我的人下手，那就是纯粹作死。不可操之过急，须得尽快找到落魂咒的咒引，我才能解开。好，那我就让他们多活一阵。听说株式会社有很多武士，甚至还有忍者，非常难缠，你千万要小心。知道了。什么是咒引啊？这玩意也太笼统了，我该上哪去找？想必江有人来了，此时已经发病，我们坐等他们的人上门求饶就好。这小日子过得好不好不说，怎么连张床都没有？这可怎么办？千寻，你的阴阳术越来越厉害了。你也精进不少。好巧啊。是啊，别说话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江若雪中咒术了，我来找解药。嘘，小声点儿，我有任务在身上，你别捣乱。好的。北山山中真的有你所说的宝藏吗？网上那些照片会不会是假的？你是在质疑我吗？哪有，我只是担心你没法跟社长交代。放心吧，我的式神已经亲自下去查探过了，那下面确实存在一座王墓，里面甚至有一部永乐大典的手抄本。太好了，这样我们可就能立大功了。不过你频繁使用式神会被他反噬的，你千万要小心。没事，只要喂饱他，他什么都肯愿意为我做。需要我再帮你找几个马路大吗？暂时不要有任何动作，红盾已经盯上了我们，这里面装着江若雪的咒引，如果他们肯合作，可以将它还给江若雪，如果不肯，你就用槐木火烧了它，这样江若雪也会跟着暴毙。你别挡着，我有要紧事。我也有正事儿。别动！你的是干什么的？撕拉的！我说我来串门子，你信吗？
巴给亚鲁！所有人住手，扔掉武器，双手抱头蹲下。去死！去！你的人呢？带了多少来？我一个人来的，没有证据不能集体行动。那就是没帮手喽。你们没帮手，我有，给我上！亚鲁！等等，先别急，想必你就是殷无道吧？我们可以谈谈。我已经拿到了我需要的东西，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吧。什么时候？金酒不吃吃罚酒，死了死了的！哼！走。拜拜了，宁内。哼，你会回来的。你怎么会去株式会社？还不是你给我找的活吗？西陵郊园内上百具尸体与株式会社有很大的关系。案子凶手不是朱明娜吗？怎么会跟株式会社有关系？那些死者其中一半死于某种神秘的祭祀，我们根据线索找到了株式会社。对了，你还记得他们说的马路大吗？那就是纯抓活人去做实验，与你所说的祭祀有可能有关联。是啊，被你这么提醒，我也想起来了。我得抓紧安排行动了，不能让他们继续逍遥法外。不见。真是风风火火的性格。来了来了，咒影来了。无道就是厉害，无道出马一个顶俩。那是。这么快就找到了咒影，确实非同凡响。小心！想要真正的咒影，就来北山之巅相见。终日打雁，竟被雁啄了眼，涮我！无道，你冷静点。这时候你要是冲动的话，就是完全掉入对方的圈套了。你说的对，我不能再冒进了。我也陪你一起去吧。能把我玩弄于股掌的女人，只怕是有大神庇护。你修的是道，不怕背负因果吗？若是他真的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别说他有大神庇护，就算他是大神，我也会与他斗上一斗。道法自然。好，那我们就好好会会这个东洋娘们。请。好雅兴，这是北山的转让合同，你拿咒影来换。早就听说殷少爱美人不爱江山，果真如此。能做殷少的红颜知己，真是幸福啊！我没心思跟你调情，药引立刻拿来。急什么？我们先来签了合同，至于解咒这种小事，再说不迟。你，我们一人一次，不多不少。八嘎，你是不想谈了吗？你不怕我现在就烧死你的女人吗？谈不拢就别谈喽，跟我殷无道拍桌子，你算老几啊？阿给亚鲁，我看谁敢动手。乔巴，怎么，很意外吧？一月之期未到，果然来了。我要让你这个混蛋领教我弑神的厉害！别跟我耍花样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捏死你？好，别冲动，药引就在伞咒，一打开就能得到它。谎话连篇，这伞里面内藏乾坤吧？不好，他知道伞中的秘密，请不出弑神，今天难不成要栽在此人手中？你所说的弑神，我略知一二，但还从未见过你。只要药引在里面，玩你洪水滔天。又有新鲜的惊喜享受了吗？好漂亮的弑神，他就是我为你准备的祭品。好精壮的男人，想必你的惊喜会很香甜，我很满意。我明白了，那些人被你们吸干以后，再被元甲拿去炼魂，一个吸血，一个摄魂，被你们盯上的人可真够惨的。改，人家都有弑神了，你不该表示一下吗？啥？狗毛啊！管你什么鬼的，给我死！好灵活的刀，就算你长了翅膀，也归我管。给我退！我去！你们谁也别想离开！千羽，快退！这东西邪门的很。殷无道，对付这么个娘们儿你都会受伤，真是废物啊！呸！你小心别阴沟里翻船。
什么鬼东西，竟然装死！这还是人吗？就这水平还嘲笑我？现在还嘲笑吗？姓殷的，你也别幸灾乐祸，你很快也会被他干掉。只可惜我没有亲手结果了你。干掉我？想多了，起来！小娘皮，玩长兵器，华夏是诅咒。不可思议，华夏竟然有人能打败式神，竟然真的打败了！他越来越强了，すごい。现在可以给我药引了吧？不好，是忍者！怎么忽然来了这么多忍者？中了那娘们的埋伏了。真不是我安排的。你躲得倒是挺快啊。看这手法，像是我们社长的忍者。那他为什么连你也攻击啊？可能是我想替代他的事情败露了。你这伤口很深，必须做止血处理，否则会失血过多的。你为什么帮我？我怕你嘎了，我找不到药引子。为了若雪，与这人虚与委蛇又如何？千羽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些人是哪儿来的？是我请来的援兵。狮王，以你的本事，何必屈居于红盾呢？如今我们只要干掉殷无道，找到明朝王墓，夺取我妹妹的式神，那我们便可以称霸北洋与东洋的地下世界。你疯了！为了你，我便是疯了又如何？你跟外面那个千羽是姐妹？不过我们分别很久了，我只知道她在中东地区工作，却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她。不要开枪！姐姐，是我！给我干掉她！为什么？我可是你妹妹啊！快回来！难道为了式神，就可以不顾姐妹之情吗？式神事主，我是担心他。很显然，他的野心你不懂。殷无道、千寻，不要再负隅顽抗了。只要你们乖乖的走出来，我保证不杀你们。狮王，等会儿他们只要一出来，你就立刻开枪打死他们。啊，那可是你妹妹啊，亲妹妹。所以我自己下不了手，请你帮我干掉他。乔巴，你好歹也是红盾的人，竟然联合外族对付我，我鄙视你！有种跟我单挑啊！单挑就单挑，怕你不成？立刻下令撤掉你的人，放了他们。纳尼？殷无道是你的仇敌，你为什么要帮他？我必须郑重地告诉你，红盾特勤是我的信仰，我不可能背叛祖国，背叛人民。另外，我跟殷无道的恩怨是我们自己的事情，不需要你们东洋娘们插手。说得好，我们自己的事情就不劳烦你们这群外人操心了。兄弟戏于墙，外遇其辱吗？狮王，我可是为了你才走到这步，你太令我失望了。啊，风盾，你居然还有这种本事！狮王，既然你不识抬举，你就跟他们一起去死吧！殷无道，你不是江城扛把子吗？想想办法呀！一直这样被动挨打也不是事儿啊！一支穿云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。封修来也！林峰在此。来了。你麾下的高手是真的多，而且每个都不亚于我，好气呀！好机会，我来收拾他们。我来为你助阵。这可是伤人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完全不合理啊！有我们江城 F4在此，一切都合情合理。千羽，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，现在正式拘捕你。你真能抓得到我吗？我警告你别用什么盾术，我可是会直接开枪的。本以为不需要我出面就能搞定，看来千羽你的本领还是差点火候啊。千羽办事不力，请社长责罚。起来吧，你能把他们引到这里，让我一网打尽，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原来幕后主使是你，你现在被捕了，立刻双手举过头顶，
勇敢的美女，既然你那么喜欢用枪指着别人，那就用它指着你的头，然后扣下扳机。小心！竟有人能躲过我的摄魂扇！摄魂扇不妙，竟然都被控制了！紫金瞳开！所有人都给我醒醒！怎么还是这种鬼眼神？情况不对啊！人工翻船了！没人能在我的神魂舞中保持清醒。杀死殷无道之后，你们全部自杀！区东夷左道，也敢在祖宗面前耀武扬威！仙子，去，收起你的神魂舞吧。摄魂术的谢墨分支罢了，在华夏道藏正统眼中，也不过是旁门左道。仙子，你可算来了，刚才都吓坏我了。好了，没事了，快松开，外人在呢。我不相信，我都要看看你还有什么本事来应对我的神魂舞。去！仙子小心，别看他的金光。看又如何？我不仅看，还要让他也看。啊！不好，是引爆器！哼哼，我们早已在这里埋下了足够多的炸弹，今天大家就一起去死吧！住手！完了，完了！地下河，看来炸药刚好炸开了之前仙子搬山时留下的空洞。这可真是巧上加巧啊！看，我发现了什么？哇，一个野生的娘们儿，她好像溺水了，我要不要救呢？算了，既然是系统的任务，那就不能让她死啊！没反应啊，看来只能做人工呼吸了。流氓！美的你，还说我耍流氓，救你也配？我明明是在救你，我这样你死定了。啥？原来我真的落水了，是我错怪他了。喂，这里这么黑，不要丢下我一个人，等等我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其他人哪儿去了？会不会有危险？不知道。啊！你不是养鬼的吗？还会害怕？人家养的是事实，又不是鬼。再说了，人家是女的嘛，好冷。脱衣服。哎，你想干什么？不要乱来啊！我的尸身可不是吃素的。你浑身都湿了，这样下去很快就会因为失温而冻死在这里，必须尽快弄干衣服。那你好好说。这样的方式似乎效果不怎么样，看来得用点真功夫。这回就差不多了，衣服好了，给你。冻僵了，没办法，为了救人，我只能这样做了。唉，总算挺过来了。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。放心吧，这里一个人都没有，怎么会知道呢？我们现在回避还来得及吗？仙子，你听我解释啊，我是怕他失温，我是为了救人啊，咱们道家子弟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你不用跟我解释，没这个必要，我又不是你的谁，没资格管你的任何事。自从下山以后，这仙子别的没学会，山下女子生气的样子倒是学得很快啊。我得找林峰问问掉下来之后的情况。解释就是掩饰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谁要给你解释啊？男人既然做了，那就要认。啥？不要让我瞧不起哦。不是这样的。真羡慕啊！我这是掉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他困扰的样子都觉得很帅。天哪！千羽与邵公司他们想要的东西，应该就在这里。木门是刚打开的，看来他们先我们一步进去了。保护我们自己的文物是我们每个华夏人的职责，不管前面多么凶险，我必须要进去。祖宗留下的好东西，那是我们的财富，外人谁敢来抢，就整死他们。同意。万岁！不好，他们是社长的神功浪人，战斗力比商人还强。无所谓，我来。你千万小心。该小心的是他们。看你们就想挡住我。你大意了。还真没注意到这里竟然隐藏着一个高手，是我大意了。让我来，小心！风萧，让我来。
既然你是一名武者，那我就用武者的方式让你落幕，你也算对你主人有个交代。你太狂妄了，你会为此付出惨重代价。方天画戟之，天外飞来横祸。那你这是什么招啊？我学过那么多华夏的功夫，从未听说过。你们卑鄙！呸！这下次出手不要这么快就抬枪，幸亏他戴着面具视线受阻，要不然就提前发现你的动作。好的，下次注意。你们刚才是不是没讲武德？你不是说要跟他进行武士之间的决斗吗？怎么忽然偷袭？跟君子我可以讲礼仪，跟这种外族歹徒我讲什么武德？兄弟，多学着点。殷无道啊，殷无道，你是真妖孽呀！这林峰堂堂兵王，怎么也驴化了？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？快看，前面有光。找到了吗？外面打斗声停了，不知道什么情况。快了，就快了。找到了，我们家世代研究，果然没错。这把刀叫斩将刀，乃是纣王帝辛的黄刀，它蕴含着足以影响国运走向的庞大气运，辗转了无数次，最终落在了这座墓中。哟，想多了吧？我们华夏的刀还影响你们的国运，小日子过得太滋润，让你们飘了。殷无道，不错呀，竟然能突破神影的阻拦。不过嘛，我已经拥有了斩将刀，你们这次可休想再从我手中逃走。仙子，给我超度了他！这次我绝不会再败的。仙子，这斩将刀霸气太重，天底下能挡得住他的武器，恐怕只有轩辕剑。武道，快跑！10米之外枪快，10米之内枪又准又快。什么？子弹被弹开了！滚！这斩将刀着实厉害。就算是妖刀，在此刀面前也是黯然失色。你们刚才不是很嚣张吗？江城 F4不是很帅吗？还不都得死？拥有此刀，我将屠龙，我将踏平华夏。殷无道，我来断后，你留着命将来干掉这个野心家。那你呢？我此生得以知己，足矣。你身受重伤，断后必死，还是正面硬刚吧。这小子的嘴脸实在是让我无法留着隔夜仇，我得当场爆了。哎，我的任务是屠龙，你们几个小角色还入不了我的眼。你按，受死吧！哼，好诡异的步伐。步步生莲与九龙真气，再配合方天画戟，我看你怎么躲！雕虫小技，哇！逼坠的同时还能打出这么漂亮的飞刀绝技，真不简单呐！嘿，在这里呢，真正的杀招，竟然挡住了我的徐夫人匕首，好刀，这么强，不该没反应啊！最近的系统怎么老是反应慢拍呢？不是我慢拍，是天宠的信息很少，我正在查阅。看清楚了吗？什么是屠龙计划？屠龙计划！杀你们华夏这条巨龙！这把刀太霸道了，得想个办法。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钩蛇，《山海经》中曾经有过记载，看样子像是养在墓中的镇墓兽。如果我们能让他帮忙，或许能够压制少公司。明白了，笨蛋，有种来打我呀！那个罗圈腿能跑得赢我吗？啊！我不是罗圈腿，我要杀了你，跑不掉的！来得好，对不住了。啊！我说刚才不是我，你信吗？这吴道，你死！你死得好惨啊！哎，钟子期已死，我俞伯牙今还值得带刀吗？吴道，我没有保护好你啊！我敬你是条汉子，一定会为你报仇的。你们在哭什么丧啊？
死的是一具傀儡而已，大惊小怪的。啊！出事了！好像是我姐姐的声音，快去看看。姐姐，少公司呢？那个混蛋拿我当狗蛇，自己跑掉了。银嫂，救救我姐姐吧，求求你了！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，我可没兴趣。我可以答应你任何事。他数次想杀你，你为什么还要救他？她是我姐姐。记住你的承诺，放开那个女孩。好像情况有点不对劲啊，这是被紫金瞳摄魂的正常表现吗？好像真的没有被摄魂，可他为什么听我的话？因为你有皇者之气，狗蛇自然不敢冒犯你。少鬼扯了，我哪来的皇者之气啊？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千羽，你自首吧，只要你坦白，我会为你求情的。我的王，我最舍不得的便是你，但我们终究不是一路人。现在知道密码的只剩下你了，你的心已经乱了，我必须杀了你！山上君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一直跟着你，想保护你，终于让我找到机会了，能为你而死，是我的荣幸。这才是终极天狗啊！哭，还有脸哭啊！如果不是你们觊觎我们华夏，哪会有这样的下场？别哭了，跟我回去说清楚。千寻涉嫌从事间谍活动，我必须逮捕他。他对我很重要，我绝不会让你带走他的。我若是非要带他走呢？那我们就鱼死网破。行了，都快亲上了。胡说什么呀？都是自己人，谁问都行，主要是问清楚屠龙计划就好。那人我就带走了。你看看他那样子，像是询问吗？明明就是。你这么生气紧张，不会是嫉妒千寻吧？我为什么要嫉妒啊？我才不嫉妒呢。不过说起来，你跟他有那么大的仇，怎么反而向着他了？经过这次相处，我感觉他不是那种敢做不敢当的人。我想再查查炸弹人的死，如果真是他做的，我一定会跟他决出生死。那我们回去怎么跟义父交代？你放心吧，殷无道身边有我们的人，等他讯问出结果，我们会知道的。你是主动交代，还是要我大刑伺候？我很好奇，你准备怎么伺候我？我甚至有点期待呢。用他们伺候你，满意吗？别！我说，所谓屠龙，屠的便是华夏的龙脉。一本神社计划了很多年，首先就要拿到可以斩断龙脉的斩将刀，然后便是寻找龙脉。斩断龙脉，绝不能让他们得逞，否则我华夏的国运将从此断绝，山河破碎，民不聊生。这些外族人太歹毒了。我殷无道虽然不是什么善男信女，也知道覆巢之下无完卵。龙脉我保定了。林峰何在？有，给我安排私人飞机，我要飞一趟秦城。知道了。不错，秦城在龙脉附近。如果少公司要去斩龙脉，必然会经过此地。还请仙子也助我一臂之力，保护龙脉，替天行道，我义不容辞。走，先下去给我把江若雪的漏魂咒解了。你好凶哦！少发嗲了，赶紧的。喝了水，他很快就会醒来的。你这不就是跳大神吗？真能行吗？没问题。无道，我在这里，你好些了吗？无道，我没事了。那个株式会社你一定要小心，尤其是那个千寻。放心吧，都已经搞定了。这么快？你在说我吗？你怎么在这里？当然是殷桑带我回家的呀。果然还是用他的特长解决的。
你没事就好，我还有急事要先走，你们照顾好自己。放心吧，等你回来。老板，让我们陪你去吧。这次北山的事是我们的失职。你们不用自责，上次我离开江城不久，便有人对我身边的人下手。这次你们的任务就是保护好我的人，绝不允许他们有任何闪失。是。他们是来接机的吗？他们怎么知道我今天到？哎呀，这么热情的吗？欢迎席小姐，有席小姐的相助，我们这次任务就能保证顺利了。陆小姐，您过夜了，这边请。谁要迎接你啊？美的你，对。尴尬了。嗨。啊，好巧，我是鹦鹉道。巧，喜悦。欢迎贵宾。站住！今天不对外营业，你们不能进去。啊？长这么大，敢来我的酒店，你们算是第一个。凭什么他们能进，我们不能进？你这是区别对待。别说了，很显然对方包场了。您错了，席小姐并没有包场，而是每当席家人入住，我们这里所有7星级酒店都会闭门谢客，只接待席家人。我看得出几位都是富贵人家的小姐少爷，但再富贵也没法跟席家比。这秦城居然不知道我鹦鹉道的金字招牌，看来我殷家的势力也该拓展一下了。请殷先生也下榻吧。啊，对不起，贵宾请。武道，我们换个地方呗。君子不吃嗟来之食。格局打开，别被这种小事影响了心情。我们进去。啊？武道的做事方式怎么不按常理出牌啊？反正我不觉得奇怪，你也得慢慢习惯。我是真想不通，你还是更适合做个武痴。我只解释这次，下次你就要自己领悟了。乔巴与陆曼他们出现在这里，必然是有官方行动，而喜悦应该是他们请的外援。你们再想想，官方最有可能来这儿进行什么行动？阻止少公司的屠龙计划。然也，所以我厚着脸皮也要住进来，就是要盯住他们，这样或许可以利用他们来完成我们的事情。还是你想的周全啊。不过说起来，我们这么隐秘的行动，他们为什么跟我们的目的地一样？会不会你身边有人？不错，我身边确实有他们的卧底。啊？谁？只要你说个人名，我现在就剁了他。没这个必要，那个人留在我身边并没有害我之心，只是监视我而已。这能让许多人都安心，又有什么不可呢？本以为你只是个有热血、有抱负的青年，没想到你竟能在深渊行走时却心胸宽广，我真是愈发的佩服你了。殷桑，我已经得到消息，一本神社派了大量精锐潜入秦城，少公司又手持斩将刀，这次交锋，你务必小心。你在担心我？如果我战死的话，你不仅可以接管诸事会社，在神社内也有了分量。殷桑英雄气概，天下无双。自地底洞穴内有了肌肤之亲，千寻的心便被殷桑填满。我现在只想做殷桑最乖巧的奴仆。好，既然你如此忠心，那我就留你在身边。老子信你才有鬼。恋爱脑真好装啊，这个色棍果然上钩了。什么？嘘，我果然猜的没错，陆曼他们动静太大，少公司按耐不住了，看样子是先对他们下手了。来活了。明白。红盾请我用寻龙木查找龙脉的龙心，这忙我必须得帮。上次我从人家手里救走了西侯，成了他们很大的人情。二小姐说的对，但我必须保证你的安全。今天那个殷无道，便是与我小弟起争端的人，看着倒是普通。他的实力成长很快，我没有把握胜他，请二小姐尽量避免与他正面为敌。那殷无道竟然能让你认怂，有些意思。什么？二小姐小心！这个烟雾，王八蛋，你们太卑鄙了！少公司说了，
这个女人知道龙脉的龙心所在，必须抓活的。不错，不愧是喜家的女人，这本领着实不凡。就是你想毁我们华夏的龙脉，真是痴心妄想。你们华夏人在保护龙脉这件事情上倒是出奇的团结呀，就连平时的死仇都能放下。废话！我这精刚打造的峨眉刺，怎么会这么不堪一击？既然你这么硬气，我就先断你一臂，再带你走，你自然就听话多了。小心！阴符道，又是你！不错，你小子只要在华夏一天，我就一天不放过你。来人，给我拖住他！人呢？人都死哪儿去了？别喊了，你的人一个也不剩了。不可能，我一本神社几乎精锐尽出，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全部阵亡？你别忘了，我们红盾特勤也不是吃干饭的。赵公司，现在放下斩将刀，我还可以给你个体面的死法。你们想得美！我许你们不死不休！不要舞剑，闪开！我一定会斩断你们所谓的龙脉的！别追了，人早跑掉了，我们得想其他办法来干掉他。那把刀竟有如此威力，如果刚才砍在我身上会怎样？从肩膀这里齐根斩断。不过好消息是刀很快，你不会感觉到疼的。哎呀，幸亏没事。谢谢殷少方才出手相助。不必了，至少在龙脉这件事上，我们是一致对外的。二小姐，是我保护不力，我该死。罢了，你下次多留个心眼吧。这次多亏了殷无道相助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殷少，我……哎，打住，别跟个娘们似的。二小姐，你的寻龙尺呢？对呀，怎么不见了？完了，肯定是被少公司偷走了。有了寻龙尺，他就能找到龙心。如果让少公司抢在我们前头的话，那就麻烦大了。你果然还是走了。无道，你算得真准，那个女人果然是虚与委蛇，实际上还是抱着毁灭我华夏龙脉的心思。追踪器已经启动，我们随时可以跟踪他们。避开红盾的人，我们自己去解决麻烦。你干得不错，但你干得并不干净。你发间……让你接近阴无道，或许是我最错误的决定。我们的探测器发现，你的发间被藏了一个追踪器。什么？殷嫂，原来你也在防着我。我们用这个追踪器给阴无道送一份大礼吧。前面就到了，我来开路。无道，这里地矮林密，西高东低，无水无虎，乃是邪非死地。龙心怎么可能会在这里呢？等等，果然啊！所有人不要动，我们进了鬼雷区，我需要就地排雷。啊！什么鬼雷呀？我不是来找龙心的吗？啊！卧倒！不是说不让动吗？肯定是跟踪器被发现了，我们上当了。现在该怎么办？不要慌，我们还有绝招呢。仙子，看你的了。我的堪舆术不算多好，但可以试试。寻龙分间看缠山，一重缠势一重关。那边靠谱吗？仙子连天雷都能改变，这区区风水应该不是问题。关键是，就算找到少公司，又该怎么对付？他的斩将刀太无敌了。不知道啊。到了，是少公司的车，位置应该没找错。金巡，你确定在这里吗？确定，这寻龙尺指向的方向就在这里。挖到了，挖到龙脉了。没错，古书中记载，见金龙乃见华夏龙脉。我泱泱华夏，岂能有你撒野？我有斩将刀在手，你还敢来阻止我？你不怕死吗？会死的人是你。你，我也不想啊，
可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。你我来演一场戏，然后合力灭了少公司，如何？我能得到什么好处？你可以得到我的宠幸。我更喜欢实际点的好处。事成之后，我助你登上社长之位，再为你投资1000个亿，帮你做扶桑的大财阀。成交！你竟然背叛我们的国家，你真该死！我在这边听说过一句话，深表赞同：错了就要认，还打要立正。我说他怎么那么胸有成竹？原来吴道的杀招在这里啊！你们高兴得太早了。竟然是个侏儒。而且好丑啊！贱人，你找死！你以为我只有这手吗？仙子助我！去！小日子，今天我要让你开开眼。瞧好了，真正的五雷正法在此。天哪，仿佛大神在发怒，凡人竟能与天比肩！你认！好霸道的力量！我的刀怎么不受控制了？这到底是怎样的一把刀，竟然如此恐怖？不好，是斩将刀的报复！小心！仙子，快闪开！可是你……没什么可是，这是我的结束，不能连累你。什么情况？此刀忽然收敛杀气，必是吸了你的血后，发现与你因果有关。你撑住，我帮你将此刀滴血认主。我脑子里好像多了些什么东西。吾乃人皇，绝不向天称臣，绝不接受老天的审判。既然天容不下我，那我便将那些高高在上的神拉入地狱。那个大佬是我吗？斩将刀已经认主，你以后就是他的主人了。他好像也很兴奋。你与此刀必是前世有缘，所以你的血才能唤醒他。吴道，恭喜啊！日后你有此刀相助，必然天下无敌。老铁们，咱们老板这次干的可是保家卫国的大事儿。你们得意的太早了，就算没有刀，你们华夏的龙脉也完蛋了。我早已埋好了烈性炸弹，现在我就要引爆它。怎么回事？嗨嗨，炸弹已经全部拆除，一切尽在掌控之中。我要跟龙脉同归于尽！想得美！这次我们全程保密，黄盾局又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的？那些是不是你？大哥，别冲动啊，我只是个小主播。林峰，干什么？喝酒吗？这个内鬼，我要干掉你！住手！你抓我干嘛？他可是内鬼，我们所有的行踪都被他透露给了红盾。我早知道了。啊？吴道，其实我是红盾特勤的人，我编号龙武，本来回江城是调查4大家族垄断市场的事情，但现在的任务是监视你。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？最初我只想搜集证据逮捕你，但后来我发觉，华夏需要你这样的人存在。有些所谓的正义是正义者的正义，而非真正的正义。真正的正义，这点也是吴道让我明白的。不错，就算是天骄也不可以践踏凡人。我要把那些定义正义的天骄从高处拉下来，让他们看看世间疾苦，让他们忏悔天道的无情。要对付大天骄，我必须要把身边这些天骄的气运转化为我的皇气，才有力量抗衡。宁无道，我看得出你是个真爷们儿。我相信炸弹人不是你杀的，以后我不会再找你的麻烦了。如此甚好。小改改，我现在储存多少天骄点了？你迟迟不肯升级，已经储存了太多了。我得仔细算算，你原本是48点天骄点，击杀姬无极时获得5点，击杀陈南玄时获得18点。现在总共是97点天骄点，可以升级为人王。先不着急升级。为什么？等级越高，匹配的对手越强，那我偏要压制一个等级，等我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再升级也不晚。
哈哈，你跟我在这儿卡 bug 呢。殷桑，你也太难约了，距离咱们秦岭之行已经过去5天了。抱歉，红颜知己太多，要一一安抚。还请殷桑不要忘记对我的承诺。放心，我会帮你坐上社长之位的。怎么帮？总部那边可是给我下达了归国受罚的指令。我的3员悍将拨给你，外加1000亿。殷桑，你太好了。事成之后，我要株式会社绝对控股权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株式会社有命脉产业，如果我引你入场的话，会成为千古罪人。你们先出去。是。你觉得你现在还有退路吗？你现在不跟我合作，回去就只有死路一条。我们早就是一张床上的人了。你发音不标准，应该是船。住手！我答应你。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呀。刀姬，救我！我觉得这个男人挺好，你就从了吧。再说了，我也打不过他，爱莫能助哦。这是别墅的钥匙，送给你了。以后每个月我会来这里住几天。以后我也搬来这里跟大家作伴。寡妇晦气，别给大家招来霉运。我虽然是寡妇，可我年轻啊，不像某些老女人。好啦好啦，大家都是好姐妹，不能搞内讧。大家别吵了。啊，好美啊！好美。孤叶子，仙子，是我这样穿你会不会习惯些啊？你为什么忽然这身打扮？怎么不穿道袍了？你数次舍身相救，我已知你心意，我决心为你还俗，余生结草衔环。不可！你既然爱慕仙子，现在仙子还俗，不正合了你的意吗？你发什么火？没错。演得太过了吗？仙子，你天赋异禀，乃是修道奇才，我一介凡夫俗子，岂能换你这数十年的清修道行？你处处为我着想，我又岂能不识好歹？我只希望你能做我的太真娘娘，偶尔与我探讨一下阴阳奥妙，如此便足为平生。我相信世间一定有双全之法，不负三清，不负卿啊！快去把道袍换回来，这等俗世的东西不适合你。好吧。武道什么时候有这么高的道德了？什么道德？看不出来吗？他喜欢原来那身造型。呸！不要脸！清雅，你了解武道？你说他除了道袍，还喜欢什么制服 ？JK 的怎么样？洛丽塔我也有。你多大了还学人家穿 JK？ 不嫌害臊？再大也没你大，老太婆。武道，要不要去我房间？咱们研习一下双修大法。好啊，好啊！没想到幸福来得这么突然。这就是你说的双修大法吗？不然呢？你荒淫无道，重新要废，以致朝纲败坏，生灵涂炭，到底是天谴，还是你意云之祸？老板，你要的有关阴无道的资料来了。叫我娘娘。是娘娘，也不知道哪来的中二病，要不是你给的实在太多了，打死我也不伺候你这个 coser。阴无道如此残暴，竟连表妹的男友都下死毒手，可惜我多次对他手下留情。既然娘娘你下不去手，不如让翟绝带你动手。这似乎也是个办法。这是我总结的历朝历代刺杀经验与技术，你给翟绝送去，他有此书相助，必能成事。娘娘啊，你杀又不杀，和又不和，你到底要怎样啊？罢了，哎呦，为人间正道，
尹无道非死不可，我已经被他骗了9世，不能再被他的伪装骗了。你放心，你死我殉，黄泉路上不会让你孤独。殷少，最新消息，你未婚妻要整死你。我表妹是女杀手，还是为了杀我？好，我知道了，你继续汇报伽罗的状况就好。那我要不要扣下这本书，免得你真有危险？不必，让我表妹多学点本领，不更好吗？她学会了本领，自然会到我身边的。毕竟多年不见，我对表妹也是想念的紧。我先挂了。唉，他俩都是疯子。当初收买米兰还是很值当的嘛。谢谢殷少帮我妈妈治病，解决弟弟的工作，送我那么好的房子，还给我们村里修路。以后殷少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我对伽罗痴情绝对，我只是想知道他的一举一动。贱人，去死吧！动作虽然犀利，但在我魏风雷面前不值一提。师兄，刚才多谢你出手相助。我们是同门，跟我还客气什么？不过为什么会有杀手刺杀你？我离开师门之后，发生了许多事。我这次回来，就是要杀了那个带给我一切痛苦根源的男人。你举高点，小心我表妹看不到。热死了！你自己的表妹，你自己来举。表哥，表哥，人家想死你了，终于见到你了。那才是你表哥。表妹，才6年不见就不认识你表哥了？啊，表哥变化真大。表哥，他是我师兄魏风雷。燕少大名如雷贯耳，今日得见，三生有幸。你干什么？哎，魏先生这身功夫不凡啊。燕少的功夫也令人震撼。表哥，咱们走吧，师兄还有其他事要做。我跟表妹许久未见，今天一定要好好叙旧。燕无道，难怪姬二公子对你的评价那么高，你果真不是普通纨绔。不过我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见我的女神。什么人竟敢到我的地盘撒野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自己的老婆，不可以吗？我俩的婚姻有名无实，你自己清楚得很。好吧，我是带东院老太君询问叶雪那丫头除掉了吗？叶雪是我姐妹，我不会再杀她。你果然变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叶雪我会亲自料理。你差不多也该回去了。西院如今得了强援，东院的压力越来越大，怕我带刀。魏风雷，我忠告你一句，叶雪现在受殷无道的庇护，你最好不要招惹那个男人。我已经会过他了，有点东西，但不多。招惹殷无道的人，没一个有好下场。红叶，如果你愿意跟我回龙都，我会为你拿到一切你想要的东西。算了，我只想留在江城。我会在龙都等你。我必须把魏风雷的消息告诉吴道，不能让他被打得措手不及。你是说你老公要来杀叶雪？是，但我们有名无实。你紧张什么？我不是怕你不开心吗？还有外人在场呢，你别闹。怕什么？还有个小屁孩懂啥呀？殷无道，你果然一如既往的好色，天赐良机，这阵毒无色无味，一刻能毒死一头大象。表哥，喝杯咖啡休息一下吧。这么快就向我下手了，年轻人果然耐不住性子。没想到你竟然这么信任我，我们的恩怨很快就要了结了。表妹，你快去旁边休息吧，我跟你嫂子好好打会球。好，死到临头还不自知，可笑。表妹，你在此不要走动，我去买几个橘子，很快回来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这么久还没发作？修，帮我去保护一下叶雪，别让她出意外。知道了。这人什么时候藏在附近的？哦，对了，他刚才给你的杯子里面下了毒，你要小心些。被他看到了，这……你搞错了，那是我表妹给我下的糖，她知道我喝咖啡爱多加糖。啊，表妹，我说的对不对啊？啊，对对对，我明明下的是毒药，
他为什么没死还说是糖？难道是毒药过轻？刚才他到底给老板下什么了？闻着美又坏啊！吴道喜欢穿正装，这里的都不太好，我再逛逛吧。叶雪，是时候回家了。姐夫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当然是来要你的命，你跑不掉的。我说怎么江城会有人能够挡住我？原来是天榜高手封修啊！早闻叶家赘婿独舞绝技，独步天下，今天正好切磋一下。怎么会？铁砂掌！没想到吧？得手了！双刀断裂，害我恍神了，这下糟了！雪儿，别怪姐夫，要怪就怪你生在叶家。等等，你还有什么事？叶雪是应无道托付给我的，我不能让他死得不明不白。这样，我给他打个电话说明情况，也好让他冤有头债有主。哎，无道失手了，叶雪现在落在了魏风雷手中，对不起。没事，你把视频通话打开，然后拿给魏风雷。我来教他做人，看你想耍什么花样。魏风雷，你老婆在我手里，你要是敢动叶雪一根毫毛，我现在就让她好看。祸不及妻儿，你有种冲我来！无道，人救回来了。好，魏风雷，你不是让我冲你来吗？我现在就过去。好，我等着你。红叶，你没事吧？应无道没有把你怎么样吧？快放开我老婆！魏风雷，你真是不解风情啊！你怎么不问问红叶，她为什么不闪不躲呢？肯定是你威胁她。我现在没有威胁她了，看到了吗？魏风雷，应无道给了我做女人的快乐，跟他在一起，我死也甘心。你们这对狗男女，去死吧！哎，我杀了你！好强的刀！趁你病，要你命！横扫千军！格挡，先走一步。那是传说中的武当梯云纵吗？好像确实是左脚踩右脚，右脚踩左脚。牛顿都管不了他了。此人确实了得。刚才如果不是你先激怒他，又以这斩将刀杀了他个措手不及，恐怕我们难以奈何他。我也是看奈何不了他，才出此下策的。魏风雷在天榜排名第4，一身鼓舞，以真化境。武道，你要千万小心。哼，此刀在手，天下我有，有何惧哉？雪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只是这样下去，我迟早会连累大家。我想回龙都去了。你的事情确实不能这样悬久不决了。这样，等解决了魏风雷这个麻烦，我就陪你去龙都。不，我不能让你再以身涉险，我欠你的已经够多了。别说傻话了，你既然选择跟了我，我就不会让你有事的。二小姐，退下！哼，铁砂掌，魏风雷，放他过来，你们小点声，鱼儿要咬钩了。二小姐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嘘！啊，快帮我抄鱼，要跑了！是，抄不到啊。你来江城是想杀叶雪吗？不错，但现在我的死亡名单上又多了个殷无道。殷无道，你为什么跟他过不去？那可是个妖孽。会搞我老婆。如此，倒的确是他的风格。你这手是被斩将刀砍的吧？正是，那刀气纵横，不惧罡气，简直无从防守。可我为什么要帮你？这是齐侯赠予我的席家令牌。唉，又是这个败家子。想杀殷无道，实则非常简单。刀。多谢二小姐指点。
阴无道，你这个恶魔，我只有杀了你，才能从梦魇中清醒。去死吧！扎偏了，刚才是你走运，这次不会了，又没扎中。我扎死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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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表妹，表妹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刀呢？表哥，我看你今天太累了，所以来帮你刮刮痧。这个其实是个刮痧板。可你刮的不对啊，我来教你吧。痛！别动啊，这么红说明你湿气重，我给你好好刮刮。阴无道，算你狠！表哥，今天我们去哪儿？京城那边的生意出了点问题，我去解决。阴无道的最后通牒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到底要不要归顺玄鸟投资？大家该拿个主意了。他想得美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他用卑鄙手段干掉南玄老大，我可不服他。不服？哪里不服啊？阴无道，阴无道，你竟然只带了一个人就敢来京城，你简直就是在找死！一个人足够了，给我剁了他！表妹上！我？你学艺这么多年，让他们见识见识。合着你带我来是跟人火并啊？你多损啊！小心！表妹，你这可都是杀人计啊！这些年看来你也有故事啊。还刻意标注了亲情，多此一举。我又不是杨广。一群废物，都给我躲开！铁山铜山，给我上！干得漂亮！表哥！铜山与铁山是南玄老大的陪练，他们同时出手，就连南玄老大都忌惮3分，他必死无疑。不打了，我服了。他竟然这么强，幸亏我没有正面刺杀，否则恐怕一招就被他秒掉了。难道我这么多年的努力都白费了吗？光能打有什么用？以前南玄老大给我们资源，让我们富甲一方。如果跟你去喝西北风，那你不如现在就做掉我。原来你是想看我的金融能力啊？那你出题吧。我们各选一只股，在收盘前谁涨得多谁赢。如果你输了，不能再干预京城。表哥就是个废柴纨绔，懂个毛的金融。如今优势在我们，凭什么你们命题？喂，我为什么要帮他？比就比，我要让他们输得心服口服，对我五体投地。啊？我会输？我在金融界摸爬滚打几10年，从股市开门那天起，我就已经开始炒股了。你凭什么能赢我？我选这只股。曙光医药刚获得你们商会的大笔融资，这属于内部消息。老金你不地道。你怎么回事？胳膊肘往外拐。没事，消息灵通也属于一种手段。虽然我确实不懂金融，但我有大预言术，前遇必读，震世罗琳，八仙秉月，上帝亡灵，太玄落井，七神冲庭。急无急？告诉你，今天什么股会涨停？你别告诉我你忘记了，那样我会很不开心的。我都死了，你还不放过我？你还是人吗？少跟我废话！如果你不想魂飞魄散，那就给我说清楚。我说，我选这只股。山岭药业的财报刚刚披露，上季度他们亏损了50%，用不了多久就会跌停。你竟然买它？你是不懂吗？你们是比涨，不是比跌啊！原来你真是个金融小白呀！这次你输定了。果然，他还是从前的败家子。涨停了，耶！我赢了。山岭药业下跌9%，即将跌停。阴无道，愿赌服输，请你立刻离开京城，永远不准再次踏足。急什么？这不是还没收盘吗？距离收盘只剩下2分钟，而我选的股票已经涨停，你还想翻盘？唉，殷少，大势已去，男人点儿，认了吧，不要让兄弟们瞧不起你。 2分钟
足够诞生奇迹了。啊！山岭药业爆出大新闻，他们的新闻丸可以治疗新病毒，股票开始升了，升了！升了又如何？这破股还能在2分钟内涨停吗？啊，不对，机构在疯狂扫货，山岭药业正在飞速拉升，涨停了！哇，真的是奇迹啊！不愧是殷少，涨停了又如何？大家不过打了个平手罢了。那个金会长，你的好像开板了。什么？拉下涨停板？这么离谱的事情都被我撞上了？很简单，曙光医药的韭菜都跑去买山岭药业了。殷少，你太神了！你怎么做到的？因为我会大预言术啊！好厉害！表哥，你会大预言术？真的假的？一点小手段罢了。这叫小手段？那他的大手段岂不是神通术？你呢？其实我对殷少仰慕已久，可奈何乔家轮不到我做主。找个能做主的出来跟我谈。我家里是我爷爷做主，可我爷爷前不久忽然病倒，药食不进，吐血不止，请遍了神医也不管用。明白了，走去乔家。云娜，你回来了。爷爷，您今天状况怎么样啊？我请了高人来给您瞧病。好多了，今天西家帮忙请来了高人，一次治疗我的气就匀了，说是再有一次就能不吐血了。老爷子，我来帮你看看。住手！谁允许你碰我的病人？连这点规矩都不懂吗？好啊，魏风雷，我正到处找你呢。殷少且慢动手。魏风雷是我弟弟的朋友，齐侯托我照顾他，还请殷少给个面子，不要在此地开战。我凭什么给你面子？这个混蛋怎么不按套路出牌？二小姐，你不用让他卖面子，就算跟他打，我也不惧分毫。二小姐想让我给面子也很容易，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哦，二小姐被亲了。烟雾道疯了，这可是席家二小姐。表哥，你怎么能随便亲别人呢？大人的事，毛丫头别插嘴。混蛋，甜吗？甜。你这个混蛋也可以开始治病了。迟早要干掉他。乔老爷子只是练功岔气，以至于气血逆行伤了丹田。只要我有会员功推功过血，今日便可止血，明日便可下地活动。神医啊！经脉断裂，伤及肺腑，别说是你，就算是天下第一神医来了，也救不了了。为今之计，只有大还丹可令他起死回生。不知所云，我的会员功贯穿先天，兼顾阴阳。所谓的大还丹，在我的会员功面前，也不过尔尔。师兄的会员功竟以真化境，太不可思议了！没想到世间除了南轩老大之外，还有这么厉害的男人。如此反常，怕不是个天骄吧？你反应也太慢了。之前不是已经有个龙王赘婿了吗？怎么又跑出来个古武赘婿啊？解释解释。龙王赘婿走的是隐形护花线，古武赘婿是枭雄之路。好家伙，谋财害命，不愧是枭雄啊！看来今日绝不能让他从我手中夺走乔家这支力量，否则他日必成大患。去！又让我干坏事。老头儿，对不住了，都是主人的任务。嘿，爷爷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不应该啊！不好，经脉俱碎，无力回天了。姓魏的，你怎么把我爷爷治死了？还我爷爷的命！对了，大还丹，殷少，看我干什么？与我无关。赶紧殷少，救救我爷爷！我乔家愿意世代追随殷家。不够。殷少尽管提条件，只要是玉娜能做到的，绝不推辞。颜值不错，身材也可以，还是完璧吗？早说嘛，自己人岂有见死不救之理啊！快去救你爷爷吧。荒唐，他又在糟蹋美女了。不对，这大还丹是假的，
小还丹方都失传了1000年，更别说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大还丹了。啊，这要是假的可怎么办？反正人都已经硬了，死马当活马医呗。也对。先天之气还如此浓郁，这怎么可能？爷爷，你醒了。看来此药确为大还丹。多谢殷少救命之恩，日后我乔家为您马首是瞻。好说好说。雨娜，帮我好好谢谢殷少，你们年轻人多亲近亲近。这糟老头子坏得很。乔小姐知道我想要什么吧？诸位都散了吧，我与乔玉娜、万世豪与金不欢还有些事要谈。翟玉，你也去外面等我吧。好吧。只恨我学艺不精，殷无道你这个混蛋，我发誓必杀你。哼，以后京城的生意就交给你们了，我对钱没兴趣，利润5-5开分成就行。但你们需要资源，遇到麻烦都可以请我出手。谢医生。走吧，表妹。弄完了吗？妥了。不好，我们的车被撬了。这个贼似乎在找什么东西。表哥，有丢什么东西吗？没有，看来他没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。他想要什么？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他们想要的是这把刀，此乃斩将刀，是我百战不败的底牌。你身上怎么能藏得了这么大的刀？哼，我对道术略通1-2，这是乾坤无上的秘法。这斩将刀对我十分重要，我从未告诉别人这藏刀所在，就连我的枕边人也不知道。那你为什么告诉了我？你是我最爱的表妹，我相信你绝对不会害我。快到饭点了，我们去吃点京城特色菜吧。好的，我听说京城的鸭血粉丝汤很好吃，我要吃。好，表妹你先坐着，我去点菜。好。这是氰化钾，一点就能让人死于非命。我上次已经用过毒了，但是他没事，他似乎完全免疫毒素。上次是天然毒素，这可是化学剧毒，就算他百毒不侵，也解不了这个毒。真的还要毒一次吗？会不会太过分？这么快就被殷无道捕获了，指望他杀死殷无道，怕是不行了。若毒不死殷无道，就把他的斩将刀偷来给我，剩下的就由我来结束一切。原来是你撬的车。鸭血粉丝汤来了。表妹在看什么？没。趁热吃，凉了就跑了。看在鸭血粉丝汤的份上，这次就不放毒了。不好，这汤有问题。殷无道，你这个混蛋，我就不该相信你。糟了，连坐都坐不直了，这次算是栽了。把他们给我带回去，殷无道直接送到我房间。这样不太好吧？闭嘴！殷无道，你敢当众亲我，简直无法无天。哼！但我就喜欢你这坏皮的样子，我要你100倍偿还。按照你们大家族的规矩，我是不是得负责啊？当然，只不过如果你不愿意，我也不会勉强。我会去席家提亲的，等我。这算是下聘吗？聘礼可没这么寒酸，只是个定情信物罢了。那个，你得提防魏风雷。没事，土鸡瓦狗罢了，我并未放在眼里。还有你表妹，不可不防。小姑娘一个，能翻出什么浪来？席二小姐累坏了吧？继续休息吧。混蛋！你到底是自信还是自大？人家好心提醒你，你也狂得太没边了。走了，表妹。怎么回事啊？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啊？我喝完汤以后就好像晕了。你记错了，你只是太累睡着了。恭喜殷少光临海市蜃楼，
海市蜃楼，你们海城最大的那个藏宝楼？是的，都是些有价无市的珍宝，不少都是世界仅此一件的藏品。好，看在你们的诚心上，我就去逛一逛。真装！海市蜃楼每年只开3次，下面3层共有有钱有势的人消费，往上第4层就只有神豪级大人物才能上得去。至于顶层第5层，听说自从开楼到现在，总共上去的人不过一个巴掌数。我听我爸说过，他有一次来视察，也仅仅是上到了第4层。看来这海市蜃楼的主人身份不凡呢。海市蜃楼的主人非常神秘，就连我们都不知道。哎，快，开门了！只开10分钟，晚了就进不去了。哇，这其中确实有好东西啊！这款车纯手工打造，全机械，全球限量3台。我以前玩超跑的时候，还专门托人全世界范围内找过，没想到在华夏竟有一台啊！哈哈，殷少喜欢，刷卡。好的，一共是1个亿，这么贵？它只是一辆车啊！全都让开，大人物来了！这竟然是北疆王世子，果然是大人物啊！北疆王不是没儿子吗？世杰，表妹你认识？谁啊？殷无道，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我认识你吗？哼，我来提醒你一下，江城人民医院住院楼顶楼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那个小玉学校那个人渣啊！你是自己跳还是我动手啊？殷少，我错了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！你小子本来有女朋友，为了吃软饭绑上翟绝不说，竟然把你原来的女朋友推进河里溺死。你小子比我还狠，你是陈世美啊！殷少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还以后不要！不！师姐，你死了，我也不活了。为了这种玩意儿，你竟然寻死觅活，也太给翟家丢脸了！殷无道，你混蛋！你疯了？你被他下蛊了吗？我已经跟小姨商量好了，从今天起，你出国读书，学成后才能回来。殷无道，我要杀了你！杀了你！等你长大了，你会感激我的。去看看那家伙死了没？没死扔出江城，不准他再跨入江城半步，否则杀无赦。是。哼，你记得就好，我会把当初你给我的羞辱全部还回去，10倍、100倍。这人是谁呀？竟然得罪了北疆王世子，真是活腻味了。是吗？我很期待你的表现，太弱的话，我可是不满意的。好，我会让你知道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绝绝，我回来了，为你而归。师姐，看到你没事就好了，我太开心了。绝绝，跟我走，我现在有能力保护你了。殷无道，我会让他的艳照与不雅视频满天下飞，让翟家与殷家身败名裂，彻底击溃你的心理防线。翟绝，别忘了你的身份，如果你敢跟他走，以后就别认我这个表哥了。不行，我还要干掉殷无道，现在还不能从他身边离开，否则就前功尽弃了。师姐，抱歉，我不能跟你走。你们这些所谓大家族的人，实在是太令人恶心了。表面上贵族礼仪，实际上蝇营狗苟。说到底，你还是看不上我。殷无道，你有什么了不起？不过就是有个当总督的爹。如果你爹退休，你出门就会被人当街打死。何必跟他逞口舌之快？他再狂傲，也不如你北疆王世子这个身份。魏风雷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我现在就要到4楼去。而有些人号称第一大少，却连这海市蜃楼的4楼都上不来。魏风雷，这就是你接的事？不错，世子要在江城立足，你的好日子快到头了。改改，我现在明白你说的枭雄型赘婿了，做事不择手段，能屈能伸，我真是太欣赏他了。你可不能欣赏他，他跟你不是一路人，必须要尽快除掉他。好，我会安排的。有什么了不得的？他装什么？
玄鸟投资比10个北疆王都有钱。我们得尽快给老板搞到上4楼的资格，要不然就被他比下去了。殷先生，您可以上楼了，不过只能选择1位随行人员。嗨，我就说嘛，我们还是有面子的。表妹，你跟我一起上去。好吧。哇，只发行过1张的黑胶唱片，传闻中早已毁了的国宝，王羲之的真迹。殷无道，你怎么能来4楼？你根本没资格上4楼。你能来，我凭什么不能来啊？师姐，我们也得到了邀请。工作人员呢？他们怎么有资格来4楼？你们的规矩呢？世子，我这就去核查。还核查什么？你们不是说今天只有我够资格上4楼吗？立刻把人给我赶出去！好的，我这就把人赶出去。请你们下去，擅闯4楼可没什么好果子吃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们秦小爷，小爷都未必看得上这破地方。表哥长这么大，估计还没有吃过瘪。哼，你什么档次？也敢跟我同楼层？不过世杰现在变得好市侩。等等，贵客留步。经理，这2个人是换上来的，我现在就赶他们下去。这是贵客，我邀请他们上5楼，你得罪贵客，立马给我卷铺盖滚蛋！5楼，贵宾请上5楼。怎么回事？表哥什么时候有上5楼的资格了？2位，我在楼上等你们，你们可随时上来。你，抱歉，您2位没有资格上5楼。殷无道可以上，我们为什么不能上？殷少是我们老板的贵宾。靠！没想到殷无道竟然还有这层关系，这次是被他装到了。世子放心，我会让殷无道付出代价。喜悦，无道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海市蜃楼是你的？不错，这里的东西也都是我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。你有看上的吗？随便挑。我只是来凑个热闹，并不是真来寻宝。没关系，你送我定情信物，我也回赠你一物。定情信物？哇，大编钟，这可是售价10个亿、全球项链7块的手表啊！说送就送。谢了。10个亿戴在手上，你疯了吗？你是无道的表妹吧？这块送你做礼物。啊？肖邦201？喜儿小姐，这块手表价值高达2个亿，实在是太贵重，我不能收。谢谢你的心意。翟小姐不被外物所诱，这份品格十分难得，但这是我送给无道表妹的礼物，你可以收下。喜悦是故意的吗？不收下，我就是不把殷无道当表哥。可要是收下，我还怎么杀他？拿人手短，看你还怎么对无道下手。既然喜欢，那便收下吧，都是自己人，不需要客气。好吧。无道，我在监控里看到了你跟蒋世杰的恩怨，若是需要帮忙，可随时差人来海市蜃楼找我。喜儿小姐屡次示警，纵是关心，也未免太小瞧我殷无道了。我殷家在东海经营100年，号令一出，黑白灰3道莫敢不从。别说北疆王世子，就是北疆王亲临，也休想让我殷家低头。我殷无道的玄鸟投资纵横国内外，已累计万亿资金，财权皆在我手，我有何惧哉？无道，你不要误会，人家只是担心你嘛，人家也想帮你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原谅你，但绝不能有下次。这么容易拿捏，只怕是第一次谈恋爱吧？薛家2小姐这种巾帼豪杰，都逃不过表哥的手掌心吗？表妹，你先到楼下逛去，我跟席小姐还有事要谈。翟举，你是故意来海市蜃楼与世杰偶遇的吧？你们都分手这么久了，现在看世杰有权有势，就想来帮大人物了？你可真是不要脸！我没有，还敢狡辩！你个贱人，我今天抽烂你的脸！喂，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。你谁呀？老娘想打谁就打谁，关你屁事！好好说话不会吗？这么没素质没家教吗？医生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
我是江城赵家的嫡女。现在认识我了？殷无道，你别以为你能上5层，就真的高人一等了。世子，我很好奇，5层能有什么好东西？不会只是浪得虚名吧？看，这是世子刚才买给我的钻石项链，价值2000个 W 呢。怎么样，后悔当年的愚蠢决定了吧？可惜你再也没有机会了。世子现在只爱我一个人。你买了什么？还是只是逛了逛？穷鬼！表妹，给这位大小姐看看你刚才收到的礼物。这是小宝201，价值2个亿。我刚花了3个亿拿下了米芾的真迹，不好意思，刚好比这手表贵1个亿。果然还得是世子啊！论财力，北疆王称第2，谁敢称第1呀？几点了？是不是该回江城了？大编钟10个亿！表妹，该回江城了。殷少，你那辆车玻璃窗坏了，要不要开我这辆价值1000万的豪车回江城啊？哼，殷少，您价值1个亿的超跑已经准备好了，您随时可以开走。魏风雷，你是叶家的赘婿，花的是叶家的钱，省着点花，小心回头我让你老婆停你的副卡。殷无道，我要跟你决斗，我要亲手杀了你！好啊，随时奉陪。3日之后，决战望天台。好，奉陪到底。风雷哥，没想到殷无道竟然会答应跟你决战，如此一来，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杀殷无道了。可是什么？我现在才反应过来，我中了殷无道的激将法了。世子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你有所不知，此人前段时间偶得一把神兵利器，削铁如泥，刀气纵横。前不久我本来已经碾压了殷无道，可此刀一出，我便败下阵来。那该怎么办？若是能让殷无道的表妹翟珏出手盗走宝刀，那殷无道必死无疑。只是我看翟珏未必能下得去手。放心吧，交给我，只要我怀念一下过去，他绝对会乖乖听话的。玄鸟投资这个季度的总收入是5100多亿，纯利润是1200多亿。我整合了几大家族留下的产业，目前每个月的收入也达到了上千亿。不过我的纯利更高。可是不对啊，表哥那么有钱，福布斯富豪榜上为什么没有他的名号？今天这场不能直播，有些东西是不可以公开的哟。资产公开了1%，剩下的作为隐形资产，不对外公开。我明白了，表哥是隐形富豪。很好，你们做得不错，每个人的每个月工资再加100万。谢谢老板。果然，男人想要3妻4妾，除了长得帅，还得有钱啊。该算账了。汇总后，申号系统可以为你结算9800亿。为什么会这么多？纯利润不是只有2000亿左右吗？系统结算是按照宿主的收入翻倍，并不是按照实际利润。多多辛苦了。殷少有那么多美女相伴，就不要拿我寻开心了。我不过是个灵体，维持实体时间有限。多多，那要怎么样才能让你实体化呢？有2个条件，一个是达成9万亿身家，一个是找到转世。以前宿主也有达成9万亿身家的，可6道轮回，想要正好遇上1世轮回为人，就太难了。不管怎样，都得找找你有没有转世。陆曼，你帮我查一个人，身份证还没有，姓名也没有，照片，鬼能拍照吗？给我挂我电话，回头看我怎么收拾你。这个混蛋，跟读书那会儿一模一样，到处招蜂引蝶。翟小姐，有个叫蒋世杰的先生为您送来了玫瑰花，还有一本旧笔记本。是我们的日记本？什么阿猫阿狗也能进我的府邸？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今天整班佣人全体解雇。不关我的事儿啊，我只是个跑腿的，两军交战还不斩来使呢。殷无道，你太坏了！我就是不喜欢蒋世杰，不允许你跟他有任何接触。
当年我能把他扔下楼，如今我还可以再扔第2次，但这次他绝不会有那样的好运气了。你想干什么？翟菊，你最好搞清楚，你是翟家的独女，你毁了翟家就完了。蒋世杰那种人不可交，你趁早断了这个念想。我是小姨带大的，我不会看着他的家就这样毁了。不，蒋世杰勤奋好学，甚至得到了北疆王的认可。当初你说门不当户不对，现在又用诋毁他的方式来反对我们，你根本就是自己看不上蒋世杰，这是你的偏见。我恨你，我恨死你了！哼，愚蠢之极，狗东西，竟敢上门挑衅我，看我不整死你！关心则乱，你冲动了。这本日记是造假的，蒋世杰是要故意激怒你，从而激化你跟翟局矛盾的离间剂。哼，我早料到了，蒋世杰这样的坏种，怎么可能留着从前的笔记本？那你为何还要这样表现？我如果不这样，他们又怎么会上钩呢？不取斩将刀，魏风雷敢跟我动手吗？唉，雪儿，你怎么了？不高兴啊？你越来越聪明了，我觉得我在你身边已经失去了价值。你错了，你对我而言是无价之宝。吴道，你什么时候要我？我想做你真正的女人。你以为我不想吗？可是你的天骄点迟迟不谈，我必须要留着你来冲击姬凤鸣啊！最美的东西，当然是要留给最难忘的日子。人家一直等着你。翟群，师姐，上车。这是我们当初的学校。师姐，看到你没事真好。我们重逢是好事儿，不要哭，擦干泪。师姐，看你现在混得这么好，我真心替你高兴。赵丽也是望族名媛，你跟她在一起也挺好。